要用身相来见到如来。这个时候见如来已经都不住相了，已经看到他的行动。所以啊，你假如说了解不相的时候，你可以追到他的心。那个人有所动作，他要怎么样动作你由他的身，你可以看见。小偷想去偷人的东西啊，你从他的身他的表现，你就知道他已经起心动念要偷人东西。这样懂吗？你可以看到无形的佛性。各位有没有这个经验？所以啊，你看到这个人他要怎么做，他虽然还没有做，可是你可以事先看出来，那个就叫见如来。你已经看到佛性，看到他的佛性啊，他心里面的想象。所以啊，我们要了解说，原来我们住相的见不到如来，我们不住相的所看到的都是如来。这样了解吗？有没有一点点了解呀？所以我们了解说，那个《金刚经》啊，真的不是吃豆腐，不是简单啊，就是你要深入。它的意思呢，就是你要慢慢能够举脚，把它举脚了以后，我们从第一分开始看都没有讲话，为什么稀有？就是他把我们凡人要追求的最上乘佛法从生活之中的动作表现出来。佛不住佛相，佛没有我相，然后佛要讲经说法，不讲话没有法相，然后要众生努力修道，没有非法相。你看那个是不是都要我们去体会？你体会了，你就知道说原来真的是金刚金刚之身真的是呈现没有我相，没有法相，没有非法相，整个金刚之身都呈现。你看不用讲话了第一分他就已经这么明白的告诉我们所以第二分那个须菩提就马上迫不及待的去问我这样领悟对不对？你看他就讲稀有，那个稀有在经文里面出现是很难得的。然后我们《金刚经》的稀有有2个地方，一个在第17分第2分呢是领悟的赞叹，第17分是言说以后的赞叹。已经讲经说法了以后这个理怎么这么深所以我们假如说须菩提已经解空第一佛还问他可不可以身相呢见如来。那须菩提又不是幼稚园不可以身相见如来，那样的话还叫金刚经嘛所以我们就是了解到住相的见不到如来你要见如来还是要以身相来见。这样懂了没？就是你看我们的所有那个言行我们的动作都是呢从我们的那个佛性本体指挥你要怎么做真的是可以看出那个人他底下的动作是要做什么，那个就是见如来你不住他什么形象，你是见到他的那个意象他的那个性是发挥要做怎么样的事情，你可以去看到那个就叫见如来已经呢见如来。所以或许之前都时常说，若无所见即是真实的见如来，若有所见即是邪见。没有能见没有所见，
没有能熟，就是已经真的见到如来。所以我们看人的所有表现，因为身体四大假合，水火风土都没有知觉性了。那我们现在有知觉性，会说会有动作，那个都是佛那个佛性在指挥啦。所以我们不看呢那个形象有丑陋的，有美丽的，然后有老有少，有男有女，那个都是参差不齐呀。那我们看的呢是佛性，都已经看到它的表现，它的佛性呈现，所以即见如来。那这边呢能够了解那个道理，我们到这边来就可以知道说实无有华。各位先生，到底是有还是没有？这个跟前面是一样的意思啦。我们说没有，没有怎么成阿罗汉？我们说有你就自相了，怎么成阿罗汉？所以说有说没有都不对。可是说有说没有都对。这不是教各位迷糊方法，不是的是很清晰的就是要了解我们已经呢到达那个所有的见后思后都已经可以断除掉了。那么断除掉这一种方法，你可以去掉见后思后，这个法是很殊胜可是假如说你觉得说这个就是最殊胜，你不肯把它舍掉，那就成就不了阿罗汉你已经修的可以了，无生法忍了你就成就。为什么？因为你去掉了。这样听懂了没？还是迷糊所以各位就是要把这边的文字跟前面那个第五分那个不可以生相得见如来那个来两个看不可以生相见如来然后我们上面那个不念了，可以生相得见如来，是不是有两个意思？因为都不住相以后就可以从生相见到如来，见到我们佛性不管是小孩子也好，大人也好老人家也好，都可以从身呢看到他的心的意象，心要做什么，心想什么你可以从他的身体的表现你可以了解。所以那个叫见如来，有没有一点懂了？所以我们研究这个《金刚经》或许是说这个是自我挑战。为什么？或许在台北之前斗南讲5年的《金刚经》那后来在台北也讲，那我们台北讲的录音带那个MP3 CD 都已经记下来给各位听所以各位都听过了已经听过了讲《金刚经》了，那或许要再讲的话就会拿来现在听的跟台北讲的互相来比较互相比较的话，各位就一定会说台北那个讲得好，那个通义公讲得比较差所以是不是自我挑战？对不对？所以很有勇气好，再来讲，就是要各位了解要了解为主要考量就是要知道我们呢这个身如金刚，心如虚空，会不会？身如金刚，心如虚空虚空之身就是金刚佛性所以我们了解到
这个金刚，金中之刚，它是最锐利，可以破除所有妄想杂念，而不会被妄想杂念破坏。所以我们在这个凡尘啊，时间都是很短暂的。那么我们在很短暂的这个时间里面啊，一定要找到正确的方向，努力啊，就是啊，启发我们不生不灭佛性本体，然后啊，真正的能够证，修正啊自己的佛性本体，这样就成道，成佛，就不枉费啊，我们这一生啊，就没有白来了。那假如说我们呢又落入凡尘，又贪恋凡尘事啊，那这一生又浪费掉了，所以要努力修。各位贤贤帮帮忙。那都成道了，我就不来了啦。你都不成的话，我还要再来嘞。这个讲话要算话，那么须菩提他回答说：不为世真，何以故？实无有法名阿罗汉。世真若阿罗汉作是念，假如说呢，阿罗汉有这个念头，我得阿罗汉道，已经呢着我人众生呢受者，就是着四相，我已经得到呢阿罗汉道。就已经呢着四相，所以我们就是在破除这个四相。有四相就是众生，没有四相就进入圣贤的行列。所以这个四相我们把它浓缩，就变成能所。我能够就是我相，然后那个有我相就有相对的人相。然后那个差别重生众生相，然后连续不断叫受相，所以只要落入能所就是四相。那后者都一再讲，我们要怎么样没有能所，就是笃定。你很笃定的时候没有能所，就是说我们在家里面做事，我们都希望家人能够呢。称赞个一两句那个是内心的希望嘴巴没讲，就是希望能够呢这个受到称赞，结果家人都没称赞，有没有失落？有一点点失落了。我认真做，我这么努力的做，怎么都没有一个人称赞，会有一点失落。那个就是能所。就有四相那假如说你守着你的本分，我应该要怎么做，我就怎么做这样的话，你没有期待，没有期待人家赞扬，也没有期待人家说坏话，没有这时候没有能守，没有四相所以有四相跟没有都自己决定自己的内心你很笃定，我做什么就是什么，然后假如说有那个行为不正确的话，我应该自己修正，这个呢就没有能守。所以我们在凡尘的生活都差一点点一落入了期待的心，能守就呈现。做太太的在家里面做得很辛苦，先生回来都要称赞一句，一定都在肚子里面骂他了，所以先生在外面辛辛苦苦赚钱，回到家了，怎么家里乱糟糟的，没有整理好，一肚子火，是不是这样？我们生活的写照所以落入那一种这个既期待又怕被伤害，都是这样的生活就一直过，所以我们这个了解到说不能有那个住相的心，
说我得阿罗汉道，我已经是阿罗汉了。那这样呢，就已经有四相。那四相的话，我们就是了解到是众生啦，不是佛，不是菩萨，就是众生。那么底下呢，须菩提讲说：世尊，佛说我得无争三昧。这个释迦牟尼佛说呢，这个须菩提呀，已经得到无争三昧，能够无争啊，就是没有跟人家这个摩擦没有争执啊，无争。所以我们就了解到，你要修无争三昧啊，就是要守护别人的心，让别人的心不产生意见。所以我们呢就想，哎呀，我自己的心守护好就好了啦，哪管得了别人啊？可是你只要是修无争三昧，你就是要守护别人的心，因为我们有时候这个言行动作引起别人讨厌，有没有这个状况？我们虽然有时候都很好心可是不见得人家都喜欢所以要修无争三昧就是要守护别人的心，使他不起心动念，使他能够就是很赞同我们的言行。那须菩提就是修这个法门，因为他呢这个解空解释空的道理须菩提最拿手所以他知道这个空我们众生就是着有着在形象。他说须菩提他要失去托钵都先入定，然后先去他要托钵的家里先去探那个他托钵的对象反不反对须菩提？反对的话他不去了啦。可是我们大概没有这个功夫啦，要先这个了解到对方的心意然后你守护他的心。所以须菩提就讲假如说有一个众生这个跟他讲，我希望你站着，他就不敢坐了。我也看到他这样说，哇比差郎说我希望你坐着，他就不敢站起来，很超过所以我们这个了解我希望你坐着，我跟他讲一定会故意的跟他作对没有像说须菩提那个无争三昧无争都一切都不争，已经到达无争的正点这个真的很不好修了。我们很容易都有这个意见都有跟别人不同的时候所以要无争很困难所以我们了解佛已经讲须菩提是无争三昧人中最为第一啦，在人里面他是第一的最拿手的无争三昧人中最为第一，是地狱的离欲阿罗汉就已经离开欲已经没有欲望所以我们了解说我们在完成这个欲望都很强要我们都没有欲望很困难所以我们了解说又是地狱又是离欲阿罗汉，所以我们了解这个名词阿罗汉无争三昧第一离欲这个呢虽然名词不同，它的内容内涵都一样只是那个须菩提更殊胜。那世尊我不做是念他自己表明自己表明他没有那个念头他是
离欲的阿罗汉。世尊，我若作是念啊，我得阿罗汉道。假如说我有这个念头，我已经呢得阿罗汉道，那世尊则不说啊。须菩提是要阿兰若行。这个世尊呢就不会讲说须菩提呀是已经呢要阿兰若。这个阿兰若我们就是了解说，我们呢凡尘啊有很多就是讲说精舍。各位有听过吗？就是一个修道的地方，很清净的这个精舍。那精舍呢就是阿兰若。阿兰若呢就是一个很好的修道地方。可是啊这个在这边我们要了解说，阿兰若是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那么佛就在讲须菩提呀就是一个要这个行使自己佛性的一个行者。了解意思吗？阿兰若是精舍很好的修道地方所在。可是啊它在我们研究心理心法上来讲，那个阿兰若就是我们的那个佛性，就是我们贤观，就是啊我们贤观佛性所住的地方叫阿兰若。这样知道意思吗？说到真正的地方叫做精舍，说到呢我们心性呢就是我们的贤观，这样知道吗？可能啊在北部讲的啊以前所讲并没有讲得这么详细呀。现在啊在这个统一宫啊又挑战自己啊讲得更详细，更呢让我们了解。所以啊不管是讲这个阿罗汉，不管是讲第一离欲啊阿罗汉，不管是讲阿兰若，他呢都是在讲成就的那个法，成就的方法。所以那个阿兰若就是啊修我们那个佛性啊本来的地方所在。那讲精舍的话，是说我们呢可以到那个地方啊去修，比较容易成就。就这样的意思。那么以须菩提实无所行，而名须菩提是要阿兰若行。所以啊这个以须菩提那个释迦牟尼佛讲说以须菩提实无所行，实在事都没有做。各位听见须菩提有没有做？对，所以我们就是了解须菩提他实在呢努力的在修阿罗汉道，可是啊他已经把阿罗汉道全部都抛开。最殊胜的佛在称赞他的，他也一样抛开不要，这样才真的成就。那假如说他已经接受佛讲的第一的离欲阿罗汉，他已经接受了，那后来就不会讲要阿兰若行者，就不会。那因为他可以抛开抛开第一离欲阿罗汉，可以抛开，所以佛称赞他真的是要阿兰若行。要就是很乐意，很高兴很快乐阿兰若行就是已经呢自己佛性本体之行。所以这个须菩提就讲以须菩提实无所行，已经呢抛开了啦，心都没有住相，
所以啊，讲他呢，15所行而名须菩提是妖阿兰若贤。因为呢，他全部可以抛开，所以呀，就可以说他是妖阿兰若贤。这样了解意思吗？听都无力啦，讲的免哪有力？听到都疲倦了，所以我们了解说，在研究这个金刚，要启发我们金刚之身，我们呢不生不灭佛性本体呀，那个法身啊，就是金刚之身，那它可以克服万难，可以劈开我们所有的妄想杂念，不会被妄想杂念打败，所以啊，我们就是要努力的这个修持。第9分了解吗？好像我们讲了很久因为要断掉呢那个见后88识，然后又要呢去掉思后81品，由我们的那个身见，然后边见两边之见，然后那个觉起见，然后见起见，然后邪见，这5力使很锐利的把我们见到的心斩断。然后呢，还有5顿使，贪嗔痴慢疑，这个很钝，就是我们要见到都被这个5顿搁置了，斩都斩不动，很钝5顿使，我们呢在完成贪嗔痴慢疑怀疑。我们以为呢，一般呢都以为就是贪最厉害，不知道呢是痴，痴就是无明，因为无明才会贪，无明才会嗔，所以痴是最厉害。他或许有讲过，慢是骄傲了，可是骄傲那个以后你天上飞的那个果报很明显，那个疑就我们比较少研究，所以我就讲，假如说你有疑心、怀疑的心你就颠倒，你看什么都颠倒了，颠倒就放逸，放逸以后就无明，无明就悭贪嫉妒，所以呢千万就是不要疑，不要怀疑。怀疑害我们自己还剩下13分的时间，我们呢这个因为问题没有那么多了，所以不用留那么久的时间，因为要问各位给各位提问各位都点不爱问，所以我们就研究这个庄严净土分第10，这个第10分庄严庄美威严，那个净土就是我们的那个净就是佛，土就是地，佛地就是我们佛就是心，土就是地，心地。庄严威美，庄严，庄美威严，我们的心地，所以这个释迦牟尼佛告这个须菩提，于云何？如来昔在燃灯佛所，以法有所得佛。这个又是让我们伤脑筋的，这个佛呢跟须菩提讲说，你的意思怎么样如来往昔在燃灯佛所，
那么以法这个法呢就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有所得否？有没有所得？这个呢不要再请大家回答，因为一回答不管你说有，不管说没有都不对了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按照法来修可以成就，可是当你已经按照法修可以成就的时候要把这个法也一样去掉就是最殊胜的法也要去掉，就是法上应舍何况非法听懂意思吗？这个法上应舍就是呢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最殊胜的要舍，那何况非法？那不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更应该舍掉所以我们就是了解到这个《金刚经》之所以不容易懂就是呢它包含很深的含义在假如说以法无所得的话不能成就，那么以法有所得的话是住相住在形象也不成就所以以法有所得以后把所得心抛开这样就可以成就了这样够详细了吗？就讲的让我们就是有可依赖可以遵循就不会说这样讲也不对，那样也不对。那须菩提回答说不也世尊，如来在燃灯佛所以法实无所得也是一样两边的意思。说这个释迦牟尼佛在燃灯佛所以这个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实无然后所得实无所得，了解了吗？所以这个或者说研究《金刚经》之所以不容易懂就不是它文字决定的，是我们研究的人要深入假如说没有法的话，我们就没办法修持，一定要有法。那法修持已经到达那个最高程度的时候，要把这些法抛开不能住相。那假如说我们已经修到目的了还住相，那就不成就了。所以佛释迦牟尼佛在大藏经里面就讲，他修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已经修到自己知道成就了经过500世，没有一位佛给他受记，就是没有一个佛说你已经可以成佛了，没有。那佛释迦牟尼佛就很纳闷了我都已经到了怎么没有那个成就的佛来受记呢？到后来他才了解，原来他住相住在无上正等正觉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他住在这个殊胜的法上面。他知道了以后把它抛开，抛开以后燃灯佛才受记才说汝于来世当得作佛，号释迦牟尼所以我们要了解到那个重要就是你修了一定要法来修，没有法不能成就了。可是你修到成就以后，你要抛弃所有的一切。所以我们先灭我相，我相灭了以后要灭法相，那个法相不灭成就不了了。所以我们很大的努力方向就是我相法相然后我们现在借着这风土的我身体的我假的来修真先把那个我水土风土的我去掉
然后进入佛性的我，先把我性解决了以后，再来用法修到成就。那成就了以后也一样把那个修让我们成就的法也去掉。去掉这样的话，已经没有我相，没有法相，努力修没有非法相，所以已经一空到底了，整个刹那现全身，这个我们金刚之身整个呈现就出来了，就是这样所以那个须菩提就回答说，在燃灯佛手以法实无，然后所得然后佛又跟须菩提讲须菩提于云何菩萨庄严佛土否？菩萨有没有这个庄美威严佛就是心，土就是地，庄美威严心地。所以各位贤贤，我们修道最重要就是心地佛就是心，土就是地，心地我们要庄严庄美威严我们自己的心地，就是看得起自己就是自己要自己庄重。可以了解意思吗？我们这个或许都会讲现在有的坐车都会把那个两只脚这个直直的就伸在这个这个坐的这个前面。或许就讲那个没有庄美威严他的心地，那个叫放肆。那个佛讲我们之所以当众生，就是因为这样放逸放逸我们现在的名词都讲放肆就是我们就是很随便的意思那个就是看不起自己所以我们这个菩萨这个庄严佛土，就是我们我们都是菩萨我们要自己看重自己，自己要自爱。所以我们了解说，你很看重你自己，跟你看清你自己，是不是很容易？两个都很容易，对不对？非常容易你要看重，你要看清，都看你自己的心决定。已经剩下3分钟，给各位提问我们这个留着下个礼拜讲。讲师这边一个问题。好，你说。请讲师讲解佛性不属于无为。这个我们要了解到佛性我们在凡尘的这个讲法，因为凡尘我们都是有为有所作为，就是我们有策划有计划有所作为那个是有为法因为呢有为法都是梦幻泡影如意如电应作如是观所以我们就我们呢跟这个有为相对说呢无为。那我们要了解到那个无为是对有为说的，就像那个张卓悟道记有没有说涅盘生死等空法？有没有？就是我们的生死，然后我们追求涅盘，然后要了解到完成的生死跟所追求涅盘，它是相对的所以两个生死跟涅盘两个平等功德花都是假的我们了解说有为法，然后立一个无为法来我们追求无为法
那我们要了解这个是依赖有为力的名字，有为跟无为两个对立，所以它这个无为跟有为就变成平等，是一样。它也是虽然说名字叫无为，可是它也是在凡尘相对法里面。那我们假如说真正的进入了我们的佛性本体，连那个无为我们也抛掉了，没有为所以有为无为都平等，是空中的花都不实际的啦。是这样，所以我们要了解到，看我们所讲所知道的那个状态，那个为是什么状态？假如说我们八识然后成四字，就讲说这个妙观察智见非功，就是见非有为功用。那个就已经是见到佛性的本体，所以那个就可以说它是超越我们两个相对的，超越相对的啦。因为相对它意思有为跟无为两个是一样，两边。那你要取中道，中道就把有为无为全部抛掉，那个才是我们不生不灭佛性本体。下课，各位讲师、各位坛子、各位贤人，大家好。不学占道天师德，老前大德，以及感谢各位前贤给佛学学学讲。我们这个讲《金刚经》，讲到第10分了，对不对？庄严净土，各位找到了没有？好，这个或许回去以后看自己写的那一本那个讲义还真的是蛮深的，都虽然是解说都有一点文言所以这个假如说要这样的解说内容还真不容易懂我们呢就是要庄美威严我们自己的心地那个净土就是心地我们要自己就是重视我们自己本身每一个人呢都是佛，都是菩萨所以只要我们看重自己我们呢就会尊重别人，那这样呢那个平等性就会显现所以六祖呢就讲见性是功平等是德我们呢都缺少这个德，就是因为不平等，没有这个平等的心，所以我们呢就是要从自己的内心做起非常的清净对我们的心地非常有把握就是健全我们自己每一个人的人格要呢很超越我们要知道说这个凡尘互相之间呢都会影响而且呢也很大。那我们能够以身作则带领大家呢，我们刚才唱那个歌就有要带大家回礼天所以我们要了解到我们假如说心地都已经非常的清净非常的光明，那这样呢就已经这个现在凡尘带领大家回到理天。各位贤贤，理天在哪里？就在我们当下所以我们就生活在每一个当下
当下都是光明，当下呢都是清净。所以只要我们有这个起心动念，我们呢就回光返照，看自己的念有没有离开我们的本性，有没有清净跟光明。因为我们假如说能够养成习惯，在起心动念的当下，就能够掌握自己心的动向，这样修道呢就非常有把握。所以我们了解到这个一天一天时间很快，过年呢又要快到了，一年又要过去，这个天增岁月人就增寿。可是我们要了解说，过一天我们就减少一天，能够在完成的时间就不是这个很这个自由自在。所以呢一定要把握我们都还有能力主宰自己的时候赶快把自信的光明都找回来。这个庄严的净土，庄美威严，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地，我们呢佛性都是光明，我们要使它呢发挥作用。那么这边呢开始就佛告这个须菩提，这个在经文有安这两个字佛告，表示那个底下的意思是很重要，不能呢忽略就看过去。佛呢就跟须菩提讲说，于云何如来习在燃灯佛手，依法有所得佛。所以呢这个我们了解到这个之前就已经呢有问过呢，如来有没有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如来有没有说法。那这边呢这个佛又重新呢再问，可是呢这个已经呢那个源头这个已经不一样。那个如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在佛国这个角度来问。那这边呢如来习在燃灯佛手，那个是从因地来问。那果地回答跟因地我们要了解到说，如是因就如是果，因果是一致的。只要我们都是呢不生不灭的那个佛性本体，这样来修的话呢，就可以得到不生不灭佛的果位。所以这个因地就非常的重要。我们呢了解到说修了道我们知道说以往单传独授的时候那个都是要修到呢功果圆满才可以受记，才可以得到。那我们现在因为上天呢这个知道我们众生越来越这个沉沦，越来越迷昧，所以都先让我们得才修。那我们要知道说得了没有修就不能够成就。所以得就要努力修。那我们要了解这个要自我约束自己对自己要求，对自己的要求越高的话，我们的成就就越大。那对自己的要求假如说很忽略甚至于不要求一样的跟以往过生活，那我们一生很快一转眼就过了。所以呢就是要能够利用我们在凡尘的时间，我们能够主宰的时候赶快请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出来主宰，让我们所有的行住坐卧触目意眼全部都是佛的作用，全部呢都是佛性呈现。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已经可以免除
这个凡尘的这个感染，这个凡尘啊它那个诱惑力量蛮大的，像现在啊整个社会就在流行这个低头族，所以我们到每个地方啊都会看到这个低头那一种这个现象。那我们假如说没有的话会想说等到有钱啊去买一只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跟人家一样流行，就不会被排斥在外。可是我们要知道我们这个跟得上流行的话，跟到哪里去了？是不是沉沦了？对不对？这个或者是听说了，说有一个低头族一直在看他手机然后一直在走路，然后走刚好前面有一个洞窟窿，他就掉下去了，他整个人都不见了，到哪里去呀？所以各位要了解这个不是说很离谱是真的因为现在你在马路走，尤其在北部真的是连走路也都是在低头，真的那个你看到你要闪避，你要躲着它了，不然它跟你撞上，你站着不让它这个的话了，它真的就撞上你了，所以这个整个社会的那一种流行潮流，那我们要了解说我们要自己有主张，不能呢跟着潮流，跟着潮流我们要了解说就是带我们到地狱里面去，就是三恶道，那我们呢已经做到了修到了，希不希望去？都不希望的，对不对？所以只要有主张，人家流行什么呢？我们要审慎一下，符合不符合真理？符合真理的话，可以跟着流行。假如说它是违反的，我们的自制能力，手机是被我们用的啦，我们能够传达信息，我们不要被它利用，现在变成手机是主人，然后我们人就是奴隶，婢女，就是变成使用人，就变成了本末倒置了。那所以佛就讲我们众生都是颠倒，该注重的我们都不注重，不该注重的我们非常注重，所以佛就一直讲我们该注重的。就是不生灭的真心佛性本体，这个呢该注重。然后外相万象都是虚幻不实在，转眼就没，很快就不见了，不要被这个假象迷惑，因为我们都被这个假象迷惑，然后造了业，就要呢受苦，是我们自己来的。那我们可以免掉，可以回归到清净的我们的本来，就是光明的那个佛地所以这个佛呢问这个须菩提，说你的意思怎么样？如来喜在燃灯佛手，依法有所得佛。因为佛学在这个讲义里面呢就有讲，这个不也它是唯唯诺诺的那个说法，所以不应该有这两个字啦。可是在明朝以后这两个字就加上去。那么在明朝以前就没有两个字啦。所以佛学因为研究呢《金刚经》的时间久，就会去找那个古诗来看，而且那个大藏经里面也有，就看了非常多的里面意思。真的在古时候明朝以前
就没有这两个字不也，因为不也那个是不决定的唯唯诺诺那一种说法。那这个是决定所以呢，如来习在燃灯佛手，依法这个呢这个无所得。各位先生，如来有没有得？跟上次一样啦讲得也不对，讲不得也不对啦。可是各位要那个是在果地上讲的。那么这个地方呢，是在因地上说，如来习在燃灯佛手这个是在因地讲。那因地依法有所得佛，在因地假如说我们就已经有那个所得的心，还要了解到我们有所得的心就已经没办法进步了。所以我们现在的凡尘也是一样，只要你修一个法门，你有成就，有成就了以后你就很高兴，然后会住在这个成就里面一住在成就里面要再往前进就很困难就不容易了所以我们要了解说中间的过程有所得，那个呢是给我们信心，说你修的方法是正确不要住相我们自在所得的那个现象上面那个害自己我们要知道这个道理说呢凡尘一切都呢无所得。所以最后我们看这个佛他最后一定是圆满菩提归无所得所以要把这个决定义、决定的道理、决定的真理了解，说我们圆满菩提了，然后呢归无所得，归纳到最后都无所得，只是让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回到原来的样子都无所得。那假如说我们有所得的心就是住相住相心就不清净，不清净呢就不光明就没有办法真正的得到最上乘的佛法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到这个归无所得，都无所得才是正确的。因为我们的佛性各位先生，佛性住在哪里？因为我们研究过楞严经，那佛有这跟阿难讲，阿难说呢，我们的心就住在身那佛就问这个那个阿难说，既然是住在心在身上，那么你的五脏六腑，然后呢指甲头发生长经转脉摇，你都呢能够看到那我知道没有一个众生呢可以看到自己的五脏六腑可以知道抓生法掌可以知道经转脉摇，都没办法知道。所以佛就讲说，你说我们的心自在身上无有是处，就是没有一个地方是对的。可是我们世间的人大部分也都是认为我们的心就在身上。那阿难被释迦牟尼佛一破出来以后他就又想另外6个地方。那6个地方所在不要说这个阿难这个一问佛回答，就是我们一听也知道是不合哪有心在身外哪有心呢情在眼根，哪有心在中间都没有，那一切无着，那更不对所以我们呢修道就是要知道我们的心在哪里。各位先生，我们的心在哪里？真的无猜的那里1968集的楞严经了到现在还不知道说我们的心住在哪里所以我们从经的本文来说心不在内，不在外，不住中间
没有内，没有外，没有中间，所以呀，我们的心呐，无所不在。这样了解了吗？心不在内，不在外，不住中间，就是无所不在。所以啊，我们的心呐，没有住的地方所在，我们让它住，心就死亡了，就没了啦，就不是原来的心，就变成了我们生灭的心。那原来的心呢，它呢，非常灵活，非常奥妙，不管是我们眼看、耳听、鼻闻，这个嘴巴呢，这个说，嘴巴吃，身体呀，接触意念呐，思手，全部呢都是佛的妙用，全部都是真心所在啦。安尼有夸无？非常宽广。所以我们要了解啊，我们的心，能有灵知的作用，凡心所在啊，一切呀，了了分明。各位，现在眼睛看的形象，是不是了了分明？是不是心？对不对？所以我们在日常的生活之中所用的就已经是真心。可是假如说落入我们思维，我们去想，有企图，有自私的观念，那个就落入生灭，就是世心啦，就已经变化无常。可是我们的真心啊，它都在。纵然你起世心的时候，起生灭心的时候啊，我们的真心一样在，并没有离开，只是我们没有去理会它而已，不理会了，不管它。我们管的是对我们有利的生灭心，对我们那一种无知无觉。我们对无知无觉的真心真很无情，都不重视，我们都不重视它了。要知道说那个无知无觉它是永远都跟随着我们，一天呢24个小时没有1秒钟离开，只是我们不理会它。我们就想一想看，生活之中呢，是真心多还是我们世心多？生灭心比较多，因为都会实际的对我们生活产生影响。可是要知道那个都是生灭变化，都是无常的，没有一个常态。可是真心呢，它是常，不会变。你管它，你不管它，你知道它，你不知道它，它都一样，不会变。所以这个不会变的才值得我们追求。那会变的就很快一下就变化了。所以我们要了解凡尘事变化无常。你现在重视的，隔了一段时间不一定呢，你还重视。现在呢对你很有用的，隔了一段时间不一定呢对你有用。所以知道说我们的世心太过强了，这样呢我们就颠倒。不生不灭的真心都不重视，我们所重视呢就是我们生灭的世心。这样的话我们就落入六道轮回。所以我们只要找回不生不灭的那个真心，常自真心。所以学呢都这个跟各位说陪各位成道成佛，没有成呢，或许再来陪们。那为什么能够有这一种心愿？就是了解到真理，真理里面常乐我净。那个佛成佛了以后这个4个德自然的跟着。那常呢，就是常住真心，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那个真心佛性。乐呢是超出苦乐的乐，没有苦，没有乐，
那个乐才是真正的乐，乐。那我们要了解到，会有苦啊，是我们的主观意识，苦乐啊都是主观意识啦。你认为苦啊，再怎么别人看起来很享受啊，你还是苦。你认为乐虽然别人看你很劳累可是你还是很快乐。所以这个呢，我们要了解到，凡尘都是对待。我们已经超越对待，没有对待，没有对待的快乐才是真正的乐。你在乐的时候，真正的到达常乐我净那个状态，纵然你到三恶道去，那造业的气是受苦啊。那我们呢，不是，就是救呢受苦的众生，三恶道的众生他最容易听话。我们在凡尘有身体自由自在的时候不见得说很努力要求法来修道，没有。可是在三恶道的时候他就知道很苦，知道苦他就会往这个善的地方去行止。所以三恶道的众生很容易度，反而是我们在凡尘的众生呢不容易，会被现象诱惑。现象一诱惑了以后，我们就迷失了，就跟随着现象走。不跟现象走的话呢，会被人嘲笑，说我们跟不上时代了。各位先生跟得上时代了吗？现在时代是要回礼天的跟得上了吗？这个一定呢要跟得上。这个时候你跟不上呢，回这个礼天的时代那往后没有机会所以现在已经就是我们能够得到的这个最后机会所以这个修呢就非常的珍贵。我们呢就是要努力的修真正的你能够这个一劳永逸就是觉得说别人眼光之中看起来这个比较苦，确实不会啦。只要你心境都改变了一切都改变不会说苦啦。可以修苦吗？所以刚才就讲苦乐无定没有决定的。那我们只要呢启发我们内心之中我们自在自由自在那个真心佛性我们的快乐是无法言喻没有办法用语言来说真的很快乐。或许呢这个领悟了以后都呢一直说这个纵然晚上盖着棉被睡觉的时候都会偷笑。可以有没有盖着棉被的时候偷笑？还没有那还不知道这个真理的可贵我们要了解说能够知道真理了又能够呢接受上乘佛法到达真正的圆满菩提归无所得最高的佛法。你看这个都很难得我们很难能够听到最上乘的佛法毕竟我们现在是末法时期，不像那个正法时期很容易因佛讲经说就马上成就了不用再等，不用再修就已经可以到阿罗汉就已经很理想。可是我们现在说听法了以后要马上成就阿罗汉，各位先生可不可能？对自己没有信心阿罗汉就是已经领悟到无生法忍。各位领悟到无生法忍了没有？有没有？无生不生，不生不灭，不生不灭的那个法佛法最高的佛法，然后安住不动，叫做无生法忍。
我们已经都领会到了我们佛性啊不生不灭那个本体都已经领悟了，然后安住在我们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本体上不动了，不动心，这样呢就叫无生法忍。各位对不对？所以各位就可以知道说，是不是要自己努力的？所以啊，这个就是要自己努力。我们在这个生活之中，凡尘的生活啊，我们要了解，一样变化无常啊。我们呢，只要呢这个有的吃，有的穿，有的住，可以遮风避雨啊，就可以了。然后再追求啊，就是要心地光明。在追求啊，就是要所有的众生啊，都跟我们一样，都是这个很快乐啊，行善的生活，这样啊，不要等到以后啊归空才成就了，我们就在生活之下已经就成就了所以啊，当我们已经真的对自己呀不生不灭佛性本体有把握，那就是已经得到无生法忍因为我们的慧命啊，它不会灭，它永远在，它也不会生没有生没有灭，它没有形象，不会变化只是我们的认知都还不够那要呢努力的认知，在真理方面这个都加强那认知够了以后啊，我们的那个心就很坚定对啊，这个修道成道成佛啊就没有怀疑所以啊我们在这个研究这个《金刚经》金刚之身身如金刚心如虚空虚空也是金刚各位就是要了解，各位先生，虚空会不会变化？会不会？像不像金刚？虚空呢就是金刚所以我们心如虚空因为虚空会容纳万象我们的心一样可以容纳呢万象万事我们呢平常都没有去体会没有去认识，那我们体会认识了这个身心都呢好像金刚就不枉费我们研究《金刚经》所以了解说这个因地很重要，因地心我们开始修道的心叫因地心因地心不生不灭然后到果位的时候佛的果位一样不生不灭就一定可以得到。那么须菩提就回答说：世尊，如来在燃灯佛所依法实无所得。所以我们了解这个我们之前都讲过了因为他在这个文字里面都有包含那个意思在。假如说它只有一面一面的意思的话，那须菩提是解空第一啦不会在这个时候佛再来问他这么浅显的问题，而是呢他有包含这个依法这个15在呢这个法里面已经都没有这个法相，都没有住相，所以实在是无了。这样了解意思吗？可是下面就是所得，所以我们要了解到，我们现在呢都还是众生没有法来修的话，我们没有办法成就所以要有法来修。只是呢我们有法修，已经到达这个法的最高点了，这个时候就要把法也一样弃掉。这样了解意思吗？所以
或许都讲说，《金刚经》是不容易懂啊，就是在它不是只有文字表面的意思啦，它有背后的意思。我们能够了解那个背后的意思，然后跟这个字面的意思相应对这样呢就呢能够契日我们的金刚本性就能够呢进入所以能够得到呢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能够得到了以后才能够成佛成就。可是我们住相心清净心不光明所以不能住相已经成就了不能住相，这样了解意思吗？很明显的对不对？我们是众生的时候要有法修才可以成就。可是我们执着这个法就变法执那有法执，我们就了解我们修到两个障碍一个就是我执，一个就是法执。我把这个我已经弃掉，身体的我所有风土众缘际会皆有用的，终究都要还给天地，所以这个身体不是我那佛在开始讲经说法的时候都叫弟子们修呢那四念处就是观身不净。那个观身不净就是要我们不住相，不住在我相上面。因为你只要了解说身体是很肮脏，不住相，那不住相了以后我们要呢脱离我相就很容易。那假如说我们住相尤其各位都经过那个青年时期青年时期的时候对那个男女之间的那个情欲是看得最重要所以只要看对眼了为他生为他死都很愿意，对不对？没人答应都不对吗？真的让你看上眼了为他做任何事你都愿意。可是只要你内心产生意见，你有意见了他在为你怎么服务他在怎么样的宠你，你都讨厌，对不对？所以我们就是了解到这个都是变化无常没有常态的啦所以我们要了解说当你回过头来看一看以前怎么对情爱那么重视你就会笑自己了真够笨，笨不笨？可是我们都很希望笨走路大家走的道路都是这样的过生活。那我们呢有求道的修道完全都要是改变了解呢说我们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永远都在，不会因为我们这个身体而产生变化。我们到三恶道去佛性也跟我们去了。我们有福报到天道，佛性也跟我们到天道去所以不管在哪个地方佛性都跟随着我们，因为无所不在。这样了解吗？我们刚才说呢佛性我们真心佛性不在内不在外不中间是无所不在就是这样的无所不在，哪个地方都有。你纵然坐个飞机到外国去，外国也不用你带佛性去，那个地方就有你的佛性或者都讲，或者从基隆下来也没有带下来它自然就有佛性是遍满整个虚空无所不在。身体是随风土众缘际会借我们用，没有一个人可以赖彼不还的啦，一定都要还给天地。当我们身体还给天地的时候，各位想想我在哪里？我们在哪里所以就知道说修道的重要。假如说我们没有启发佛性当家，我们一口气不在
马上没有路可以走，你要到哪里去你会很茫然，不知道要往哪里走，因为都没有路。那我们在修道的时候已经了解真理，说我们慧命不生不灭，然后我们在修的时候又一直朝着这个行善去做，又不记在脑海，那这样光明。所以我们一口气不来，我们的不生不灭真心佛性清净光明，我们呢知道该往哪里走，这个条条大路都是通理天的，都可以走。可是假如说我们现在可以做的时候我们不做，不启发佛性当家，要了解一口气不来那可是不好玩的。为什么？没有办法走路没有路，要去哪里所以我们就看我们的习俗，有这个亲属断气了，就马上请那个诵经团来诵经。为什么要请诵经团？因为经就是径，路径。那一诵经了以后，就告诉那个王者，你要往哪里走，再指示他的道路了。所以他一听到那个经文以后他就被经文指引，可以知道说要往哪里走。所以我们了解，我们在世的时候就可以走。我们一直对真理追求，要透彻了解真理了以后，我们又呢努力的在生活之中26时中，26就是12时辰12个时辰24个小时时时刻刻都守住中道。26时中各位先生，这4个字就告诉我们修道了。26、12个时辰24个小时，然后时时都守住中道。中道就是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所以26时中，我们在生活之中就可以做，都可以整天都在我们佛性本体之中。所以你越做的越习惯，就自然而然就呈现。不用你在这个起心动念，不用你在另外的思索，它自然就有。然后我们假如说这个做的时候可以不做，那等到一口气不来想要快做已经都来不及了。所以在生活之中我们也就要努力朝着真理的方向前进，使它清净光明就是庄严佛土庄美威严我们的心地，我们的心地都使它呢能够庄美威严。这样各位听得懂了吗？知道意思了啦所以这个庄严净土就是要我们自己本身能够努力不是呢那个外表形象的那个庄严，就是我们内心的我们不生不灭佛性本体的那个庄美威严就是人格很健全，很清高不跟随这个凡俗一样就是内心呢要很笃定各位先生，内心有没有很笃定说我一定回去理天？有没有？对一定要有因为理就是道理，道理的天就是我们佛性的天，我们佛性不生不灭那个就是理天所以我们这个理气象都具备了我们现在住的这个地方这个五趣杂基地这5个我们呢所讲六道轮回，它是没有把那个阿修罗列入了所以叫五趣杂基地就是我们住的地方所以天道人道，然后畜生道、地道、恶鬼道
都呢住在这个地方，所以杂居啊就容易啊行功立德，容易啊牵化别人修道。我们呢牵化别人修道，功德啊非常大，所以要朝这个方向努力。不是呢说盖的这个非常大的这个寺庙，那个盖的那个硬体呀没有说我们呐去引进软体的重要。盖得很大，没有人进来修也没用。所以人啊很重要。就是要朝着这个度化众生、成就众生这个方向努力。要使所有众生呢都是心地啊清净光明。这样呢我们呢这个努力的方向就确定。那我们这样的努力呀等到一口气不来就不用烦恼，绝对你要到哪个地方啊条条路啊都可以通理天，都走得很自由自在。所以我们呢了解说在这个我们得到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个呢无上的正等正觉，就是不生不灭佛性本体，我们都得到，已经得到了。可是我们都没有把它发挥，都没有加强认识了。所以就觉得离我很遥远。我们要呢修到说就在我生之中，就在日常所有处理一切的现象之中，全部都是不生不灭的真性佛性。要这个样子。那么底下呢佛呢又问须菩提，于云何菩萨呢庄严佛土否？菩萨呢有没有庄严威严我们的心地？所以这边呢我们就是了解到，我们前面在讲那个是因地要修的时候要找对心，要找那个不生不灭的心。那么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心的本源，庄严威严我们的心地。可是我们要了解说落入那个形象的那一种庄严威严就已经丧失原来的本意。所以就呢在实质的方面这个努力。所以须菩提就回答说，不也是真。何故？为什么呢？庄严佛土者极非庄严。这个极非就不是在形象方面了，就进入佛性了。那底下那个四名庄严四名的话是进入形象了。所以那个极非就是没有形象。四名就是已经有形有相了。所以我们进入性的时候那个叫极非。已经庄严威严了，我们心性都已经做到了。那个呢就叫庄严。已经做到了。可是呢不能落入形象，不能住相。所以四名庄严那个就是进入形象。四名是形象，有形有相的。有形有相我们就是了解到我们现在也是佛性很灵敏啦。你只要看到人家的表情动作，听到人家的语言，你就知道这个人的那个程度高或低，心地好或坏。所以有没有这个感觉？对。所以我们修道那个佛性的灵敏度一定增加。灵敏度会很强。遇到一个人你看他的外表形象，你就会知道他的内心。他心地好不好，你一看了就会知道。虽然我们没有朝这个方向去努力可是那个毕竟是我们佛性的本能。就是佛性本来的功能作用。它本来就有。所以我们要了解说，只要把它整个发挥，佛性的功能作用非常大。可以转移整个天地。所以我们要了解说
我们说呢，现在说可以转移呀，这个四天相，就是啊，东胜神州、西牛贺州、南赡部洲、北俱泸州，可以把它转，我们就会想说，又不是攀梨花。可是啊，我们要了解到，我们的佛性本来啊，就有这个功能，因为整个凡尘现象，都是我们呢不生不灭的佛性生发出来，所以就了解到，我们要我们佛性生发的东西呀，把它呢转个地方啊，那是很容易的事啊，不会困难，只是说我们呢，现在努力修的方向啊。就是要进入我们不生不灭佛性本体，还没有说要使它发挥功能作用，因为发挥功能作用，毕竟呢都在形象啊，那形象都变化无常，都是假的，不真，所以我们了解说，重点啊，先掌握自己呀，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重要，先掌握这个。知故悉菩提，知菩萨摩诃萨，就可以知道说，这个佛的心目之中啊，没有分等级呀，没有说你是众生，我是佛，没有，他说呢，知菩萨摩诃萨，菩萨呢就是菩提萨埵，菩提就是觉，萨埵呢就是有情的众生已经觉悟了，就叫菩萨。那摩诃呢，就是大，大，萨，菩萨，说菩萨中的大菩萨。我们所有的众生啊，在佛的眼光啊，都是菩萨中的大菩萨，所以跟佛平等，没有这个分别。应啊，如是生清净，就是要这个样，如是啊。这个我们呢，这个之前讲这个一分的时候啊，就有讲说如是我闻，那个如啊，真如呢，就是我们的佛性本体，是啊，就是当下，一切事啊，究竟坚固，如是，已经是从本体，然后呢，出来的，生啊清净心。我们呢，从我们的佛性本体呀，然后啊产生的清净心，我们就可以了解说，我们在生活之中离我们的原来那个菩萨摩诃萨的应生清净心呐，那已经呢就已经差别很大。我们在凡尘的生活都被凡尘已经呢这个搅粪了，把我们呢搅拌的五颜六色了，都已经清净。所以这个地方呢，就是鼓励我们就是要生清净心，使它恢复光明，整个我们的那个本来那个光明的佛性都呈现。那么底下呢就讲说，不应呢住色生心，不要呢住在形象然后产生我们的那个生灭心。把那个六尘分成两个来讲，一个呢是色，一个呢声香味触法，所以了解说我们呢对色形象就很容易住相，很容易着这个形象，所以特别对呢那个色强调，不应住色生心。然后呢，不应住声香味触法生心，应无所住而生其心。所以这个前面这样一直讲说不应该呢住六尘生心。那重点呢，他就在下面这一句是应无所住，然后而生其心。所以我们呢一般都会引用了，说呢我们应无所住。然后而生其心，应无所住就是完成的一切
所有呢都不应住。我们就了解说呢，连我们不生不灭的那个佛性本体也不应住了。或许都一直在讲的时候可能各位有一种误解说有确实有那个东西在，然后在一个地方各位浅显要了解到我们的心无所住。可是因为不是说在一边假如说我们呢只有研究到万法皆空，这样的话你万法皆空就是呢这个应无所住，这样的话会进入完空，就是空到什么都没有了。所以他底下呢赶紧接着说耳生其心各位就要了解到非常重要要连在一起应无所住是空，耳生其心是有空跟有合在一起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这样了解吗？说道德经开始的时候常无常有，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常有常住的有跟常住的无，所以我们要了解到那个底下所缺的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侼。就是无跟有两个要合在一起。常无跟常有就是和我们呢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那个呢跟这一句就是完全一样，应无所住而生其心。这样我们可以说那个已经呢证悟的这一些圣贤呢，他们都是一样的，讲出来的那个文字角度不同而已。常无的常有这个道可道非常道，各位都还记得吗？名可名非常名。然后讲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侼。所以我们就是了解到常无跟常有两个合在一起，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它是同出一起出来然后异名不一样的名称有跟无不一样名称，然后有也玄无也玄，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所以那个众妙之门就是我们我们求到那个点的所在了。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到我们所追求的我们呢都已经得到了。可是一定要研究，深入的研究知道它的本体状况然后我们能够回到本体状况，让它呢发挥功能作用。我们就不要呢在这个中途之间很多都是会在中途里面有法门修持，然后有成就，然后心就住在呢成就的那个里面就呢不进步了。所以我们了解这个常有常无跟这个呢应无所住而生其心。这个无所住就是空，生其心就是有就是呢跟那个道德经是一样。这样了解了吗？有没有融会贯通？就是要把它融会贯通说呢我们呢在凡尘就是要无所住，一切都不住了已经呢空其所有，全部都空了，然后而生其心，在无之中，然后生其心有
这个有就是妙有啦，然后空呢是真空啊，真空妙有就是我们真不灭的佛性本体，我们都得到叫做无生法忍，就已经进入阿罗汉了解说已经四果得到呢第4个果位4果都离相就已经呢进入无争三昧无所争了。各位浅显，日常生活之中有没有跟人家争执啊？所以就没有到达无争三昧了那个无争三昧或许就讲他呢不跟人家呢这个争，因为真理它里面没有争它绝对的没有两边所以离开呢那个争所以我们要了解到须菩提修无争三昧他更进一步守护别人的心所以我们在修道的时候或许那个时候了解说守护自己的心都很困难了，还去守护别人的心要使别人都不起心动念，别人都不生气，容不容易？不过呢，这个就是由自己的那个言语、自己的行为动作，引起别人的那个起心动念不满意，那个就没有修无争三昧所以或者说，这个就是要你对自己能够严加的约束，你所有的言行都符合真理，别人不会起心动念，这样呢就叫修无争三昧，还真不容易。所以须菩提他每一次要出去托钵，就先打坐，然后进入禅定，去看他要托钵的对象对他有没有意见。有意见他就不敢去托钵了。这个对他说，这可以布施给他，他才去。真的不容易所以我们就是了解到，当你有办法进入禅定，去看看你要去接触的对象是什么样的心态，是不是已经蛮有功夫了，对不对？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到你在生活之中，你就可以试验当一个人来了他是什么样的意见，什么样的观念你要应该怎么样应对，大概你都知道所以我们呢修的越能够进入佛性本体它发挥出来的功用越不可思议甚至你整天会遇到什么人什么事，你早上就知道到晚上的事，绝对因为北部就有人可以到这个状态所以只要你努力在日常生活之中去掉妄想杂念，然后呢守住常住真心能够做万年都放下然后真的万年都放下了以后再做耳根圆通更容易把整个佛性都拉到整个虚空，跟虚空的融会这个时候你的功夫就一天一天，你只要累积时间的经过，你累积你自己会有守得心可是不要住有守得心的时候那个是给你说你修的方法正确一定可以成就，这样就好了不要住在那个现象里面一住在现象，我们在进步就困难了所以要先了解知道。那么底下呢须菩提，譬如有人身如须弥山网
这个呢，这个就是啊报身呐，果报身。所以这边呢，佛呢就跟须菩提讲说，譬如有人身呢，就好像须弥山王，须弥山是我们呢这个四大部洲最高的山，它能够呢，有须弥山的那个身报身果报身啊，就是呢已经啊就是有成就了。所以呢，我们了解到前面啊都跟我们讲一切都无所住，都呢不要住啊，才是真正的生清净心。那么这边呢，佛为什么会讲说呢有果报身的呈现？就是呢我们了解说因果啊，它是一定的定理呀，只要你修就一定会有成就。所以啊，能够修到那个须弥山的果报身啊，就表示啊，你这个功德啊，也是很大。那我们要了解啊，佛的那个果报身是有1000丈，1000丈之高了，我们凡夫看不到，可是菩萨他可以看，看那个佛的果报身啊，那我们要了解说无相啊。都没有形象，我们的那个法身我们佛性的本体呀，那个形象也一样有这么大不只有须弥山王，还整个啊跟佛一样1000丈之高可是啊要了解啊，凡落入相有形象就会变化，有形象呢就有生命所以啊无相呢才是我们重视的所以这一分呢它呢是庄严净土，就是要我们呢使我们的心地呀都能够这个清净光明最重要呢就是在我们这个心地的清净光明，那么自然而然我们就有那个果报身的呈现所以佛学呢这个在后天寺庙打坐那个时候啊就看到佛学这个身的高啊，身的那个胖大概有我们那个房间那么胖，然后高呢大概有3层楼高，然后看到的时候那个整个心脏都要跳出来了，因为没有看过这样怎么会这样很害怕。所以或许这个见到老前人第一个问题就是问这个见过老前人一次试了以后我或许就把那整个都放掉那个所有在后天庙学的全部都放掉追求就是追求这个现行法最高的佛法。假如说那个时候没有放掉后天庙的成就现在就没有机会跟各位结缘了所以或许那个时候就是有一种要追求最上圣的心就只有这样。所以慢慢的长夜经过这么久的时间30年各位假如说追求一件事物经过30年都还没有成就的时候一定放弃那或许的时候导师有那个坚持的心就是要追看看到底我们不生不灭佛性是什么样子。有没有看到？所以假如说各位说有看到，那个是妄言讲假的。那假如说没有，那也妄言。假如说没有真正了解的话，或许也没有勇气来这边讲课了所以要了解为什么敢跟各位说
保证我们能够成道成佛，就是啊对我们不生不灭佛性的肯定。就是啊能够知道说，成佛是什么样，要怎么成。那或许就从理、从相、从做，都呢清楚明白交代。要我们怎么做，要我们怎么样去进行，都明白的说，都不会牵令甚华啦，不会说留一手，留着自己做，不会。要或许了解全部都讲，都把那个内容啊，都是让各位也一样知道，一样可以做，一样可以修，一样可以成就，都可以的。所以我们了解说，那个果报身啊，我们就不要去管它啊，那自然会有。往后啊越来呢，就越呈现越多。那么佛呢问这个一遇云何啊？是身为大火，这个须弥山王的身啊，到底呀大不大？须菩提须菩提就回答：甚大是真。何以故？佛说非身，是名啊大身。所以啊，我们就了解佛说是以佛的角度啊来讲，非身不是我们的这个身体的身呐，非身，所以已经啊就进入性。那是名大身呐，就是啊相。因为他有修啊，就有那个果报身，好像须弥山王的果报身那么高大，整个呈现，这个呢就是属于形象相，所以啊，只要我们修果报身就一样有，就是我们呐凡人众生都不修，一样有果报身呐，可以知道我们果报身是什么样吗？就是我们现在这样啊，我们现在这样就是果报身啊，就是我们这个累世所做的现在都呈现出来啊，就是这样，我们都有，所以了解这个是自然，自然而然呈现，所以啊，你就可以了解到为什么每个人都是七孔把酒皮嘴啊一样，都是七孔。为什么每个人都不一样？所以就了解到说我们的果报跟我们所做的有关系啦。我们累世所做呢，到这一次呈现的时候啊，是什么样的身体状态都有一些一定啦。那我们呢就讲这个第11分这个无为啊，福胜，这个无为，无所作为啊，这个无为，我们就是了解到，就是没有企图，没有我们的私心，那个无为，所以啊，已经可以从佛性的发挥出来，无为呢，福胜，那个福啊。胜过于一切。那么须菩提，如恒河中呢，所有沙数，如是沙等恒河，这个呢用呢恒河啊，来这个比喻啊，恒河中所有的沙数，恒河里面啊有非常多的沙，那么如是沙，在恒河中的沙。一粒沙又等于一个恒河，一粒沙一粒沙佮当作一条恒河，这样了解吗？恒河的沙非常多，对不对？那一粒沙又等于一条恒河，那么于云何？你的意思怎么样啊？是知恒河沙连为多否？那个恒河的沙多不多？所以这个是比喻啊，适量的多啦，那也是说我们用呢，这个凡尘的财施啊，
不管你事量再怎么多啊，都比不过这样的比喻啦。就是比喻的有形有相的已经到达顶点了。那须菩提就回答说：甚多世尊，但知恒河啊，尚多无数，何况其沙？但是一粒沙等于一条恒河。那现在的河啊，恒河已经多到没有办法算了。那何况其中的沙？这样了解意思吗？这个比喻啊，真的是让我们都没办法用算的了。一粒沙等于是一条恒河，那个恒河已经多得不得了了。那何况啊，河里面的沙那更多了，对不对？所以啊，我们就很少用这一种比喻的方式啦。这个比喻到它呢这个有形有相的那个多。那么须菩提佛呢就跟须菩提讲：我今实言告汝，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以七宝满额所恒河沙数，三大千世界啊，用布施。现在呢，这个释迦牟尼佛呢跟这个须菩提讲说：我现在实言实际的语言就是实相来告诉你。假如说有善男信女善男子善女人，以七宝满额所恒河沙数啊，就是用七宝这个恒河沙数啊，3000大千世界是啊，那个河跟沙已经不得了了。那现在呢用那个一粒沙就是一个3000大千世界啦。各位就可以想象这个比喻啊，已经多到不得了了，对不对？都没办法算了，这非常多所以一粒沙呢就是一个3000大千世界。然后啊3000大千世界的里面啊，都是用七宝就是啊那个最贵重的那个东西呀来这个布施以用之。那么得福啊多不多？我们就了解到，用这么多的那个七宝布施啊，得到的福啊那真是没办法计算的，对不对？没办法算的啦。所以这个是讲有相布施的多了非常多，多到已经没办法计算。须菩提就回答甚多，只有2个字可以说了，就这就是甚多，非常多。世尊就是回答释迦牟尼佛。然后佛告须菩提：若善男子善女人以此经中乃至受持四句句等所以我们就了解说这个得到呢这个善男信女以此经中。各位填写，经中在指什么？它指哪个方向？没有人知道。经中是什么？或许最常讲的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就是经中这样了解了吗？所以这个善男信女善男子善女人以此经中在这个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乃至呢受，我们能够接受。各位接受自己的不生不灭佛性本体吗？有没有？有没有接受？都接受然后持就是拿出来用。我们有没有用我们不生不灭佛性本体？所以就可以了解。你看
一个受，一个持，就有这么大的意识在。我们能够接受自己生佛性本体，又可以拿出来用。持就是要拿出来用，能够受又能够持，就是啊，这个以此经中，就是我们的佛性本体。然后啊，那个四句句啊，慧学就有说呢，有一本大圣呢，金刚经论，因为慧学有带来了带那个那个大圣金刚经，那开始的时候也没有准备要讲解讲说啦，可是啊，道经看了以后就鼓励说一定要讲，那个不讲那个金刚经的意思啊，没办法呢，整个透彻了解，所以我们呢还是等待这个印好了以后，大家看了以后啊，觉得说要讲的时候，我们再讲，假如说看了以后，觉得里面都很浅显，很容易看了就懂，那不用再说，就由我们各位决定啦。因为拿来的那一本书已经不见了，那或许回到北部再找一本呢，我们在北部印，北部印好了以后啊。或许已经有哪一本给那个陈讲师，但是他这个礼拜他还没印好。找到了吗？啊？不同一本吗？有，是大本还是小本的？也是大本的，因为或许在北部的可能就是比较小，那个不是用打字出来的，是旧的在翻印的，因为拿下来那个是从打字的，从那个小本已经有很多黑点了它用在打字在打，然后就拿下来，我们呢先印了以后啊，各位看了以后呢，要不要讲就由各位决定啦。确实里面有的很浅，就一看就容易懂了。可是某一些还是像或许的讲义一样，有一些是文言，不讲说的话还不容易懂，所以各位都有一种你若教册念，我听个解读，都有这一种心呐。不知道说那个里面的内容啊，假如说没有经过解说就是不容易懂。虽然是看啦，有看没有懂啦。所以我们研究真理啊，就是要懂，要知道，这个为重要啊，就是知道。所以这边这个受持四句句，就是空身、空心、空性、空华，四个四句句，就是我们修道的一个过程。先让我们的身都空了，知道身呢，就是这个父母所生，天地的物质啊，所有宏图，众缘际会啊，就有用，都要还给天地的啦。先把身空了，然后再空心，心呢变化无常，我们在凡尘用的心都是生灭心，所以凡尘的心我们一口气不来，它就没了，空心，然后空性，让我们知道我们的性的灵敏，没有形象，知道整个都这个没有形象的这个存在，然后空华，就是我们华是要让我们修，那成就了以后华就不要了，所以它这个四句就是一个修道的过程，让我们都能够呢修道成就，所以重点都在整个努力在修道，一生之中呢所注重的就是修道，没有颠倒了。我们众生呢都颠倒，修道不看重身体看得很重，
结果一口气不来，哇，隆起啊，整个都没希望了，所以啊，这个只要录经典呢，我都一直鼓励啊，我们要修，能够成就，能够成佛成菩萨，这样呢就脱离苦海，完成各位先贤不好玩，完成好不好玩？真的年岁越大体会越多了，不好玩，这个身体呀，生老病死啊，这个现象啊，生住异昧，都没有一个常态，拢无迄个袂变的啦，完全拢会变，拢直直变，变得我们难适应啊，所以完成要玩成道以后再来玩。等到成佛了要玩再来，还没有成不要了还没有成的时候啊，努力修，让自己成能够成道成佛。等到已经成道成佛了，要不要来？那个时候再花心。所以啊用四句句等为他人说这个已经自觉了。那为他人说啊，就是要觉人觉他，自己已经呢，完全都领悟了，不着重说自己领悟了，自己啊解脱就好，又要啊为他人说，就是啊，度化别人，成全别人，所以我们就是了解到能够度化人啊，就好像我们呢这个帮助别人当然受帮助的很高兴，可是啊帮助人的人啊最高兴的那个呢，只要有布施的人就可以体会受到布施啊当然高兴啊，可是你能够布施的人能力强更高兴就这样，所以我们要自己了解啊要为他人说要把这个真理能够呢这个传遍所以老师啊鼓励大家研究性理心法，就是要我们成道成佛我们确实只要努力研究就可以一定可以成就而且都鼓励我们就在日常生活之中呢实现能够请出佛性当家不要给六根做主这样的话怎么会不成呢？绝对成的啦所以或许那个第一次看到那个楞严经的一切众生从无始来寻知色身逐念流转诚不开悟性净妙常，不行所常逐诸生灭，由是呢生根杂染流转，肉气生灭守于真常，常光就现前，根尘世心应时消落，想象为尘，事情为垢，恶气远离，则如华严应时清明，允何不成无上知觉或许就是因为把这个它最重要的部分都把它呢熟记一次或许就把它记下来，它一直到现在或者都一直反复的能够去思索有没有照这样做是不是我们都寻知色身逐念在流转不要那个呢六道轮回然后诚不开悟就是不曾开悟，性净妙常，我们的性本来就很清净本来很奥妙又常住然后我们不寻所常不追寻着我们常住真心，然后逐念流转都一直流转，所以它促成我们就六道轮回就已经呢在六道里面，然后生生杂染流转，每一生每一世不都是人有时候会落入善恶道有时候会到天道杂染就是不一定是哪一个道流转六道轮回肉气生灭，最重要这一句话气生灭，我们凡尘的所有生灭去掉真常，我们常住真心真的它不假，真心常住
常自真心，你守住守长，常光啊就现前。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呀，那个常光，我们要了解我们的常光就现前。你有常光的时候，你来看凡尘事一目了然。这个是怎么样变化的？这个人他是诈骗集团要骗你的，你一看呢一目了然。所以我们的常光现前的时候你就是有功夫了。我们的根尘世。那个8界6根6尘6世应时就消落了没有了。我们的想跟相形象为尘，然后你的认识跟你的环境为垢，这个尘垢，然后二际远离，都远离了。则如华严，见法之言应时清明，已经清明了。与何不成无上知觉？无上知觉就是佛啦。为什么不成？绝对成。所以我们就了解，你假如说把这个能够背下来，又会知道里面意思，然后你又实际的去做，这样的话，我们人生呢，就不会说晚上这个下班回来吃饱饭以后坐在电视机前面看8点档。不用了，你那个时候你就这个一切众生从无始来，然后一直反复的你在脑海之中去这个思索，只要你很充实啦，就不会无聊。因为我们要看8点档就是无聊，然后就是麻痹神经。我们神经不要麻痹你麻痹了以后那个很清灵的佛性就污浊了污浊了以后就没办法发出光明，不清净，我们就丧失本来，丧失本来，起后就造业，因业就受苦，我们自己找罪受对不对？可是现在要各位说，这个吃饱饭了以后不要看电视机不要上网，容不容易？给自己找借口，我看报新闻就好了。新闻过了以后还有下一档还不错，再看一下。我们都是在这一种因循，自己找理由，然后自己原谅自己，这样的过生活了。很无奈，所以我们要了解到，一定要当自己的主人，自己的佛性当家，自己就是主人，可以各位同学，当你已经可以自己做主人的时候你可以吃得少睡得少，精神好。可是我们现在都吃得多睡得多，精神不好，所以要了解说，当你一直佛性当家，阳我们是在培养，阴就减少了，所以阴很浓的时候你很昏沉睡，阴很足的时候你精神好，不用睡得很长。所以我们要了解到假如说我们昏昏沉沉的时间长，那表示阴浓，它不好那假如说我们精神都很好，可是也吃不多也睡不长那个表示说你阳多我们人就是半阴半阳，一半一半，所以晚上是阴的时候很平常的过，白天是阳的时候也很正常的过。那鬼魂就不一样了，鬼魂假如说是阳的时间他在凡尘没有到地狱去，他就很难过尤其那个下雨，白天的时候下雨，那个一滴雨就好像一支针扎到他的身体我们被针扎了都很难过对不对？那个鬼魂就是那个样子。那为什么不到地狱去呢？它有原因是有一些
我们要了解到啊，假如说你是非常大的不甘愿，那你就真的死了以后不愿意到地狱去，要再还成，要把那一个害他的人啊，生擒活捉，抓到地狱去。你有这一种那个很坚定的志向，你就可以达到，真的那一个人就被你抓走了。所以我们要了解到，我们的那个意志啊非常厉害，所以我们修呢也一样要借用，借用意志努力修，绝对成就了。好，讲完了然后我们再接着呢，讲这个尊重啊正教，这个我们就是了解到那个尊重就是平等啦，大家都平等，所以佛在这个教导众生的时候啊，佛他也降低他的那一种分别心，没有分别心，所以才菩萨摩诃萨所以呢，我们就是要互相之中呢尊重。可是我们在凡尘落入现象很快分别心一下子就来了，就很难到达尊重。所以我们要了解说，我们看佛经里面都会讲说，某某菩萨已经呢无量无边的佛世界他都已经供养。要了解到为什么有那么多的那个佛被他供养，就是我们众生每一位众生都是佛，他呢尊重，他就是呢就是每一个众生他都尊重，他就是已经呢供养之佛，这样了解吗？不然我们看释迦牟尼佛到现在才2位佛，释迦牟尼佛跟弥勒古佛才2位佛，那也要这个无量无边的供养之佛那个已经不是说没有了，是说我们累生累世之间要供养那个佛的那个机会都不是很长很方便，所以我们佛经上它不会骗人。那为什么会讲说已经呢供养无量无边的佛？就是所有的众生都是佛，所有众生他都尊重。虽然他的意见不同，可是我都尊重他的人格。所以我们要了解到，我们在反对别人的时候反对他的意见不反对他的人，人都是平等的所以我们要知道身份有种种，有那个阶名不同，可是佛性都一样所以都尊重我们呢有时候就会了解这个从内心深处产生的尊重很不容易就是不瞧不起别人那我们有时候只要是他比较这个邋遢的，比较不那么这个庄严的我们就会瞧不起，那个就丧失这个尊重所以要了解那个供养之佛的机会就减少了那我们呢就尊重所有的众生，所有的众生都是佛，我们都尊重，这样了解吗？在生活之中真正的能够做到很不容易，对不对？我们可以选择那个我们所瞧不起的人跟他相处，然后试着看尊重他看会有什么样的那个后果呈现，你也会感觉到，因为你尊重了，他也一样尊重你，所以那个都是相对的，凡尘都是相对的，那我们就要找到绝对的，
那绝对的就只有不生不灭佛性本体啦。剩下都是相对，都相对。所以佛就讲说呢，生死之中我们生跟死之中，有那个中道。那或许看到那一段的时候生死就生死怎么会有中道？原来生死之中，生跟死是我们现象的呈现，跟现象的那个消灭，现象的呈现、现象的消灭之中，它有中道。这样各位听出来了没有？有没有？中道是什么？对了，讲较大声，讲较惊惊。中道就是佛性本体为什么会生？有佛性本体。为什么会灭？有佛性本体。所以生死之中它有中道。所以或者看到那一段就想了很久，生死之中有中道。因为中道就是没有两边生死都已经是两边了两边的中道它是什么佛性本体佛性本体不生它也不灭也不死不生也不死，是不是中道？我有写一张讲义可是假如说没有这个详细的回去再找一下的话，也不知道那个很早之前看过的因为有印象所以呢就把它这个讲出来尊重那个正教，所以那个正教就很重要正确的教导我们成佛成道了正教。正确的教导就是正确的方法，可以成佛，可以成道那个才叫正道所以我们呢这个了解到说尊重正教要尊重每个人都平等，然后正确的教导不是呢这个讲那个使人这个损失这个钱财的有一些修了一个法门有成就以后他就要收回来教人那个呢就是要知道说为了这个名利不是呢为了人家成道成佛。复次这个须菩提随说是经能够随说随闻而说随次而说随机而说我们是了解到已经呢就是对自己不生不灭佛性本体非常了解非常透彻的知道，所以才能够呢随说是经各位前人知道了是经是什么？就是我们佛性本体啦能够随说了能够随说我们呢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然后乃至四句句等又可以我们知道肯定自己不生不灭的那个佛性本体自己知道，又可以引导众生那个四句句等就是要引导众生成道成佛当知此事就是这个随说的这个地方所在当知此事呢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这个皆应供养一切的世间。所以我们了解说你能够度化众生成佛，那个天地之间是所有的无形的都要拥护都要呢这个供养一切的世间事过去现在未来皆东西南北东南西南东北西北上下就是间
世间。所以呢，我们了解说，佛在讲经说法都非常的详细啦。你看世间两字啊，它全部解说。世啊，过去、现在、未来；间呢，就是方位，东西北、东南西南、东北西北上下，就是间。所以我们了解啊，就是空间，就是宇宙，宇宙啊就是时间空间。那宇宙各位就了解到，空只有一个了，我们在空里面啊，把它分了，有十方，然后啊有三世。我们呢，就被这个三世十方局限啊在里面。现在我们研究啊，就是要透彻知道，这个空间时间呐，我们的佛性啊都不被它约束，我们就自由自在了。可是只要我们住心，就是心住了。住在过去呀，或是住在未来，或是住在现在，你就被三世啊摄受。三世已经把你摄受，三世既然摄受，就有六道轮回了，有过去世，有未来世，现在世。我们假如说不住相，不住在过去，也不住在未来，也不住在现在，没有三世啊，三世摄受我们不住。没有办法把我们摄受，我们就已经自由了。所以这个看自己认知了，你认识知道，已经呢，过去就过去了，不管是得意的还是失意的，就让它过去，不要去呀，回顾回想，这样的话，你过去是没有了，那未来还没到，我们的身体要用未来啊，佛性不用。性呢，没有过去，没有未来，没有现在，因为现在不住，你说现在又过去了，现在又过去了，它呢，没办法住下来了，所以我们就是了解到三世啊，摄受我们不住了，我们就不用六道轮回。那假如说我们有住在过去世，被某某人欺负，一直记在心上，那就是啊。你在过去世已经住，有过去世住，那就有未来，就有现在。三世已经摄受我们，你六道轮回逃不了，所以我们很少研究嘞，不知道这个道理，我在想你啊，不知道想是很厉害就是一念妄动才落入凡尘啊，我们不想的话就已经回去了啊。所以要知道说，想是很厉害，所以啊，空闲的时候啊，不要胡思乱想，因为想就是业。那我们要当一个赢仙仙啊，很闲的仙，就怕扛不住，赢不掉，很多呢，就较业的比较业障的太空闲了，他都没办法生活啊，就是要找事做，所以我们了解要调整自己的那个心，不管是什么状态之下，你都呢能够呢安乐祥和，就是清净，你清净的本心呐，光明就有，所以我们都了解说，你研究里面很多呢，你要去做的都在我们研究的里面有说，有讲，我们知道怎么做，怎么做了以后我们就有所遵循，可以遵循了以后就对以后自己要走的路了了分明。所以最重要的还是要努力的去实践，实际的去做。假如说这个以往都在看电视的现在可以减少了。当你心都还没有稳定的时候最好都不要因为我们会被它影响。看电视看新闻看报纸看杂志多少都会被它影响。
那假如说我们不看的话，就不被它影响。那我们就可以这个观看久一点的那个整个现象。可以说我们看电视，我们看报纸，我们看杂志都是垃圾。这个很多记者可能要攻击了，你安尼讲拢无人要看，可是我们真的把它归类，真的都是在我们人生那个从我们无始来一直到无始以后，这个过程所有发生的这一些事情，都是变幻无常，都不值得我们去重视，都很快就过了啦。我们现在很重视，隔了一段时间，整个思想都不一样了，都是真的整个都是垃圾。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光明清净，就是被这一些五颜六色搅得很这个污垢加污了，所以我们就尽量不去接近。当我们那一种这个手楞严定还没有出来的时候就尽量不去接近这一些。那等到你的手楞严定出来，你要做什么都没关系了，你有定力了，外面的影响不会影响到你内心的深处，这样就可以。可是我们在会影响的时候就尽量不要接近，不要接近我们定有定力处理事情就很圆满。当我们这个心摇动的时候这个处理事情就会这个不完整。所以在这个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这个呢世间的天人天道人道阿修罗道所以我们了解这个阿修罗道在这边呢，它还是列入善道这个三个善道里面呢要把阿修罗列入。可是呢，我们了解有的经典就不把阿修罗列入了，因为阿修罗是每一道都有，不管天道、人道、畜生道、地狱道、恶鬼道，全部都有阿修罗。所以佛就不把阿修罗列入善道，所以他都会讲五趣杂基地，只有5个，阿修罗不在里面。所以我们看那个动物那个有的动物就是很这个心地很恶，可是有动物就很善良，所以我们就了解说那个阿修罗道就是心地不好，很喜欢战斗，所以那个另外的经典并不把阿修罗列入呢三善道。那么这边呢，《金刚经》呢还把阿修罗列入呢这个善道。那么讲说呢世间天人阿修罗皆应供养，都应该呢来供养这个能够呢发现自己不生不灭佛性本体，又可以度化众生用呢空身空心空性空华来成就众生。这一种人三善道世间的三善道应该供养如佛塔庙好像佛在塔庙里面我们众生呢都恭敬恭敬佛去进去塔庙里面呢恭敬佛。那么何况有人竟能受持读诵，所以呢这边就何况有人那样子做的都已经很殊胜。那么何况有人他尽能所以这个尽就是尽其一切。所以我们要了解到我们在凡尘之中呢用那个全部的心力才能够尽我们尽能够这个受能够持受持受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
然后持用我们的佛性本体，然后又能够读能够诵读诵，所以受持大部分呢着重都是来自利啦，然后读诵就是要利人，利益众生，利益别人，须菩提，当知是人，成就最上第一稀有之法，就是要知道这个人已经呢，成就，就是现在已经成就，最上第一稀有之法，各位想一想，这个最上第一稀有之法是什么法？是什么法？所以各位还是没有很大的信心呐，都敢肯定，这个最上就是佛啦，那第一稀有也是佛，所以这个第一稀有之法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啦，这样了解吗？他因为我们都会讲说这个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才是。所以他现在改一个名称又改最上第一稀有之法，就是要我们能够去除掉文字不住在文字相，那不住在文字相呢，我们就可以进入实际的状况。若是呢经典所在之处则为有佛，这个经典所在之处在哪里？就在我们的那个地方了所以我们了解这个是明显啦，就是我们不生不灭佛性本体所在的地方这地方呢则为有佛就是有佛若呢尊重弟子，就好像呢弟子在尊重佛一样那样的来尊重经典所在之处那我们还这个剩下3分钟而已各位先生有问题吗？3分钟了，有没有人要问啊？好，请说。无生法忍无生就是没有生没有生就没有灭没有生没有灭的那个法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你住在这个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人就是安住不动了。你在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安住不动，叫做无生法忍我们求道就已经可以得到了就已经到阿罗汉，到无生法忍无生法忍是要成佛的一个最基本的关键一定要得到无生法忍才可以成阿罗汉成菩萨，然后成佛我们要了解那个是最根本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叫做无生无生就不会灭无生无灭的法就是我们的佛性本体我们能够安住不动就是忍，那个忍耐是人的别名它的总名叫安住不动。忍耐那就是忍的另外意思，那个忍的意思，因为佛他讲没有众生没有众生的话，就没有侮辱的人，也没有受辱的人没人在侮辱没人给人侮辱要怎么忍？所以那个人是安住不动叫安忍无生法忍就是咱家己的佛性安住拢无敌人拢甲顾调调安尼叫做无生法忍，这样了解吗？下课。
各位讲师、各位坛子、各位天贤，大家好。我学占道天师的老天贤大德，以及感谢呢各位天贤给或学机会讲。我们讲到第几分了？13了，如法受持分，第13。这个如法，我们要知道的，就是这个如啊，就是佛性本体呀，就是呢，按照这个佛性本体的法，来受，接收我们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然后持就是把真心佛性拿出来用，所以如法受持，在这个分的那个名称就已经告诉我们方向，如是真如，一真法界，就是呢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如法就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是最高的一个法。也就是我们佛性本体，然后我们要接受我们自己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那因为我们对自己不生不灭佛性本体的接受都不够，接受度我们都没有把我们自己本身的佛性我们这个佛性就是佛，我们没有很切切的相信，所以就没有力道。我们在用的时候我们都有一点好像是借用，怕怕的那个感觉。所以我们呢要真正的对自己的佛性有切切的把握。这样的话呢，我们在凡尘的生活就会整个都在真理的领域，就是佛的世界，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一定呢要勉励自己，是要呢把凡尘的所有这一切事凡尘事都是无常变化，很快就变化了，所以呢我们呢不要住在这个凡尘事。只要我们凡尘事看淡了，我们对自己不生不灭佛性本体就会看重。那我们要一直延续都看重我们自己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我们这样子的话，往后等到我们一口气来，就呢可以自由自在，每条道路都通里天，所以我们要对自己有信心，就在日常生活之中尽量的能够呢先把佛性启发出来应用，不要给六根当家，因为我们六根已经呢当家很久，已经有那个习惯性深根蒂固，所以要请佛性当家呢，六根都有意见，所以我们要就是很确定的那一种意志，就是告诉六根，现在我已经请佛性当家了，主人已经当家，那六根呢可以退位，这样我们先一段时间熟悉了以后这个六根就不会生前病了，不然我们假如说一下子就把全部的发号施令给我们佛性的话，那六根呢它都会反扑了，或许说怎么我们已经呢这个上心已经法有4年之久了，怎么都没有人听过没有浅显提问说这个越修脾气越坏那个要怎么办？就是没有启发佛性当家了，所以六根都没有反扑
所以啊也有一点期待，有遇到前贤都提起啦，说都一直想发脾气，说奇怪，以自己的本性之前都不会很温和的怎么已经听心理心法这么久，竟然会想找人吵架。我一听的时候，真的是蛮理想的状况，就是已经要佛性当家了。那佛性当家的话，习性会反扑，所以或者就讲，当我们太激烈一直要把权柄交给佛性的话，这样你就要防范我们六根的反扑。那假如说我们用温和的方式先一半，给佛性当家一半，给六根当家一半，就是有时候听六根的话，有时候听佛性的话，那这样就要温和，温和只要时间久，你能够一直坚持说佛性要当家，慢慢的六根它就会退位，就会退下来了，他自己知道说不是主人。不能够发号施令，所以我们在修持的过程里面就有很多会遇到状况，那我们假如说事先有防范的话，那就会措手不及，所以这个如法受持，我们一定要接受自己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因为这个就是成佛的本钱。成佛就是这个在成的啦，所以我们一定要在日常生活间妄念都放下，一念不生，所有的妄生灭的妄都记了，然后真就显，那真就是即心即佛，那个心是真心，是常住真心，是永远都在的，是我们的慧命，所以几万年前几万年后它都变。那我们呢，在这个生活里面，现在有身体是借着天地的物质，所有风土众人忌讳就有用，终究都要还给天地的啦。这个不是我们可以掌握。那我们所能够掌握就是佛性本体。他说一定要好好的认识，好好的接受，好好的持用，受持接受持用，我们接受佛性本体了，就完全接受，已经不生不灭，那个即心即佛是我们的常住真心，已经接受了，然后可以把佛性拿出来用，在生活之中我们呢运用，就会得心应手，所以受持，我们看文字没什么可是我们做起来却要很大的力道，要努力做，只要你能够完全都已经这个听命于不生不灭佛性本体，那已经不用等到以后成佛了，你在现况下是当下都已经就是了，所以要对自己有信心，如法受持。如真如一真法界，我们的佛性本体法，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最高的法，接受我们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然后持把真心佛性拿出来应用，这样就如法受持，这样了解这个意思吗？已经都很理想了。我们在日常生活能够如法受持的话，就已经全部都是中道，没有两边没有对待。那我们要知道说凡尘只要落入形象，一定都是两边都是对待。要怎么没对待？就是我们佛性本体才有办法没有对待的，是一个绝对的佛性本体。那么尔时我们呢就看这个经文，尔时我们呢这个了解到就是我们能够这个
尽能受持读诵，能够用四句句呀，来度化众生。那么当知啊，这个经典所在之处啊，则为有佛。若呢，尊重弟子，好像弟子在尊重佛，那样的尊重啊，我们佛性所在的地方，那个经典所在啊，就是佛性所在。那么尔时啊，跟这个经文啊，跟上一分呢有连带关系呀，连接下来。那么须菩提白佛言，须菩提呀，向佛表白他心里面的的话，世尊当何名此经？要用这个什么名称啊来称呼我们所讲的这个法？那么我等允何奉持？我们听的人啊，要怎么样来这个供奉受持？那么佛告呢，这个须菩提，是经名为《金刚般若波罗蜜》。所以我们这个了解到呢，就是要呢，这个起金刚般若波罗蜜。我们呢，这个之前都有一再讲，说我们经的名称因为佛他没有讲摩诃啦，摩诃是就是很广大，大到无外，小到无内，就是很广大。那我们呢，这个了解到这边当何名此经呢？那佛就讲说金刚般若波罗蜜，金刚金中之刚，来比喻我们的这个佛性就好像呢，那个金中之刚，金刚，般若就是妙智慧，就是呢我们这个所佛性所具有的具备的那个妙智慧。那我们呢这个大乘金刚经论那个已经印好了我们呢这个稍微因为那个四句句在里面讲的呢非常的这个详细，那我们呢就稍微这个了解一下这个大乘金刚经论的这个内容这个旁呢这个画一下每一个人呢一本。每一个人呢拿一本。那我们呢从那个我们佛老师在民国30年这个青州仁德坛讲这个序文讲这个序那么佛说呢大乘金刚经这个佛就释迦牟尼佛说呢这个大乘金刚经细为辩律这个持机而说，就是呢修道的那个开头修道的那个起头呢来讲的。道呢本无名我们这个道没有名称，那么经非可言就是我们那个常住不变的不是用语言可以说的然，但是呢我们世间人居以形象，就居住在就是有住相的那个这个习惯性，那么重以文字所以我们大部分都是会从文字来了解所以文字也是一个相我们要了解说戒相明理戒的所有，不管是文字，不管是语言来让我了解真理非假无字道不可明。这个假就是戒啦非戒的文字这个道没办法这个了解所以那个假就是戒的意思，假文字戒的文字那么非假文字经无以解没有戒的文字经没有办法解开，就是我们那个不生不灭佛性没有办法很容易了解。
那么总之佛呢说方便法，循循善诱。佛在呢讲这个方便法门都是循循善诱，指明觉路，指开呢我们要走的一条道路，导出引导我们众生呢，已经呢众生都迷昧了，然后引导能够出这迷昧的那个范围环境。那么能悟之者能够呢见性明心。那么金红三喜应运了一贯，就是我们是应运正是时候。那么三教的心法受源同源，受流同源都是一样的根源正刚闲去就是提振这个我们重要的那个刚提纲那个闲气。因见你修道者动呢汝今，所以四道经典先能解悟。那个先就是很少啦，很少能够了解领悟所以发起重印这个此经之举那因为佛学这个民国这个63年求道的时候63年元旦，佛学民国63年元旦求道了。那么很高兴就是在后天庙有蛮长的时间17年然后说真的是这个很难遇到了，因为在后天庙的讲法要呢得道就是要经过7代的大法师，你在第8代来的时候才可以受记，才可以得到了我说这么幸运就可以得到。可是当后学深入研究的时候那听讲师听那师讲都没有深入这个经藏，就是或许在后天庙已经都蛮有那个程度出现了所以就希望在深入研究。竟然就看不到这一本《大圣金刚经论》，没有。那或许就很奇怪，怎么我们这个标榜的就是圣的这个道怎么会没有？所以或许在后天庙拿来，然后这个是我们在打字印的，那拿来一本它是比较小本拿来就把它这个传开。让我们就整个都能够接近这个大圣金刚经论所以这个有这一本了以后真的因为里面都有的很浅显很白话了假如说很白话的地方我们就念过去就好了，因为知道就不用再解说。那有一些它有深入，有深入的地方我们就加以解说解释得很详细。那么复以清净经复之就是后面呢还有清净经。那么意序为初学，借着经来领悟道印证三教就是印证三教总归理都归于就是一所以我们知得一就万事毕。那么佛与众生呢性言无异这个性都一样没有两样啦，我们跟佛都一样。那么人之为道而自言之，我们人自己所作所为，然后离开道的本体，越走就离开越远那假如说我们能够从道的这个本体，从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出发，那所作所为又回归呢到道来了。那么悟则为佛我们不要这个远离自己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只要我们呢时时刻刻能够保持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那已经就是佛，所以就是悟悟则为佛。那么迷昧了就是众生。那么万法由心，所有的法都从我们的心生发。那心灭就法灭
心灭啊，法就灭了。应知大道啊，重在心法。所以我们这个修持啊，这个大道，它重呢，就在呢心法，指呢真性，顿悟啊最上圣。那么今时真道啊普度，续阅此经呢，当知啊真传啊非虚也，就是真传。经如啊，暗区之明灯啊，明者啊，此灯何用？就是啊，路灯，路灯呢，到白天啊，路灯就没有用了。经如啊，深水之法，度者啊，此法亦无用矣。我们要经过呢，很深的河流，需要呢工具呀，就是呢那个执法。我们渡过呢到彼岸了，这个法也没用了。为行当呢暗去，我们走到呢街道啊都黑暗的时候，灰灯不明，一定要有路灯呢，我们走路啊才知道不会走到呢那个坎坑下去。森林啊广河辉华莫渡啊，我们要渡过呢河流，一定要有执法。那么喻啊此意，比喻啊这个义理，则知佛所说之意呀。知道这个比喻的道理，就知道呢，佛所说的这个义，他呢这个意思，要我们都领悟。华本无华，非华亦非，所以啊，这个我们佛老师讲的就已经了，华本无华，没有，华本来就没有华，所以各位浅显，没有华的华，就是啊。无上妙法，是不是不一样？无华之法就是无上妙法。我们假如说执着有华了，那华就不高了。已经全部都无华，那么无华的这个，无华的这个就是啊。我们不生不灭佛性本体，是不是奥妙？很奥妙所以我们凡尘啊，稍微有一点的那个成就啊，就呢开始要收回来教人，知道呢，了解说那个全部啊都是过程而已。你到最高程度啊，就是呢无华，没有华。那个才是最高的程度。那最高的这个程度啊，我们研究心理心法就已经很明白的把它呢都指示出来，都讲出来了。所以我们只要呢照我们所了解的来行使啊，就已经到达彼岸了。所以华呢本无华，那非华，非华就是没有华。那没有华这个呢也不对。华我们也要去掉，所以各位浅显，我们听呢就了解说，华非华是不是两边？两边呢都去除掉，没有两边，那个是无上的妙法，就是中道，中道呢就是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所以啊，我们了解说，这个就已经呢告诉我们了。我们所要追求的就在我们自己本身，那个内心深处啊，那一个真心，常住真心，那个就对。那悟明真法，方成大道，能够领悟啊，了解真法，就是啊，我们常住真心，这个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我们悟明了，才可以成道。成佛。那么深望啊，阅此经则洞明真谛。我们佛老师呢，希望我们看到这个大圣金刚经，能够啊，透彻了解里面真正的那个含义所在。那么广行功德，度己啊，度人，能够呢度化自己，也能够呢度化众生，共成啊正觉。无上的正等正觉，方不负啊佛说此经的苦心也。
那么时值西乙季春，就是呢这个3月，民国30年，好。那么为应此经呢，请予原罪啊，适于见首，彼名应经之所由，无忘呢众业之责，常名般若妙心。所以啊，我们佛老师啊，告诉我们呢，就是要常常的使用我们自己本性的般若妙智慧，般若妙心啊。就是我们佛性本体那个智慧啊，从佛性本体生发所以呢，我们就时常可以用。那么勤此智慧利剑我们呢就是努力的持着那个智慧，我们呢妄想杂念来了，用智慧利剑把它斩断，所以烦恼都消失了烦恼来了用般若妙智慧把它去除掉。烦恼都去了，没有烦恼就是逍遥仙。那么了悟真法因测假解我们要了悟我们呢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没有形象，然后所有的形象都是假解假解我们要明测明了然后彻底知道。广种福田群行仙法就是我们要努力来说度众生。则未来菩提佛果以路具长矣就能够呢成就菩提那个果就是已经成佛了。那么倘阅此经呢，乃若未看是佛无佛眼没有佛眼。那么没有看呢就不能够明心见性明心而成正觉所以我们老师呢望而免之那我们就讲这个第1章这个开始呢痴机论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灵鹫山中清净台上已知菩萨声闻天龙八部围绕听佛说法。那么时有无量痴发心的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示众。那么各奏是念：佛说大法，我亦不通。那个最上乘法呢没有办法了解。那么愿佛方便遣次开始，令我等辈悟佛之见，皆得道果。能够领悟佛的知见我们呢万年都假，一念都不生那个就是佛的知见佛知佛见，都能够得到道的那个果，就是成道了。都欲请问不得近前，想问呢没有办法呢到佛的那个跟前那尔时闻思舍利菩萨呢知世众心之所念知道呢这个世众这样的想法，即奏方便从奏而起，前白佛言世尊大慈夜色呢方便开示出机直指众生见性成佛直接的指导众生呢能够见性能够成佛乃为末世吃尽佛门求道的众生得正知见得到正确的知见不遭学惑不会呢遭到这个迷惑邪恶迷惑不假多功就是不借着你很多的那个工作就是这个呢只要了解了并不需要去做什么的皆得道果。那佛也呢善哉善哉就金刚心论第2章。闻思师矣有大方便请问如来开示3根上中下3根，即于末世出入门者修行正路从汝所问当为汝说闻思菩萨呢已经请佛讲了，那佛呢就呢称赞。那时大众默然而听。那么佛告闻思舍利菩萨：
有陀罗尼，这个陀罗尼叫总持啦，总一切心持无量意，总持陀罗尼。所以我们要了解到总就是呢心啊就是意大相呢我们了解说所有的相都从心出来，所以啊一大相的这个心门啊就是陀罗尼总我们能够从那个心的花园开始的时候啊，你就能够呢这个总持你去呢拿来用总持，所以有你名金刚心，我们的心啊就像金刚就是呢陀罗尼就是总持，就是佛性本体那么能令众生啊一见一闻便得道果所以啊你看这么这个殊胜这么简单，只要你这个一见一闻啊就可以得到道果我们那个金刚为什么会说金刚心？因为金刚很锐利呀，那你所有妄想杂念很多，它用金刚可以把它斩断，一下子全部没了烦恼围绕着我们，金刚利剑啊一斩消失了，烦恼没有所以叫金刚心所以啊不会说这个离我们很远很亲切的，在生活之中就可以应用我们应用的金刚心，平常我们都没用了，都舍不得有些啊这个烦死的一些事情我们都会贪念。善男子语得名金刚心什么叫金刚心？那么此心啊人人本有，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呢都是佛菩萨所以我们都有金刚心个个不无，是知众生呢自知啊自觉本等之心，所以啊就是很平常的我们能够自己知道自己觉悟本等就是啊本来平等这个本来平等之心何以故？一切善恶啊皆出自心，所以了解说呢凡尘的所有善跟恶啊都是从我们的心出来你心想行善就呢这个做善心想行恶啊就做恶所以都从我们的心出来所以要了解到那个心啊就是很厉害怎么想我们就怎么做了，所以就想很重要之前呢佛学都一直在讲说小心你的思想它不久啊就变成你的行为小心你的行为，它不久就养成你的习惯小心你的习惯不久就形成你的品格小心你的品格啊它不久就造就你的命运。所以由思想到命运它有直接的关系我们要研究真理把真理融入思想以前佛学呢这个都时常要各位的这个前贤都能够把它背背了以后我们从这个背的里面一些文字里面我们就可以训练自己的心我们怎么想我们就怎么做所以先训练那个想的重要我们不会想坏的就不会做坏想善我们就会行善所以想很重要。那么自心修善令身安乐，我们自己的心能够修善的话心呢就身体就安乐了。那么自心造恶令身呢受苦我们的心做这个坏的话呢我们就了解到让我们的身体受苦所以我们假如说犯了国家的法令你看到监牢狱去是不是身体受苦了这就是心这个做坏然后身体就要去受苦。那么心是身主所以或者都以鼓励我们一定呢启发我们金刚心出来当家
做呢身体的主人，身呢是心用，我们的身体呀是要给心用的，所以啊要好好用，借假修真。那么所以则合，佛由心成，道由心学，德由心积，功由心修，福由心作，祸由心为。那么心啊能做天堂，心啊能够做地狱，所以我们了解这个很重要了，这个已经超出生灭心了，就是啊我们的那个金刚心，也就是陀罗尼。心能做地狱啊，心能做佛，心能做众生，是故心正就成佛，心邪就成魔。那么心慈啊，是天人。我们心很慈悲的话，就是这个天道跟人道。那么心恶啊，是罗刹，罗刹就是鬼啊，心恶的话，就是鬼。那么心是一切啊，罪福种子，一切的罪，一切福，都从心呢，这种子啊，种子种下来生花。若有人悟啊自心，把得定，做得主，不造之恶啊，常修之善，然后依佛行持，依照我们的佛性本体呀，来行持，那么立佛行愿，就是呢度众生，个个呢都能够修到成佛。那么佛说世人不久啊就可以成佛。若有善男子善女人求佛道者，不明自心啊，名未成佛。假如说还不了解啊自己啊真心佛性的话，那就还没有成佛啦。所以一定呢要了解我们不生不灭的真佛性啊，才叫成佛。若人明自心达自性，能够明心达性，依佛来修行，决定成佛。圣如读诵《金刚经》30万遍金经30万遍要读得非常久还不如说我们能够受持如法受持我们陀罗尼的金刚经整个都呈现在日常生活之中。那么功德无比何以故？一切之佛及知佛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皆从自心流出。所以一切佛及成佛的方法，都从我们自己的心流露出来。所以我们了解说不离我们很远，很亲切啦，都跟我们在一起。这个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呀。阿呢就是无，耨多罗是上下的上，三呢就是正，藐就是等，三正菩提觉，无上正等正觉，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所以这个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有时候呢说是我们佛性本体，有时候呢说是一个修的法门。最高的修持法门也叫做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所以我们要意会看这个经是讲本体的是讲法门的，都要了解。那么皆从自心流出，佛及法都是从我们的心流露出来。那么无穷无尽不坏不杂，我们这个佛性本体它不会坏。然后也不掺杂，虽然我们在六道轮回是不染到尘垢，凡尘的所有一切都这个塞不进去佛性本体。所以佛性本体它永远光明清净，所以不坏不杂，故名金刚心，就是我们般若的妙智慧。那么悟此心则明悟佛心，领悟佛的心。是故佛与众生心性一般。佛跟我们众生心性都是一样，只因修与不修。我们修就成佛，不修就成众生。
所以差别呀很大。那么从信与不信这个信开始，信了就会修不信了就不修，所以信很重要，要相信我们的佛性本体。所以有成佛者有众生也，这个是第2章。那么第3章《金刚经论》，文殊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呢问佛云何名金刚经？这个世尊曰金刚呢比喻自性，经则比喻自心。若人明自心见自性，是人自己身中有经6根门头常放光明。所以这个我们古时候一些禅师禅宗的老师他呢都告诉我们说，我们有一个没有地位的真人，常在我们6根门头放光动地为证悟者看。那个禅师这样说了。所以我们要了解到每一个都有，我们6根门头就是眼耳鼻舌身意放光动地都这个放射光明，然后这个能够撼动整个大地所以还没有证悟的赶快看，就是赶快回光返照来领悟所以我们了解就在自己本身我们自己本身有经6根门头都已经时时刻刻都是我们的佛性本体。那么造天造地祭祖和恒沙功德，那恒河的沙就是非常的多比喻我们的功德，从佛性出来的功德无量无边。那么出生呢4国回向十圣3贤，乃至如来32相80种好，一切功德皆从自己心地修成，不从外得所以我们了解都是自己的心地没有从外面可以得到的何以故？若是明心见性之人，常闻自己心佛时时说法，时时度众生，时时现神通，时时做佛事，得处理者名持金刚经名得金刚不坏身也。我们每一个都是金刚不坏身，然后身如金刚心如虚空我们就是了解到虚空不会变化，跟金刚一样。那么第4章就讲四句句论，这个四句句文殊师利菩萨问佛，金刚经中佛常赞叹受持四句句等，为人演说，所得到的福德胜将七宝堆满东西南北，是为上下虚空布施之福。又是初入分、中入分后入分这个初入分就是早上中入分中午，后入分晚上，乃至百千万劫以来恒河沙等生命布施之福一沙一个身用身体来布施所以我们了解凡尘最重就是生命我们用身来布施那个是把最珍贵的东西拿出来布施可以说布施的极点了那么为神允和是四句句。那么佛就回答，一切众生皆有佛性本来不生，本来不灭所以把我们佛性的本来就已经讲不生灭我们的佛性不生不灭，只因为迷悟而致生成。我们迷悟了，才有升上天界，存地狱才有生存所以我迷悟在凡尘就非常重要。那么何以故？众生常迷不觉
我们呢长时间的迷昧，然后没有清醒不觉，所以永堕落，才堕落呢在六道轮回。那么知佛常觉不迷，把这个觉性能够守住了，常常都呢守住觉性，不会迷昧，不迷昧呢就不起后造业，不造业就不受苦。那么所以永成佛道，所以就成佛道。若有男女求佛道者，进道的工程前分四级，号呢叫四句句，一曰空身，曰空心，三曰空性，四曰空法，这个四句句就是我们修道进道的一个工程，就是要经过的这个阶段。那么开始就讲允和空身。那么身呢是父母所生，亦具备父母的习气，九孔，就是我们脸有七孔，还有大小便2孔就9孔，常有种种不净，四大假合，所有宏图这个四大借我们用中西败坏，一定呢要再还给天地。那么有智的男女，有智慧这个我们所有的凡尘的众生，知身呢是犯，知道身体都是犯，未时以前当时一般，所以这个蛮重要了。我们呢还心不死的话，道心就不生，所以已经呢我们在生的时候把它当成死了，就会努力的修我们那个佛性本体。那么借此换身学佛修名叫悟身空，一句句这个开始先领悟身空。那么接着第二，复观自心，非生非灭，心没有生没有灭，最胜最灵，意境是有，意到静了，好像有心了，静灭心又不见了，那么令悟真心，假如真心的话，它都不会变化的，常觉不灭不迷昧，我们的真心时时刻刻都觉，不会迷昧，不随着妄想流转，但依真性主行，所以我们启发佛性来指挥我们身体这个行住坐卧这样呢就已经呢叫做悟心空二句句。那么第三复观自性，寂然不动，感而遂通。我们的佛性本体它呢是寂然呢然都不动摇的感呢而遂通，只要呢有感受到这个事相就能够通，变化呢无穷，归零莫测，我们没有办法用我们的头脑来预测，明明了了分明都了结，自机自觉自知灵灵寂寂无为常为，这个我们呢了解说我们的性是无为，可是常为，明悟性空三句句。那么第四复观如来所说经法皆是方便的引导法门，如水呢洗尘，是病与药，令正呢心空法了，病退要除，名悟法空。所以这个法是要让我们呢到达那个佛的那个境界，他已经到达了那个法就可以去除掉了，不要了所以这个四句句此四句欲乃是呢超凡入圣已经超出凡人进入圣门，进道的门路
三世如来，过去世、现在世、未来世，三世的如来，从此成佛。十方菩萨呢，依此进功，所以则何？悟得痴计义呀，一意修行，辩证意流，就是不进入那个我们的六尘，意流虚头还国。那么悟二谛义一意修行，辩证一来，尸头含国，就是一来还成一到天上，就是一来。那么悟三句义一意修行，辩证不来阿那含已经不来三界受生。然后悟四句义一意修行，辩证无争，就是阿罗汉，无争已经不会跟人家争，这个阿罗佛。那么此四句大开知佛道门，受持读诵为人演说，能令闻者悟佛之见，领悟佛的知见，就是我们的那个已经都万年放下念不生，那个已经呈现佛知佛见，成佛无疑是故得福德，是故得福圣贤七宝生命布施。七宝布施、生命布施呢，还不如呢能够度化众生，修道成佛。那么所得福德百千亿分呢，不及其一所以说四句偈就是有这么的大的功效。那因为《金刚经》本身里面没有这个记载这个四句偈的那个文字。所以才有这一本大圣金刚经。那么第5章10种功德佛告文殊师利，前佛后佛一体不管是前成的佛后来成的佛，它呢全部都是一体。那么皆在呢个人自己明心见性修而成之。我们能够呢这个明心见性，所以修道明心见性很重要我们也不要以为说明心见性就成佛了，是明心见性才起修了，才开始修道因为修道就是要修心修性，那心性不明我们就无可修了，所以一定呢要明心见性能够修可以成。然则佛性人人本有不投佛修终成佛。就是那个师教老师的教导很重要没有老师教的话就成不了佛何以故为无佛功没有佛的那个功德。有求佛者一用斋戒为佛的基础，就是打地基盖大楼，地基要盖得很稳。那么二头明师只是功成，三世心性了了分明，四用作福出发跟妙。所以我们有形有相的去努力这个行善那个呢都叫作福，以众生结缘，跟了自己的业障又可以帮助刚求道者的那个根苗。那么五用结也增至善本就是能够有这个喜欢听这个道德就可以跟他讲结缘结善缘增自己善本。那么六明因果因果是定律绝对的我们要了解因果妄呢只为就是我们不能产生那个不实在的那个名号去呢这个主张。那么七破邪魔言理外道八用通理不着有为就是不着呢
有形有相的有所作为。那么九用呢，精进，这个凡尘事啊，都要精进啊，才能够成就。何况呢，是我们修道，更需要呢这个精进。那么学佛行德，学习佛的所有的那个行持功德。那么实用通达，法呢精明。若人记持啊10种功德，那么4成阿耨多罗3藐三菩提，就可以很快的成道。那么参求名师，复次闻思师利，五昧度惑啊，末法年中，就是讲我们现在，那么都有呢那个顿坤啊类似的众生，就是根器啊比较呢没有那么上等根啊比较累那个顿坤类智啊不高，心迷啊意醉这个自暗啊前昏文字都很少啦，可是包含的意思都蛮多。那么虽有斋戒并无智慧所以我们了解那个斋戒这个心态是最重要。当然我们呢这个不跟呢那个下等众生结恶缘也不区分可是呢有很多呢就是没有从心地修持，虽然吃得很可以，可是都人会就是导人心地不好这样就是没有那个斋戒的实际的那个情形。那么语心高傲就是自己的这个心不是很聪明很愚笨的，可是呢又很骄傲。当然呢我们有时候内心都会有语心高傲邪见自珍所以之前呢我们常会听到这个初到心到初闻说异端，老到呢久而好自专老到呢久而以后就自专不肯下心参求名师真正的觉法，一向呢执着认妄为真或有执着经师文字，或有执着呢诵持名数那个就是说已经持诵了《金刚经》30万遍那个就是呢名数或有邪得一言一句变为究竟未得还没有得到呢说已经得到了未证还没有证悟说已经证悟了修少善根呢生大果望善根修一点点希望有大的果报呈现。世人愚迷就是一痴迷昧不会佛意不会不领悟佛的意思自狂自满自己狂傲自己这个把自己掩盖虽是善因难逃恶果何以故？种子不真所以不解菩提正果，一失人生呢万劫不复大概我们这个后面呢这个一失人生呢万劫不复是收的最多，所以我们要了解说身体是很难得的赶快呢借假修真要把真的都全部呢这个修正。那么第7章四身闻思师利呢问佛允何速身，造何等业，受行秉命种种不同。世尊就回答：一切众生无始劫来种种颠倒，念念不善生迷自性久念成眼从贪嗔痴行杀盗淫，造之罪业无量无边。那么轮回相遇受刑非一在六道轮回里面我们受的刑都不是一定的。那么略说呢四身简略的来讲四身颠倒业本一则呢软身，世人先世
贪心积魔，这个呢就心机很深，计较为火，故堕入卵生，鱼鸟之类，贪高为鸟，见人高飞，然后某生为鱼红人这个浅沉，二则胎生，世人先世贪念允欲，故堕入胎生。人以畜类、畜生之类，这个本分贪淫，为人势利，当人呢就站起来，那么恒心贪欲作欲恒行，这个落入畜生之道就变成恒行。所以我们看不管是什么样的那个下等动物它一定呢就是横的这个背朝天那个头尾这个就是平直这个呢我们就是了解现象都能看。那么三则呢失身，世人先世贪食酒肉打闹呢作故堕呢失身滥菊侧虫蒙媚蒙之类四则化身，世人先世呢心多变异，念念改常，面似背灰跟你的当面讲，可是背后呢就已经呢都不对了故作互换故堕呢这个化身脱壳飞行蛾虫之类。那么佛告文殊师利，六道四身为人最贵为人最灵，佛从中呢修成。所以我告诉我们人道就可以修成佛。那么业从人中这个造就所有罪业也是在人道之中呢造就那个下等动物。那么人能修福，结生天上；人能造恶必堕地狱。有德有神有道成圣人五种路头福罪不有尽定。临命终时随业受报。人道不修一道不及一时人生呢万劫不复所以我们要了解，有身体虽然是受苦可是要知道借着身体可以修真，可以成佛我们假如说呢这个又一直厌这个人道的话，那看看那个下等动物就更可怜了。那无眼论文殊呢菩萨问佛，以何知见名为无眼这个释迦牟尼佛回答，肉眼者光见暗这个光见暗不见见光就不见暗。那么见眼不见后。那么天眼者前后内外三眼十臂真见无碍天眼就可以前后都可以看到，甚至于可以看到呢那个穿过十臂三眼。那么慧眼者能见文字意义的前生，前生后生呢后世善恶因果如掌明也，好像呢拿在我们手掌之中呢看得很明了。那么华眼者能见呢三世佛法则种种方便量根之道假如说能够看到呢这个三世佛法就可以想吃这个方法来让人呢这个修就可以知道众生的根需要什么法就是量根师道不失其时就是刚好那个时候。那么佛言者言明普照，无始劫前无终劫后一切因果如对目睹所以这个佛言最厉害无始劫前
就是啊，不管在怎么走，怎么多以前啊，就是几亿、几万亿年之前，或是呢几万亿年之后，所有的因果，都好像呢自己眼睛看到一样，所以那个已经到佛的时候啊，真的无所不知啊，所以啊，佛就可以讲说，我是一切智者，有智慧的人。所以要讲那一句话，都要对所有的以往以及以后，全部呢都了分明，才可以讲。那么豪华不思是也，这个豪华豪跟华都是很细很微的东西呀，看得很明显。那么此无言者，乃从一切呢施善功德啊，胡然而生。为佛能全，到佛啊就可以啊，无眼全部具备。那么疑人不及，言虚昏无啊，照空一心，所以我们了解说，虽然都还没有无眼，没关系，只要我们呢那个心啊，都能够呢，这个接受啊，我们这个珍惜的一照，或见性修行啊，就人人有分啊。就可以啊，这个成道成佛。那么清净的佛身，文殊菩萨来问佛，因何是清净的佛身？释迦牟尼回答，自性啊清净，我们了解啊，我们本来的那个佛性啊就清净，是众生本性啊，但见肉身，不见法身。所以啊，我们全部啊都有法身呐，都具备，只是呢，我们都平常啊没有智意，没有研究没有这个启发所以啊，我们都把这个佛性极限在我身内，不知道啊整个法身呢充塞整个宇宙虚空，全部啊都是如来身。那么知佛悟后啊，常见法身，我们也都是佛，领悟了以后啊，时时刻刻啊都可以看到自己的法身本来清净啊，不生不灭，无坏无尘。那么在凡夫地啊，名称呢叫做心性；那么在圣贤地啊，名称叫做圣性；那么在乾坤地啊，名字叫天性；那么在菩萨地呢，名称叫做佛性。所以在知佛上啊，名曰清净法身。那么若不修行，终不能悟本来面目也。不能了解到我们自己的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若人求悟不求施正，论妄为真，日久必成邪魔外道，成妖作怪，祸乱的众生，生遭亡难。这个生遭亡难呢，就是国家的法律啦。被抓到监牢里去关呢，那个就叫生遭亡难。那么死堕恶道，一死了以后就进入三恶道。一失人生万劫难复。因为我们在凡尘的时候，我们还没有经过之前可以说吃了很多那个下等众生的身体。所以折人家一命要还一命已经无量无边的那个时间要来还债所以万劫难复一失掉人生以后万劫难复很困难。我们都以为当人就已经不是很高兴的事了还要再入三恶道更苦了所以就要一世修呢一世成。那么无以涅盘，文殊菩萨呢问佛，云何事无以涅盘？佛回答，寂然不动心是也。那个寂然，湛然常寂那个寂然不动，湛然常寂比较圆头啦。寂然不动呢，是我们平常那个性的状态。
寂然不动心呢，是也。三世之佛共一路头，三世之佛，过去世、现在世、未来世啊，都一样的，同到不动心中，已经到达呢，不动心了，那个整个已经恢复到我们的本来，其受无乐之乐，没有对待的快乐了，那个是永远的乐，我们凡尘的乐啊，有苦在后面等着，所以啊，其受无乐之乐，更无有乐，过矣啊，更没有乐啊，这个超过这个乐，故名呢，无以涅槃，已经呢，没有剩余了，涅槃呢不生不灭，涅呢不生槃不灭，没有剩余的不生不灭。那么正果，文殊菩萨问佛，以何功夫呢修正，能超凡夫啊，入圣道我？那么佛就回答：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信向佛道，便是温爱。这个导致比较呢，这个不容易做了，死掉温爱，截断的尘缘，就是斩断我们跟凡尘结的缘，都呢不再延续的，不攀缘了。那么坚持斋戒，这个心跟身呢都要斋戒。那么精修呢这个十善，这个十善呢就是我们的那个意啊，身口意三个加起来刚好10个啦。身呢不杀不盗不淫，然后口呢不恶口不良舌不绮语不妄言，意啊不贪嗔痴，就已经十善，精修十善。然后清净三业，就是身口意三业，远离六尘，色声香味法，所以我们这个了解到这个都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呢都可以做的，就是呢要注意这个不让我的心呢就是放肆。那么力头明师学问呢正法，就是呢我们要学这个正法。那么依师开示不杂用心流转，只依佛法修行，由此功者呢得须陀洹果。复有善人习佛威仪，清净觉力，一心呢咒戒，摄心呢不散，所以不是一生咒戒是一心咒戒，心要静这个身呢当然就会跟。那么摄心摄受我们的心不让这个心散，摄心不散。身口意业皆须调伏，调伏我们的身口意都要调伏。那么以世间心动少静多，就是不贪恋凡尘，凡尘的事变化无常。那么由此功者得须陀洹果。这个复有众生三业不蒙，就是身口意三业呢已经呢不生花了，六尘不生这个色声香味触法六尘都不生，敬酒功身心性恒一，于世间心寂然不动，得心自在。由此功者得阿那含国三果阿那含。那么复有众生以这个自在心习成定力定性现前，悟明自性本自空寂，心跟境两忘，诚心不动。由此功者得阿那含果。此四果人功超六欲就是超过六欲天，凡夫天上
得入这个圣贤灭常，同佛出世呢，自佛宣化，净佛国土啊，自度度人，报佛恩德直至菩提呀，永无颠倒，故名呢四国的得道圣人。复次文殊师利，是四果人有真细心，依师教诲不恶用心威德精严威仪啊祭祖，于是财色啊恩爱名利啊一断呢永断一了呢永了，从始至终呢所到无一，虽则不能呢大通大达，心性啊坚固清净解脱，于佛呢无异呀，故得超凡入圣位。那么第12章有无啊四相。文殊师利菩萨问佛：何等之人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释迦牟尼佛回答：凡夫之人认自四大色身是我，就是我们凡人认为身体呀就是我，贪生呢怕死名有我相，心存真爱，意不精平名有人相，念念常随世心流转，不求解脱名有众生相，心事不忘，业重常蒙，不悟无生真空实性，常随心意心境意识流动，名有寿者相这个四相。那么菩萨之人知身是幻，知道身体无常变化都是假的要归还给天地，物事无常领悟这个凡尘一切都无常不惜生命，何况呢资财生命都不爱惜了，为了度化众生呢都可以布施生命那何况身外的东西资财。但学大圣佛教法名无我相，那等观平等的来关照众生，是无次子，不择冤亲不选择冤跟亲，平等嫉妒冤也要度亲也要度名无人相，于世间心一了永了，更不相续名无众生相。那名悟自己无生实性不随心境一直流动，但依方便愿力行持，名无寿者相。那么有此四相即名凡夫，无此四相是名菩萨。那么第13章五根五佛，文殊菩萨问佛：因何事呢五根五佛同种善根？那佛回答：若是清净斋戒、明心见性之人投师口诀，得正见者言是佛戒，耳是佛闻，鼻是佛嗅，口是佛说，心是佛知，五根常显，五佛神通，同种善根，成佛种子若能把得定，做得足依佛修行。所以我们看到说，若能把得定，做得足依佛就是依照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这样就是这个已经在佛的领域了所以把得定，做得足我们要记得要把得定，做得足那佛说世人立地成佛，就已经可以佛了。那么第14章六波罗蜜，
文殊菩萨呢，问佛云何修正呢？得六波罗蜜。那么佛言：若有众生呢，能舍酒肉不食，能舍财物不贪，能舍恩爱不念，能舍之恶不作，能舍人我不争，明得第一不失波罗蜜。所以这个我们了解，这个对我们都在日常生活就很有这个实际的作用。这个呢有一些我们都已经做到了，可是有一些呢还要努力。那么复有众生能持佛戒，能习佛语，佛的威仪，能降伏六贼，就是我们六根，能断邪非，这个不正确的马上就判断，明得第二持戒波罗蜜。那么复有众生能受呢人亏，就是受亏这个没关系，吃亏没关系啦。这个我们一般呢这个吃亏都很在意不是没关系呀，很有关系能忍人骂，这个忍受人家骂，那也要很大的定力呀。人一骂呢都要回骂的能够忍受别人骂这个非来正对不合理的来了，我们用正确的去对待。然后逆来了还有圣受都无怨愤这个真的是实际的要做。那么反家呢度脱他对我不好，反而度他要成道成佛。明得呢这个第三忍辱波罗蜜这个呢就是非常不好做的，可是呢我们能够呢进入其中一样会得到那个内心的充足内心的那个快乐。那么复有众生能学如来12部经，受持读诵。这个各位前人12部经知道吗？是把佛说的那个内容分成12个种类就是分成因缘比喻、方广、受记、本事、本身常文重诵常文，然后无问自说然后未曾有然后孤起跟论义12部啦。就是佛所说的内容它分成12个种类有的里面呢全部都讲比喻的有的里面它是讲很多的真理的。不是以前我们有讲过吗？忘了都忘了啦因为这个12部经刚开始或许看的时候以为说这个《金刚经》一部，《楞严经》一部，这样总共12部。结果后来一看不是嘞，是把佛所讲的分成个12个种类啦。像那个受记就是我们的求道点道那个受记，那个方广呢，我们就是了解是大方呢，然后呢这个广泛。就是大乘佛法的通称方广所以他把那个种类佛所说的分成4个种类，这样研究比较容易进入状况所以这个12部经这个一般假如说没有接近这个研究的话，都不知道12部经是在讲什么了然后我们有看了以后就是要了解它就12个种类就是从内容来分那有12部里面有9部是小乘佛法有3部它是属于大乘佛法那个无问自说、方广跟受记这个属于大乘的。
那么受持读诵，所以或者就讲说我们在佛经里面看到受持非常多，就是接受我们不生不灭佛性本体，持拿出来用，受持，然后读诵就要度化别人利益众生，那受持呢，我们大部分呢都是自利，然后读诵利人，自利又能够利人，书写讲说，所以那个讲说就是要把那个经的意思把它解说。未通呢悟通，假如说还不了解一定呢要他能够了解通了悟了领悟了那么未证悟证还没有证悟自己不生不灭佛性本体的时候，一定呢要说出方法，让人知道怎么样去找到证悟自己的佛性本体所以务必要证。明德第四精进波罗蜜。那么复有众生能断知杀，能止妄念能持分散，所以我们呢就了解到不要有杀心，然后念头我们能够呢有智慧指挡它呢这个生花然后分散呢，我们就是要能够专一集中精神能习能够学习禅定所以我们在这个日常生活之中，从我们的佛性本体这个发挥的定力我们要学习定力如山魔扰不乱定力已经够的时候这个魔来扰乱我们就不会受影响。所以我们修道呢就一定要能够呢启发佛性，因为佛性本体启发以后，我们学的定就从佛性发挥不是从外力来定，是从佛性的本体产生的定这样定就能够越深入越深入的时候各位前贤，我们修道都会遇到魔考魔的考验所以遇到魔的考验就要看这个修持的功夫了假如说你已经是从佛性本体产生的定力那个魔是没办法的啦要了解到那个魔是邪，我们那个是正，它邪不胜正所以你只要那个佛性出来，般若妙智慧，然后定力我们呢那佛性出来的定力叫首楞严定，那个是最大的定是属于金刚三昧所以我们了解说，我们有那个定的时候你就不怕魔了啦所以我们有时候就降伏在魔的那一种困扰下有定的时候我们具备所以或许呢就把那个首楞严定是佛性有的，金刚三昧佛性有的，三昧就是正定我们本来就是金刚本性然后是佛三昧，狮子佛，狮子万兽之王，他一佛教以后万兽都降服了所以你那个狮子佛就从正道出来狮子佛三昧所以我们了解说我们都有那个首楞严定然后金刚三昧然后狮子佛三昧都具备，然后又佛性都启发，全部都是正道。所以我们要正见调止正信正信调止，正见调止，调止我们自己的行持都是属于正道的正确的见解，正确的相信我们能够调伏我们自己的心都是直的所以直心就是道场，
我们能够把那个自己呀，整个那个真的完全都呈现。那呈现的时候你在遇到有一些那个磨难，那个都很容易你就可以克服了。那假如说我们都被凡尘引诱，心都不定，那磨难很多了，修起道来就坎坷不能够称心如意所以从正道出发，一切呢都是正从佛性的本体那个般若是佛性所生发的妙智慧，跟佛性是一样我们佛性呢都会称这个真理就是佛性本体，然后真智智慧的智就是般若理跟智一如合起来全部都是佛性本体所以我们只要时时刻刻都进入自己的那个正信正确相信自己就是这个佛，所以要了解到这个不是妄想，而是我们的信心你信心够了谁成佛就是你真心常住真心在成佛。然后我们在日常生活都已经呈现了我们能够万念都放下，万念就是万心所有的心都已经去掉了，没有妄了妄已经没有就寂，真就显真显的时候就是我们的所能言定金刚三昧这个狮子佛三昧，所以都已经呢跟我们在一起了，不是说很遥远，又不是外在，都是我们内在自己本身具备所以我们一定呢就在日常生活之中呢，全部都让它呈现到时候你要应用都有绰绰有余那假如说我们日常都投入完成事，真正遇到事的时候就没办法应对了就会被魔降服了我们就会很挫折坎坷所以我们呢了解到说到定力如山魔扰不乱这个魔来扰乱都不会乱这个不是讲得完的那个时候真正的那个魔来扰乱的时候各位就可以看那个经里面记载，释迦牟尼佛都修到那个魔来扰乱他都一样不会受影响，而且又可以降服那个魔就要了解说那个定力是真的够。那我们也一样我们也是佛一样可以有定力可是要在日常就培养在生活之中我们就培养了只要时时刻刻我们心所花都没有负面的念头那都是正念正念的时候我们又都跟佛性在一起，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已经培养了自然而然，不是说身体坐着禅坐那样定是我们行事作恶都在定中都在定里面，不用刻意再用身体来打坐要身体打坐呢是初阶了，开始的时候了，开始不容易的时候你可以借着那个形象约是自己的那个心也可以假如说可以双盘得起来就盘那不行的话坐的最舒服的姿势来做做这个定他可以了解到那个双盘假如说你盘得起来还没有习惯的时候会很酸痛，他那个酸痛已经让你没有心思去想别的事，就一定全部都回到身体回来所以借着
那假如说你已经通过了那个侧气循环，侧气循环就是不用动脉，它禅坐了以后，它已经从小的那个微血管在流通了，你坐这么久都不会酸麻，不会。可是那个要经过一个阶段，你经过到那个酸麻已经到无可奈何的阶段才通过。通过了以后，你再坐这么久都不会酸麻。那个已经我们可以看到那个修持很久的高僧大德他们都已经呢侧气循环，就是不是从脚的动脉在循环，所以可以坐这么久都没关系。可是一般假如说不是正规的话就比较困难。那假如说可以盘得起来，可以慢慢增加，说盘得起来1-2分钟看看，可以3、4、5分然后10分然后半个小时，然后增加1个小时，可以慢慢增加。你假如说一做的时候最重要就是学着说万念放下，不是说什么念头都不要。我们要了解说万念都放下，一念不生。我们那个无念之念那个正念，那个佛知佛见在里面。佛知佛见就在我们都没有起心动念的时候它呈现。那个佛知佛见，佛已经到佛的状态。所以我们在假如说要用盘坐的话，我们可以训练自己，就是在盘腿那个很酸麻之下，万念放下，连那个痛酸也放下，这样你会真的是有功夫呈现开始盘得起来，能够盘得起来算成功了。然后再半分钟，再1分钟。各位要了解那个你当盘起来的时候那个酸痛，那个要很强力的忍耐才可以这个通得过。然后你看那个时间的走平常都觉得时间很快，那一盘腿以后怎么走得这么慢坐这久要够要没1分。所以要了解到那个过程假如说你已经有这个习惯了你就可以继续做。那或许因为都不鼓励人家去打坐了，因为我们呢一般对打坐都有期待就是想要有神通然后想要一些这个奇奇怪怪的遭遇所以或者说我们呢这个研究心理心法重点明心见性心性要透彻了解你要呢能够掌握自己的心性，这个才是重要这个是附带说的啦，因为有这个定力如山魔老不乱呢才想到说或者以前在打坐的时候经过的事情。那么名得呢第5禅定波罗蜜这个是第5禅定。忽有众生能破无明，能空知相能通理华，能觉是非言言敌当是的确的恰当字字无差都呢每个字都不会差错。明得第6般若波罗蜜。所以这个般若波罗蜜最不容易啦我们要知道说这个般若这个般若释迦牟尼佛在凡尘讲最久一共有22年之久都是讲般若。那我们这一本《金刚经》就是大般若里面的第570区它有600卷，它这个《金刚经》呢第570区卷
小般若149，我们要知道说，能够这个启发般若了以后，你就知道怎么来应对凡人事，都有智慧了。若人能具6波罗蜜者，名出生死，已经离开生死，名到彼岸，已经到清净彼岸。这个波罗蜜呢，就是彼岸，已经都非常清净，名超三界呀，欲界、色界、无色界都已经超越了，名登十地，这个十地就是菩萨，菩萨呢，有10地，那么成佛，这数也，就可以成佛。那么第15章呢，大善知识。文殊菩萨呢问佛：云何行持？名善知识。那么佛就回答：善知识者，心性呢柔和，戒行精专，心无贪惰，嫉妒了心无贪妒，物无爱念，心行平等。亦无真爱，有大方便，自度又可以度人，量根师道，这个能量众生的根器呀，看要什么修持法门让他修，叫量根师道。那么即总持，就是陀罗尼，我们那个大总持，好心与人不求果报。行门清净，无知过失，说法论义皆合经义，即指处行名善之事。那么富有智慧出众，福德超群，无所不善，无华不饰，为人天的眼目，人道跟天道的眼目，做佛法的栋梁。掌祖师权衡，做佛门领袖，开正道门，在邪魔路，少龙佛种，续慧莲芳，以心印心，流传不绝，大机大用，大愿大力此名真正的大善之事。所以要当这个善知识是很不容易就是已经到达佛的那一种境地。那么第16章得生天堂，文殊师利问佛：修何福业得生天堂？那么佛说：若有众生信佛因果，受这个三皈依。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受三皈依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三皈依。三皈依都在我们身上。皈依佛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那皈依法就是我们的般若妙智慧。那么皈依僧就是我们的所作所为，那个是僧。所以佛法僧都在我们身上我们要归就是归我们自己的佛性本体，然后归我们的般若妙智慧，然后归我们的所有行持出来的一切法所以叫三皈依不是呢我们到那个寺庙去皈依的啦那个也算，可是这个比较是使以心法上升的。那么持五戒这个杀盗淫妄酒五戒，然后修十善心口意那个10个事二亲就是父母亲截断学语常行正道斋生供佛修塔造烟转众大圣就是从这个小圣转这个大圣，庄严佛像
善护善呢，遮恶，所以我们了解说这个护善遮恶我们现在导师都颠倒，善呢都不加以宣扬，那个恶到处去熏收了，所以跟呢佛所讲的背道而驰，因为我们要允恶扬善，恶呢为什么要把它隐藏？就是让它改过了。你假如说宣扬了以后它会越造越恶，那你让它就自己去反省改过，那个功效比较大所以这个佛都要我们隐恶扬善，把那个善加宣扬，把恶就加以掩藏，这样改过就容易了。因为我们人都有这个习惯性，反正知道了，大家都知道，再怎么坏都没关系，就变这样了，越来越恶。那假如说你恶全部都不讲，那他会反省，为什么我做的那么不好，他都一句话不说，就会反省。反省了以后他自己会改过，这样呢，隐恶扬善，这真的达到他的那个目的了。所以佛呢就讲护善，然后遮恶，做大福田。因为我们了解这个我们看到呢，这个修道人假如说我们都一直想去帮助这个修道人，因为修道人他就像呢一户田，然后你在那个田的里面去种植它就会生花，所以让大家都有感觉就是要行善的那个心，所以修持修道的人修华，你就是要让人觉得你就是很可效法，就是学你的所有行为。那他呢有那个心的时候就已经呢已经种下善的种子，就变成有那个成熟的时候，所以做大福田，世人舍寿必生上界，就是把那个寿命就可以这个布施给人，一定呢可以到上界。那么33天呢受天福，33天就是忉利天就是我们欲界6亿天的第二个教你33天，最屌就是4天王天，那个是在须弥山的半腰，忉利天呢在须弥山的山顶，然后东西南北各8天，中间一个第4天，皇帝的帝解释是33， 48、32，它中间那一天就33， 30天就是忉利天，第二个欲界第二个天，再上去夜摩天，再上去多帅天，再上去呢这个它这个什么热变化天，热变化天，然后第6个他化自在天。或者以前呢都会时常说我们凡尘50年4天王天的1天1夜啦，他用倍数的在忉利天呢，我们凡尘就要100年，忉利天1天1夜，再上去夜摩天我们凡尘要200年，夜摩天1天1夜，再上去这个我们老子是掌管的多帅天。我们凡尘400年，多帅天1天1夜，再上去呢热变化天就800年，我们凡尘800年，热变化天1天1夜，再上去他化自在天1600年我们凡尘1600年才1天1夜啦。所以假如说你在凡尘所行的那个善，已经够你到那个他化自在天的第6，
那你说我先看一看环境啊，再回来告诉亲朋好友。当你先去一天你去一天就好了。我们完成已经1600年，你再回来告诉你那一些亲朋好友，你找不啊啦，找不到人了，说没有一个我认识的啦，都过了那么久，哪有办法活得那么久啊？我们不要说打那个这个他化自在天，就是我们忉利天完成都已经100年，他1天1夜，我们去忉利天1天1夜回来的话，还找得到亲朋好友吗？找不到了，已经100年过去了，大家都不见了，所以我们了解啊，我们的身体啊，真的是很短暂，可是我们的慧命啊，它是无量无边，都在，全部呢亿万年后啊，它全部都在，没有消失的啦，所以一定要把它修正出来，才能够回归到都不用一直在六道轮回里面受苦，我们受苦容易迷失啊，对不对？那我们一回到这个我们的本位啊，湛然常寂本寂那地方，就是我们没有下来还尘的地方啊。一下来了以后，我们又回去大盘，回归到原位了。这是啊，我们借着上天大海普渡才有这个机会啦。假如没有上天大海普渡，我们要受记要修7代的大法师，然后第8代来受记，那我们都没份了啦。所以啊，现在有这么好的机会，借着大海普已经呢受记了，然后我们借着这个机会啊，回到本位。所以老师说后学是在揭露天机啊，这个本来不该讲可是啊不讲你不知道是啊，你要知道说这机会还有，你一过了以后啊，再过去啊人就没了，然后天地混沌了，然后再经过下个原理开天辟地，我们人又降生了，降生以后我们又迷迷糊糊了，会修道吗？大概不知道了，还要再经过6万年，6万年的苦难，然后啊又到达这个时候五位交替啊，又大开普，然后我们又在这边研究心理心法，所以啊，慧学就邀请各位跟后学一起来。对呀，度化众生啊，很快乐的常乐我净了解到这里以后，你进入常乐我净常住我们佛性啊就是永远都在常住，乐是超出对待的乐永远快乐啊，我就是生不灭佛性本体的我，然后净清净常乐我净啊，我们努力就可以进入了。你到达常我净你哪会怕说你到什么地方去受苦啊？不会了，哪个地方你都很快乐，因为你已经得到真正的法正法，所以不会怕了，这个腰背都有点怕，唔汤，还剩5分钟给各位提。5分钟而已要把握时间。像上次问的也很好啊，说无生华人要怎么修，那个也是啊，对大家很有帮助啊。有没有要问的啊？过去1分了。下课，各位讲师、各位坛子、各位先人，大家好。佛学正道天师的老先生大德，以及感谢各位先人给佛学去学。
这个还快啊，一年呢要过去了，我们呢讲这个大圣呢《金刚经论》我们家第几分了？这个得生天堂，这个我们金塔的今年最后一堂课啊，就得生天堂，一考就得生天堂，所以啊，这个了解到我们啊，假如说能够很这个认真努力的进入啊，我们不生不灭这个佛性当中啊，我们时时刻刻啊，可以说都是在天堂，所以都是要自我变得自我努力，都是可以到达的，不是呢很困难，我们研究这么长的时间，也了解到这个完成最真的东西呀，就我们的佛性本体，是最真。那剩下一切呀，都是虚幻变化，很快就过去了。所以我们也不用这个太投入太多的精神在凡尘，一定呢要注重我们不生不灭佛性本体，要使它恢复光明清净。虽然呢我们讲起来说恢复光明清净很简单，可是真的做起来因为我们落入六道轮回太久，那太久的时间我们迷失，然后造了很多的这一些业障，然后障碍我们就是走入真世界。那我们要自己清除这一些障碍，这个深深的来了解自己的脾气毛病，然后把它呢整个都改过来去掉。因为脾气毛病佛性没有佛性没有脾气毛病，所以一定我们要这个在这个一年的结束好看看有多少脾气毛病然后贪嗔痴慢疑我们有多少的这一些呢污垢在，都呢把它清除。那么回来呢讲这个得天堂。文殊师利呢问释迦牟尼佛，说修何福业得生天堂？要修什么样的福业才可以这个生呢在天堂？那释迦牟尼佛回答说，若有众生呢信佛因果，所以我们要了解到这个相信因果非常重要为什么？因为我们六道轮回都是不知道因果种了很多的业因，然后接受果报受苦。那我们假如说了解因果，相信因果，那我们呢在因种的时候就已经这个非常慎重，不种呢那个恶因。那只要呢我们恶因都不种就不会有果呈现。那我们呢在凡人的生活就尽量能够呢帮助大家。那帮助的个方向角度就不会有恶的因果所以我们呢这个相信相信以后也是拯救自己有一些这个心里面这个不安的时候去做的事情那个都合真理所以多多少少我们都会有这个业障呈现。相信过了以后我们呢越深的相信越不容易造因所以就可以解脱。那么说这个三皈依各位先贤，这个三皈依归佛归法归僧，都是归到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是向外是向内我们归佛了就是我们玄关妙窍归法了就是呢五字真经归僧呢就是我们的合头所以佛身呢全部呢都在身上我们一定要皈依重点就是相信自己不生不灭的佛性我们呢对自己的佛性相信度都不够所以
还很欠缺啊。这边呢就鼓励我们受三皈依，那么持五戒这个杀盗淫妄酒我们那个很容易啊，对，很容易呢就可以啊去做而且就时时刻刻警惕自己啊能够这个持五戒，然后持善，就是我们那个身口意身杀盗淫，口恶口妄言请舌意啊贪嗔痴，我们加一个不就善了啦就10个善所以修十善。然后是恶亲，就是父母亲然后截断血语那个食语不正常男女关系我们都能把它截断。那么常行正道所以这个包含就很宽广，我们要行正道这个斋生供佛就能够呢这个持斋能够呢供佛，修塔造天转送呢大圣。那么庄严佛像就是呢我们能够这个在外表也注重了这个因比较引进初阶的，所以收的都不深可是我们可以深入中了解那个庄严佛像了以后就是引诱众生修道，佛像很庄严众生追求了以后就自己要从心地改这样的表现现呢就会好看。那么护善呢遮恶，这个倒是蛮重要的，我们大概很欠缺这个呢我们要维护一定呢要加以宣扬。然后恶要遮，我们要允恶有的时候这个隐恶会越来越恶，可是我们要了解到这个恶在我们来讲大概都是一念之间。那假如说我们有一点那个心地不好的那个念头有了假如说被人这个宣扬，那我们可能就不会去改过，不会反省那假如说听到的人都不说，那讲的人他会反省，他会改过所以那个隐恶有这个功效。而且呢凡尘要了解说事不出门，坏事呢传千里就是因为都在宣扬这个恶啦这样整个社会以为都其实好的有99%，坏的只有一个1%，那1%大家都知道，99%没有人认识所以都以为大家都做坏那心里面行善的意愿就低了要了解说整个假如说宣扬那个善，我们都会效仿像我们这个台湾那个台东卖菜的那个陈世举你看他一宣扬了以后都人效法，都小额捐款捐给慈善机构，你看那个多好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有不要讲要隐恶所以这边遮把那个恶遮住不要让它扩散一扩的话我们都受到感染现在这个我们了解说免疫力各位免疫力都不是很强，很容易受感染所以我们要培养很坚强的免疫力。那么做呢大福田这个也是蛮重要的因为假如说我们这个标榜修道的这个行持都非常的正，那看的人他就会效法，这个叫做种他已经种善因了，他效法的时候就是种善因所以我们呢只要你都行出来，都让大家能够称赞，那这样的话整个风气社会风气就会改变所以做大福田。那么世人所受毕生的上界这个人他寿命到的时候一定可以天堂。所以这边释迦牟尼佛讲的天堂还是始于在这个欲界6亿天因为底下那个33天就是忉利天，那忉利天呢在欲界的第2天欲界的第1天叫四天王天欲界第2天叫忉利天
第一天呢在须弥山山顶，天王天呢在西山的半腰，在腰半腰，然后那个忉利天的山顶，东西南北各8天，4、8、32，加上中一个第4天，皇帝的缔结是第4。第4天总共33天，所以我们所说的30天就是忉利天，欲界的第2天，还属于地基天，在地面上居住了，那再上去呢，夜摩天，那已经依空而住了，再上去呢，兜率天，是我们老子是还没有掌天门前掌管，再上去乐变化天。最高的第6他化自在天，所以6欲天，都是6欲。然后之前有讲，我们完成了50年，4天王天才1天1夜，倍数，在忉利天呢完成100年了，夜摩天完成200年，兜率天呢完成了400年，乐变化天呢完成800年，他化自在天完成1600年。所以假如说我们有天福到他化自在天去享受，我们先去了解环境1天时间回来完成经过1600年，没有一个人你认识都已经改朝换代，所以我们了解说，虽然是想那个天福可是它有限，有一个限期只要落入期限不管是几年都会到，到了就又下来6道轮回。那么佛在讲，只要去这个6欲天里面享福落到凡尘以后就连人道的资格都没有，直接落入三恶道。因为在天道享福的时候我们都这个骄傲被人朝拜的时候各位先可以了解那个环境造成，大家非常朝拜你、供奉你，奉若神明，各位会怎么样？心里飘飘然，高得不得了，对不对？这个叫骄傲，我们要了解说，修正以后没有这个东西，所以不会，可是你在享天福我们受人朝拜因为解决众生困难，你都自然而然就形成了那个骄，所以我就讲，在天道那个福尽了直接就落入三恶道，畜生道、地狱道、恶鬼道。所以佛不鼓励我们修道人去天道，可是鼓励凡人他要行善不容易，所以要先鼓励他到天道去，他就很向往了。可是在我们修道者来讲，我们那个慧命，我们的佛性不生不灭，那个假如说享受个几万年的福报，那也是刹之间而已，刹就过去了怎么会贪图那个刹那的享福不会，所以一定会回归本位。所以我们要了解说，只要我们肯用心努力，绝对可以回归本位。我们借得上天台海普渡，我们老师呢讲道盘的时候很努力修，赶快能够超出真的6道轮回。那么五欲妙乐，这个五欲各位学姐，就是我们身体那个身体的感受了。我们身体的感受让我们最快乐的我们身体这个感官，眼耳鼻舌身5个，然后对色声香味触5个这样合起来叫做五欲这个五欲就让我们在等追求的目标，完全都是追求我们感官的刺激，追求这个欲望的满足就是五欲因为那个念第6个那个念那个不在现象，所以就不列入，所以只有讲5个眼耳鼻舌身色声香味触相对
相对产生的快乐。所以啊，我们就聊到男生赚钱赚了很多钱以后啊，他那个钱就可以啊很快的就甩给人家，所以去体会理的啦，就是要去享乐啦。你看那个都是五欲啦，五欲乐。那我们要了解这个身体呀，是天地的物质，所有风土众缘际会啊，借我们用是假的。不真，我们不能把真的佛性啊来享受肉体的假，不可以。我们要借身的假来修佛性的真，那个才是正确。身体是假的啦，一定要还给天地，我都没办法主宰。要了解说现在给我们用，好好用。为什么？不知道哪一天这个先父已经癌症第4期了，那时候怎么样？想再做，来不及了。所以能够做、能够用的时候，我们就赶快好利用。借假修真，把我们真的真不昧佛性啊，使它光明，使它清净。那我们现在啊都不敢说光明清净，那我们一定朝这个方向力。简单4个字，清净光明，光明清净。清的话一尘不染，净的话一念不生。你看2个字就够我们做的了。一尘都染，一个凡尘啊，你都不染，难道你一个念都不生？你看我们万年放下一念不生，是不是啊？可以到清净。所以都是可以努力的，就看我们愿不愿意啊。各位愿不愿意努力啊？愿意。这个要对自己负责这个要努力的话，日常生活之中，我们都会有空闲时间只要你有空闲，你就做心理功夫半年都放下，这个凡尘的缘都是假的啦希望不实在最实在就是我那个智那一念不生的那个佛性本体，那个是最实在让它都整个能够呈现只要你深入的。对很多的不可思议境界呈现，都是我们佛性本身的功能作用。那佛讲我们佛性的最大功能作用可以转世天下，就是东赡神州、西鸟贺州、南赡泸州、北利泸州可以转。可是我们现在连一个钓鱼台都转不过来，所以我们都还没有发挥到我们佛性的大用。所以呢，努力修，真的让我们修到那个程度，我不想去转那个了，没有，这个山海苍田变化很快，一下子就过去了，这个一个元会129600年都很短，一下子就过去了，尤其我们一生没有100年而已一转眼就过去了，那我们这个在座的年岁都有一点了，再年都不到了啦，所以一定要好好把握，把握这个有限的时间真的清净光明的佛性修正出来。那么思一啦，想识识字，在这个6欲天还有这个啦那我们进入慧命之后就没有。慧命也不用，不用想这个衣也不用想吃不用，那么皆是呢自然化成，不用人力所办，天上一日人间100年，各具无神通，快乐逍遥自在，这是这个接引出击刚好进入修道的那个法门的时候讲。那么第17章邪师外道，我们是最怕邪师外道了这个今天的这个报纸的大标题就是那个日月明功日月明功大家都有稍微了解一下嘛你看他是借着这一种修辞来骗人的钱财，
竟然领了2000万准备要逃亡，所以就这个还押，所以他真的我们尤其他那个底下的程度都很高的，诗都念得很多，所以我们要了解说这个人性的东西呀，真的有时候不关我们的那个邪事，从人出发的东西不要用到坏的地方去了。这个邪师他一定也有研究，也知道，只是走偏了而已，有企图然后私心，故此文思思虑世间呢都邪师外道，不知呢善恶因果，所以那个不是说不知，是明知故犯，邪师外道都是明知故犯，不达人回就是没有透彻的研究真理，不知道我们呢这个因果报应是铁定，他不知道做坏了以后会接的果报，我们呢这个凡尘现象就可以看出是一种趋势以前这个满守道德的时候那个生孩子都一大堆那头较白，然后现在那结婚的都标榜不生了，所以就少子化，孩子越来越少，老人就越来越多，要了解到现在孩子缺少了怎么办？养宠物了，所以你在坐车你就可以看到人家抱着宠物，然后用那个笼子装的，然后那个叫做没事找的，心理空虚还找个宠物来陪伴，所以我们了解到说人生整个意义都已经丧失掉了，活在人尘就没有什么意思了，所以我们要活得非常有意思，就是过得呢非常理想，不会白说到凡尘我们呢一定借着这个机会赶快呢能够修正，最好的这个时机真的一过了就不一定能够找得回来。那么一向狂心信喜这个导见真命这个神鬼这该尊重的他不尊重，他不该尊重的他看得很重现在呢反正就很多这个样子盲目那行伪教法那个教的方法都不是呢要我们上天堂，都是要下地狱狂惑世人狂骗迷惑我们凡尘的人所以这个到最都大往后呢这个一失人生真的就是在阿鼻地狱永远都没有翻身的时候。那么广杀滋养牛马群兽畜生的生命所以那个都是错误了那个虽然是下等动物它也是众生，下等众生它因为做得不好，果报呈现那样的那我们凡尘现在虽然有人的身体只要心地不好，往后也是一样的出世以后的身都是畜生的身那也要了解到差一个不一样形象。那么自贪食肉妄称呢先祭地自己喜欢吃然后呢就讲说祭天祭地祭神祭鬼，求福求寿，保家保身偷鬼为由干人财死，所以这个都不正讲，这个我们一看就知道了所以我们修道要培养就是一下子有那个慧眼能够看到事情的真假分辨它好坏一下子马上呢就能够明白。那么又有这个尸鬼狐毒传授世人，妄称呢功利度人呢生冤，要财物活命活自邪命
自己的那个邪命啊。所以我们八正道里面啊有一个正命，正命啊就是正确的职业啦，就是我们讨生活啊来源都是正确，不能不正确啦，不正确叫做邪命，邪命的话都已经是邪命，哪有啊这个修成，当然是没办法。若杀命啊，得命，亡火常在世。杀命呢可以救命的话，那以往的皇帝啊，那些呢他们都可以永远在凡尘。若狐毒啊，能忍，皆师啊得上天。所以要了解那个呢，狐毒就是在奇异鬼神做事啊。假如说我们有看到啊，那个外面那个有那个五方旗。五色的旗子那个啊，它就是在扬那个这个地势的那一些那个手无形的啦，所以我们就尽量不用去接触，不要接触那一些这个不正的一些法，那个叫术，法术。世人迷人啊，信此邪见，大家呢相连同入地狱，一失人生呢，万劫就难复了。释迦牟尼所以时常都讲这一句啊，只要我人生一失掉以后啊，为什么一失人生呢，万劫难复？因为我们有人的身体呀，我们就可以想象，自从我们出生以后啊。到我们经口之前啊，吃了多少的众生灵，一定没办法算了。所以你看一命一命我们拿你看拿还的碗啊，或许都讲那个乌拉鱼呀，各位有吃过吗？小时候那个小小一条你吃了一口。已经好几条命了，所以你看我们要还真的很难还清呐，所以要了解说这个现在的凡人啊，他也是大口大口吃啊没有感到说哪里不对了，所以我们就是要真正的努力自己修，然后推广让大家都知道啊都是众生。不要相害，一命害一命呐，冤冤相报。何以故？求福啊，莫过呢斋戒布施。所以我们要呢这个求福，要有福的话，就能够呢我斋戒，不吃荤，然后能够布施，布施舍。就是帮助别人，这个布施呢，在六度来讲摆在第一个，很重要。我们能够布施啊，就不相了，因为都舍了，舍掉了，布施了，不住相，心地宽广，求寿呢，莫过啊，不杀放生，要有寿命长啊，寿命很长的话，就是呢，不要杀，而且又能够放生。那么求慧啊，莫过啊广学多闻，所以这边求福、求寿、求慧，都教我们方法，要广学啊多闻，要了解的宽广，心呢才能够开阔。那么求安呢，莫过啊醒尽智慧，能够反省，能够一些不可以做的啊，就能够列入禁戒。智慧啊，我们都非常的明白。那么是故啊，欲求正道，莫信啊邪师。一出轮回啊，莫犯因果。我们要脱离六道轮回，一定呢不要再造恶因啊。这个因果一定要信。罪福报应啊，如影随形。它是跟随的固定一定的。邪正道书啊，正道邪道是完全不一样。那么苦乐啊，各欲啊，苦跟乐啊都不同。
能够修正道了很快乐，进入邪道啊，那个苦啊都跟自己连在一起，这样只要是学正道了，我们受现象的苦啊都不会觉得苦，都会觉得很快乐，所以我们了解说那个邪道跟正道啊差别很大。那第18章外道六书，印度啊有外道6个大师很有名呐，尊师菩萨呢问佛，云何呢是外道六师？那释迦牟尼佛回答说，如来灭后都有波旬，这个波旬就是魔王了，魔王的名字叫做波旬，入我法中啊，是我誓言。魔王进入呢，佛法之中，然后自在那个佛之庙，剃头披和，那个和就是黑的就是和尚穿的衣服啊叫和，然后我们百姓白衣，我们叫白衣呀，那个修道人叫和，披和，就是黑色的那个布料。那么称为称佛弟子，是啊，那个波魔王呢，已经呢进入啊，那个寺庙，然后呢跟和尚一样穿一样，称为是佛的弟子，相供啊，谈乐，这个谈就是布施啦，乐呢就是越过贫穷，只要你布施啊，就能够越过贫穷，那个谈。就是啊，那个梵文檀波罗蜜，檀就是布施因为你布施了，就能够越过贫穷，叫檀乐，檀乐。那么饮酒食肉污慢净地地狱外道，所以啊，就佛就讲说那个魔王进入寺庙内呐，就称为是佛的弟子，已经呢。跟那个谈乐啊，饮酒食这个饮食酒肉污慢净地，那么复有千妻代子知佛伽蓝，佛伽蓝呢也一样是寺庙，偏学瑜伽教相，自称呢依法弟子，饮酒食肉呢以人修斋，不生不熟啊，第二外道。所以啊，我们了解说，有这个像西藏啊、新疆啊一些偏远地的他们的那个修道呢，就是因为没有那个地啊，没有长五谷，也不会长蔬菜，所以啊，他们那个地区就没有说吃斋，就是啊，都是吃动物的肉。因为那个时候啊，那个环境之下，为了要活命没有那样吃啊，不能活命啦，先把命保住了要紧。佛那个时候呢，也说呢，那一些啊都是佛化身啊给他们吃。故有邪人上无师父啊，下无师正，被鬼啊迷智啊，邪物啊聪明。不加修功自言成道，所以我们了解说我们都是要有这个依据的。那假如说没有这个师父，也没有正义正验这样的话呢是会害人的。那么外托呢教内行邪法，后乱世人同入邪路，灭佛之种。所以我们要了解的佛的之种，就是我们呢不生不灭佛性本体，我们的本体啊不能被消灭掉，这个是第3外道。那么复有外见偏学有为行虎作水，驱鬼遣神，祸乱世人，增长恶见。所以我们要这个在完成生活的时候啊，增长都是善见都是呢上进的不能有恶的。那灭佛正见，第4外道。那么复有道依修救，修救就是吉凶
吉凶呢叫做修救。那么学问吉凶占卜啊践行先道呢后福后乱世人灭佛之言把佛正言见法之言都灭掉了。第五外道。那么复有装模作相空腹高薪实在没有实际的学到什么，可是心呢就很骄傲未证还没有证收了，还没有领悟收悟了，一言半句变为究竟一言半句已经到究竟了不时有言察国讲处直持邪教后乱呢无智就是迷惑没有智慧的人不用看经念佛，不用做午餐禅，不用出家受戒，不用投离别师偏执色身与佛无违我们要了解到这个色身跟佛是不一样的我们色身就是这个父母亲把我们生下来，然后佛那个身它是透明的那个是经过修正了以后呈现不像我们是这个男之间结合生下来完全都不同所以不能这个没有那个智慧去分辨。那么皇后无智，同入黑暗断善根苗所以我们善根苗非常的重要灭智慧种我们智慧种就是般若不能被灭掉智慧呢跟那个佛性本体它是同根所以一个理就是佛性本体，一个智就是般若就是智慧理智一如离根它是合在一起。那么执着吃完第六外道，那么此等六师多寻外道，以后末法入我法中，坏佛伽蓝毁佛正华，佛教相佛赐大圣愿力菩萨随方现，后为人王帝王地主，后为宰官长者，具大威德，各一方佛之坛乐吹灭学道，真守正法，不令外魔得其方便依佛说者是佛弟子，随圣学者即是波旬相同诽谤大法，会进阿鼻地狱好像箭一样快，一失人生无有次取。所以我们了解说阿鼻地狱为什么叫做阿鼻就是已经进入以后没有机会出来，受苦没有间断所以阿鼻呢翻成中文叫无间没有间断无间地狱那么第19章根性的迟钝根性假如说比较迟钝就很锐利很锐利一点就行。那比较迟钝的这个千说万说的说不过来。文殊菩萨问佛：或有善男子善女人根性迟钝，福德力微虽信佛修，心不开悟功夫不了，云何得度所以这个我们就是要了解现在因为末法时期我们经过的六道轮回太久，然后本妙智慧都一直磨灭一直不见所以那个根性锐利的就不多了大部分都是迟钝的。那为什么？因为它福德力微，是行善累积的那德都不够善不够善不够没有办法发根，善根不生花你求道都困难所以我们要了解说，我们既然能够求道
都有具备善根呐，而祖先也都有德，才呢，这个允许我们求道。求道了以后，我们要勉励自己，说啊，这个累世以来，因为迷惑的太久，都没有朝善的方向去进行，都呢，朝自己本身的想法，去追求，就因为这样越来就越沉沦，越没办法呢，这个上进。那现在呢，已经呢，这个清醒了，清醒了以后啊，就要这个改变走啊，改变心态，心念整个改变，然后努力呀，这个修持，让自己呀，可以恢复清净光明，可以呢回到我们本位，只要我们努力呀，肯做，不管来源是怎么样，都可以成就，所以啊，有一些反而根基来得很好，可是啊，一落入凡尘以后，也好，就福报大，那享受福报就迷失，等到呢又归空以后，他才了解啊，我要打帮助道怎么都忘了，又有一点慢了，所以我们要积把握，说这个时期呀，最好的时候。那么佛就回答说：根性虽钝，但有坚固真实的信心，不对斋戒事实发愿忏悔，这个事殃障消。所以我们了解这个凡尘所有的一切都不定没有固定，所以我们要了解到一切法都无定。没有固定有的说我的丁西人欠你有一些债必须要了那个叫定。可是那个定是在你的心你心定了，那个果报就真的呈现。那你心未定虽然每世之间有造了一些不好的因，可是我们这个时候能够心里面明白，我们呢不有那个缘让因来接触，因缘不接触果报不现象所以在我们可以改的时候从心改变，你心一改变以往的恶因它会消弭掉，会消失的不见了，因为你的心改变这一个恶因接不了那个善心的缘所以恶因就消失了。所以不定各位田姐，凡人一切都不定。假如说固定那我们众生就是众生佛就是佛，那就不用修了，这个叫固定因为不定，我们修才有效。我们可以改变，虽然现在是众生，可是我会修到成佛。虽然现在环境很好，可是我不努力修，一样堕落，一样还是沉沦。一定呢要认识，不要仗着外面的缘，外面的这个所有的缘都会变化，所以一定要坚强自己的内心。自己的内心对自己不生不灭佛性本体有实质的相信，坚定绝对绝对相信，这样的话往后的一切都好办。我们呢在凡尘的生活要了解，都虚幻不实在的都不用太过于计较可以帮助人多多帮助人不要找人麻烦那个找人麻烦就是找自己麻烦所以我们为什么时常到有一些都不合理的那个遭遇，就是因为以往我们一样用不合理的方式待人，所以在回转他呢落在我身上所以我们就欢喜心甘愿受，一切都没事就够了也可以培养很宽阔的心胸生活也过得很如意就不会有
那个互相那个对立的危险出现。所以这个坚固真实信心非常重要不退在一起，不管环境再怎么变化一定呢就是要持斋，不能呢这个杀害这个众生的寿命来呢补我们的身体所以不退呢斋戒。那么时时可以发愿忏悔就是时时刻刻从自己的佛性本身发挥就是我要恢复我佛性本体就是花这个很大的一方面帮助自己，一方面也帮助众生然后能够忏悔。我们一定呢要了解到我们在凡尘忏悔这两个字我们都不喜欢去提的，可是我们要知道，我们可以说时时刻刻不知不觉都在悔过。要讲说我们能够保持有忏悔心这个就是忏己前愆，就是我以往错的以往有一些我们想的我们做的对了，可是我们都不知道不对，坚持非常坚持是对不知道对，等到我们接触面观广了以后，我们才知道说原来不对了所以我们能够忏悔的话忏了就了解说已不对能够悔往后不再犯这样的话呢，我们就越来越清净光明真正的路我们呢修道的路途不然有时候我们光这个讲修道都很久了修个什么出来没？各位都有答案了吗？修了很久了，修道很久了都可以算成我都年都好多年，可是功效呢在哪里？还没求道之前跟求道之后经过这么多年，改变在哪里有没有改变？一定有怎么会改变？只是多多少少而已一定有所以要了解到最大的改变在我们的念头观念一个念头只想到自己现在的念头会想到整个环宇宙就很宽广。那能够呢发愿忏悔，就能够呢这个释殃这个障消我们的累世以来所做的因都可以消除掉了。所以或者就讲说完成的事都不固定只要你心态改变一切的遭遇也会改变就是以往我们不知道不明理那个时候所做的错误现在它已经消失了，在我们心都已经透彻了解以后它不再呈现所以就很重要或者都一直看这个佛经然后看说以往做得很坏，然后他改过以后就成佛了那以往那一些要怎么办都讨不到代的所以我们就了解到，我们既然能够成就了以后佛有讲没有亲戚关系没有朋友关系，没有一切关系的你都要度了，何况是跟你有关系你怎么不度？对不对？所以就不怕说冤亲债主没地方好债，绝对的透头了更多的都给他不会呢这个我们呢不会吝啬都一定呢很宽容所以这个问题或者导师一再去探讨追究了很多人都很现实对不对欺负了一定要讨回来那我们从真理的角度来了解都确实能够从真理的角度来解决都没有在这个心里面有不甘愿。我们要了解那个不甘愿一存在了以后它就是一个很大的结。那假如说修到能够飞天这个遁地你遇到这个很大的甲，你在飞天都摔下来，为什么？
因为他要你帮忙他解决他的困难。哦，你既然能够飞天，就有能力。哦，所以要了解到，哦，那个只要你很大的那个烟气啊，一冲天了以后，所有过往的生命啊，都会摔下来。要帮你解决问题。所以我们在生活之中就不要造成别人的怨愤。要了解那个呢，累积久了越来越大，恨就会越来越大。那我们要所有的这个业障啊消失，都没了，都消失，才能够清净光明。那厌满慧性啊现前，只要我们都能够按照我们的心念努力去做，厌满了我们慧性就是我们那个般若妙智慧啊，整个都呈现在我们眼前，变得开悟。那个迟钝根性迟钝就不见了，就能够慧性呈现，可以开悟啊，可以见性可以成佛。各位见性了没？见性就可以成佛，要对自己有信心那么第20章，这个毁善信邪论，把善毁掉，系这个邪。不是菩萨呢问佛：若有众生见佛不理，闻法不信，风声不敬，诽谤善人，破人的斋戒，不信因果，欺慢邪圣，戒信邪鬼，步步造业，不修寸善，此众生既执邪见，生前不信三宝教化，死后皆堕三途。那个三途呢我们有2个解说，一个就是三恶道，那一个呢就是刀途，这个火途水途，就是受很凄惨的力这个能够这个修善呢，就可以脱离这个三途。那么受大苦恼，求出无期千佛出世不得救度。我们要了解这个一个劫才有千位佛啦。千位佛已经出现在凡尘都还没有办法救出这个人。那可见这个人所造的业是已经够久了。我们有看《六坛经》六祖就有讲之前庄严劫有没有？庄严劫，然后庄严劫有1000佛到呢我们这个之前就已经结束了，现在进入贤劫，贤劫一样有1000位佛到释迦牟尼佛是第4位，弥勒祖是第5位然后最后一位是那个韦陀现在是护法他是第1000位玄劫的佛。然后我们这个玄劫过去以后还有那个星宿劫，一样有1000个佛啦。各位就可以了解说那个一劫有这么长，就光一佛跟佛的时间我们可以从我们这个身体接近的时间来说释迦牟尼佛到我们弥勒佛我们就可以说释迦牟尼佛过去了，到弥勒古佛还没下生，这个就已经够久了，对不对？可是这个你看千佛里面都还没有了解我们过的就要几生了，几生几世所以我们知道说我们身体的寿命真短没有办法了解到这么多了。可是只要我们修道回归本位以后我们可以都了解，全部知道这个以往以后全部会知道。现在呢局限呢在现象里面我们所知道的都很有限就是短短的一个时间里那我们努力修的话，都可以
了解到很宽广。所以这一篇呢，我们光看文字啊，大概呢就会知道它的意思。那么五戒第21章，文殊菩萨呢问佛，一切的罪业啊，何业最重？所有的罪业啊，哪一个是最重？那佛呢就说，一切的最重啊，杀生食肉，业业啊最重，杀生食肉。各位就可以想象，我们现在整个凡尘社会啊，这个杀生食肉是不是很平凡？觉得都很平常，那都是没有罪所以啊，我们看到这个说呢，这个所有的业啊，是杀业最重，杀跟吃啊，因为它这个杀生食肉，这个业啊最重，何以故？一刀呢还一刀，一命偿一命，所以啊，我们要了解说，我们都这样，被人家烧衣物我们都要讨回来，所以那个一刀还一刀，一命呢偿一命。那么千万生中啊，香淡啊无休，那个淡就是吃啦，所以啊香吃没有休息。是故啊菩萨呢欲出轮回。我们呢，这个所有众生啊，要脱出六道的，先学慈悲，一定呢，要学着慈悲，不食不杀，不吃肉，也不杀生，这个呢是最重要所以啊，我们要学着我们心里面所有的这个慈悲喜舍。慈啊就是娱乐，给人家快乐；悲呢就是拔苦，把众生的苦啊拔掉。这个喜啊随喜，这个舍啊，就是布施。所以慈悲喜舍啊，是我们的四无量心。我们佛性里面啊，记四无量心，就是慈悲喜舍。所以啊，只要有修正的我们都称呼啊大慈大悲，有没有？那个就是发挥了佛性里面本来有的无量心大慈大悲。那么患偷盗，就是啊不犯这个偷盗第一啊就是不要杀生，第二呢就不要这个偷跟盗，偷呢小偷啊，盗就强盗了不要呢这个当小偷，不要当强盗，破人的富贵你当小偷强盗啊，就是要拿人家的金钱所以破人富贵。那很小啊习大，虽然你偷的时候是不多，可是啊那个利息啊是非常大，要还的时候啊是一大笔呀千万生中啊酬他数载。千万生呢，都一直在还，还那个债，还那个偷盗的债，何以故？若属他呢，不以自取，东西啊是使以他得，不予就是给啦，伊不爱给我给他不给我，我自己拿，这个叫做呢，偷盗。那一文一利啊，皆用啊田凡。所以啊，我们一文一利呢，都要田凡。是啊，菩萨欲求富贵啊，财物如意，先学布施。所以要了解说我们要有福报啊，要有很多钱财可以用。就是啊，你只要时时刻布施，学习布施啊，福报就来。所以那个檀越布施啊，就可以越过贫穷。贫穷的人就是不肯布施，所以他贫穷。只要你肯布施了，你就改变环境了。所以啊，我们在因的时候种，布施，然后果报啊，福报自然来。所以呢，要这个会啊，就要这个布施。那么何况呢，偷，就是啊，布施得的做美福啊。都已经来不及做了，怎么还可以偷，还可以就不可以。
那么第三3万呢换这个隐喻恩爱啊相残千万中啊不得解脱，就是男女之间的那个隐喻呀这个呢千生啊解脱不得，何以故？生死根本啊所以我们了解那个男女之间就是做会为生啊生死的根本。那么淫呢为种子，是故呢菩萨欲出生死先断呢这个爱欲就是不要有那个做爱的事情。那示范呢这个妄语口业相侮千万生中呢事相攻。所以我们这个嘴巴各位就是要了解嘴巴讲话很容易就是不要随便讲。我们现在人很多福都被我们嘴巴用掉了讲话很容易都一直乱讲话，把该享用的福都从嘴巴讲话已经用掉了福就变了所以这个我们要这个口要守一点德有口德福就有所以这个不要讲这个妄语那不实在的话呢更不能说。何以故？冤家相冤家呢相报这个冤家呢都会这个冤冤相报世事相吞。是故菩萨呢欲求入道宣邪诚实就是我们了解说以诚天地呢这个最诚，所以不诚就无物了。假如说我们不诚就没有东西啦天地非常的诚你种什么呢它就什么所以非常的诚那我们的人呢就是要学天地学的这个诚只要你都诚了自然这个互相之间就可以细水长流就能够长久都交往。所以那个诚呢是最重要诚实。那么换呢这个饮酒昏迷本性一喝酒了以后我们这个本性都昏迷了。那千万生中呢自暗心昏所以喝酒的呢会把我们那个波德整个掩盖我们佛性都不见了这样呢我们在凡人活的就没有意思。何以故？酒力迷心世事暗钝身体臭秽而且我们没有喝酒的，闻到那个人家喝酒的酒味都很怕那个味道有的人一闻了以后都呕吐了所以那个酒就是臭秽它放在玻璃瓶内静悄悄了，进入身体就作怪所以我们就呢不要去喝酒。可是假如说是我们要用药他要借着酒的话那个倒是治疗身体的啦，那个佛允许。闷乱颠倒喝酒了以后闷乱颠倒。是故菩萨呢欲求定心我们要呢学有定心呢聪明智慧要有聪明智慧当断呢酒业就是不喝酒。此五种内最大最重。若人前持就是持五戒直成圣道。若人不持永堕存轮，一失人生呢万劫不复。所以这个大乘金刚经论的最多呢出现的文字就是一世人生呢万劫不复。让我们到说人生难得现在已经得了，要
借假修真，努力的修复佛性的光明清净。那第22章受恶鬼道。文殊菩萨呢问佛：到何等业受恶鬼道？这个恶鬼啊，就是那个喉咙很小，肚子很大。那释迦牟尼回答说：一切的众生啊，牵吝财物，贪恋衣食，偷满宫众私己受用。所以我们了解说，那个牵就是我们这个台湾话讲一仙钱拍24个角，就是牵各位还听过吗？这个话有，就是吝啬都不肯帮助人家啦，那个就是牵，吝啬，吝就是吝啬，牵吝财物，就是对财物呢，都守住了，不肯布施，不肯给人，贪恋衣食，在衣食方面呢，都贪恋，然后偷满宫众私己受用，这个倒是要自己检点的啦。假如说我们有上班的地方，有这个公用的东西不能拿来私用，这个我们一般都会啦，在哪个地方上班就会拿哪个地方的东西变成我们自己的，那个就是已经呢这个公众的东西私己在受用，就已经呢造业。那么有人起化不记一文，有人来这个乞讨，化缘这个都不肯布施，玩家呢称骂，只图自己保暖，只有想到自己保暖，不许他人呢恶动，他人呢恶动都不管。那么寿终呢，寿命到了以后劫堕恶鬼道中，决定堕入恶鬼道，长期虚虚，这个烟火细如针，它的烟火呢很细，好像针，吞食不下。可是肚大呢如鼓肚子大的好像打鼓的鼓一样，头大如山，唐逢饮食自然化作龙头热铁，饿的呢口吐猛火，鼻吃青烟，肉形黑瘦夜满力消。所以这个恶鬼很可怜的，肚子很饿吃不下东西，没办法，那个针那么细都通不过去我们假如说这个假如说已经2餐都没吃了，那个情形怎么样？很饿的，我都一直想吃东西可是这个你看我们才没有到1天的时间那个是长期的，长期都一直饿都没办法吃所以了解那个苦就是要去接受。我们了解说在凡尘就是很容易一落入果报的时候它已经是定了落入果报已经定业要接受了那我们凡尘一切都不定，都可以改变的。第23章堕了畜生报这个畜生文殊菩萨来问佛：造何等业堕这个畜生之中？释迦牟尼回答：一切众生呢贪酒食肉，乃杀禽兽，铺设呢宴席其欢作乐，果报呢为生，筹钱命债。一切的众生呢，我们都是贪酒食肉啦。这个尤其过年了这个尾牙都到了最容易见的场面大家都举手干杯，有没有？满桌的都是那一些畜生肉
那一些众生肉，那可见我们杀的厉害，所以了解说堕入畜生，所以果报我们吃了在那个酒席宴席吃了，接着他的果报就是当畜生。那么又有借人财物为此筹还，或有呢偷骗他人夺人受用，果报呢为此所以又有讲说借人家的钱都呢没有还，或是呢还的没有清，或是偷骗他人夺别人的来使用，那个果报就变成畜生，所以我们要了解那个果报很厉害啦，我们这个呢就不要去犯了这一些事。还人这个欠债只是业绩当畜生呢来还人欠债。佛学就讲假如说我们欠人家的钱没有还，然后我们出生鸡要来还债，我们出生一世的时候才还300块一只鸡300块你出世一生大概1个月你还个300块你假如说欠个30万要还多久？就很久了所以要了解说我们凡尘都很容易的事情一进入果报了那没得价还价了就是该如何就当如何了那么第24章一体三宝文殊菩萨来问佛何呢是一体三宝那我就回答说性是佛宝，如如不动，所以这个很重要。我们那个佛性的本体它是如如不动都呢一点都没有啦之前我们呢这个都有讲说呢用那个照相机的原理各位还记得我们按快门的那一刹那绝对要静止，对不对？晃动的时候影像就模糊了可以用这个原理来归到我们身上。假如说我们的佛性是跟着我们头在动，那我们的头都一直在动，是不是整个影像都模糊？可是我看什么景象都很清晰这个就是按快门的原理，如如动我们佛性本体如如不动，动的是你的身体是我们的身体在动，佛性不动。所以看见你转头很快来看景象一样清晰就是证明我们的佛性如如不动所以我们了解说原来有如如不动的境认识了吗？对我们很亲切的因为太靠近了而不认识它了那我们现在就把它讲明说真的我们佛性如如不动因为整个空间整个虚空宇宙空间甚至于超出太阳系已经在西方极乐世界、东方琉璃世界南方宝成世界四方见的世界全部呢都有佛性在没有颠倒都不用动所以每个地方都有我们佛性本体所以如如不动。那么心呢是华宝明觉公正是也，我们的心呢就是华宝就是能够明觉公正，只要我们呢这个所见的都是正确都是然后凡尘的所有一切到我们的心来马上呢就转怎么做怎么处理所以心是华明觉公正所以文字不多啦，可是讲出来呢确实都是我们所具备的。那么身呢是身宝清净斋戒
这边呢就讲到我们的的持斋，就是能够清净，斋戒，能够呢这个素食，所以三宝，所以我们呢佛法身呢都在身上。那佛呢在我们求道来讲，就是我们玄关，法呢就是五字真经，身呢就是合同，所以一样是一体三宝，就在我们身上都具备。那么第25章三种呢境界论，文殊菩萨呢就问佛如何是三境界？那么佛回答：第一恶心弃尽，所以重要就是要把恶心我们心里面不好的那个念头不好心全部都弃。那么第二个善心写满这个善充满我们整个心胸。那么第三呢度尽众生，我们呢就是要度尽众生。所以我们了解说一个念头就是一个众生，那我们有念头要把它度尽，度到念头没了，众生度尽了，所以我们念头没有的时候非常多了，越多的时候念头就越少，就表示众生都被我们度尽了，到后来一念不生了，众生没有了，这个从我们内心来讲，当然外面呢亲朋好友只要有缘呢，我们就努力去度化，希望他呢能够走入佛菩萨世界。那么这样是名菩萨的三种境界那么第26章长得含子论，文殊菩萨呢又问修何福业长得难？那么释迦牟尼回答恭敬三宝，孝养二亲父母亲，常行慈善，受持五戒，心行公道，自目贤良，修持善根常得男子，三劫不修便堕女身，500年中呢为人一次有转身换身，忘却权益，欲恶因缘，同造不善，便是人生呢也难所以我们有看就了解说这个到男生还不容易可是各位要知道，这个是这个欠一些比较出入门来讲。我们现在因为这个坤道应运所以很多呢打帮助道的来还成相都转成坤道之身，所以佛性是没有男女之分它是一样的。我们身体有了以后各个所担的那个责任不一样。乾道有乾道呢的这个事，坤道有坤道。那我们就可以在这个整个凡尘来看，坤道的身比较要劳累啦，养儿育女大部分呢都是这个来担当，所以比较劳苦。同不同意？虽然说这个孩子一生下来是夫妻共有，可是大部分我们看当亲的都比较辛苦。男生当然在外面打拼也是很辛苦，可是的接触面比较广，比较呢没有那么这个受苦的那个感觉。可是到面比较窄，那一直就生活在比较狭隘的那个环境，就会产生这个很多的一些苦，影响出来一些问题，我们呢就是了解到说，现在有这个机缘到修道努力，只要努力了都可以改变，只要心境改变了，整个人生也就可以改变，都在自己掌握之中
假如说我们受着这个命运的摆布啊，那就很不理想了。我们呢就是要掌握主动，就是不造业，然后不受苦，然后呢救度众生，有这个明确的目标啊，生活的呢就会过得比较如意，比较这个理想。所以不用这个欣赏说男子身啊。这个男七宝第27章，复次文殊师利男身呢具七宝，女身呢有肉。那么何名七宝？一有志气之宝，道次有形无味，而有子为之宝，行事呢善长权衡。三有成家之宝，善能生财立业，四有安身之宝，善能呢抚亲两亲。五有圣之宝，善截断是非。六有安邦之宝，局里上下皆从。七有定性之宝，能亲贤习圣，是名男子七宝。其实现在我们这个坤道生呢也都具备了，具备有七宝，具不具备？具备。全部呢都具备了，所以现在或者有讲应运了，在坤道，所以坤道能够出头了，那么接着呢，第28章，女人五肉。这个女人何名五肉？一肉呢能为生主，以往都是这样的，要把你嫁谁，你就要听话，生的主人都没有办法自己主宰。可是现在这个大概我们不同意了，可以自己做自己主人。那二肉不能为将，这个也不同意了因为很多单亲的也都有女人自己当家主三肉不能为人主，人是小孩子不能自己要他呢跟谁这个我们也一样，现在也都不同的这个世代的变化环境都不一样。那么四肉不能为物主这个更容易否定它东西是我的物就是东西啦，东西是我的现在你呢也一样有那个自主权。那五肉不能为圣主这个我们就是了解到这个在现象说了，你修正到回归佛本位那个就圣主了所以也不能以现象来论。那么第29章到老呢这个修行文殊菩萨问佛，少年造业，然后到老修行，这个是我们凡尘的一般观念要修的话老了再去修了你吃到年岁大了再去修一般都是这样。可是现在不同。到老修行得成佛那个佛就回答说：苦海无边回头是岸。这个苦海我们凡尘就是苦海没有边际都在受苦只要我们回头了，回头到清净的彼岸或许以前以为这个回头是岸是在欠那个流氓后来才了解说不是嘞，每一个人只要你回头了精神不外放你就已经到达清净的彼岸。那若人回心发愿修行舍非从事改恶向善常斋戒酒参头名师得正见者不拘老少皆成佛道所以文殊呢在问这个释迦牟尼佛说：少年造业老了才修行，这样可以成佛吗？那回答说呢不管你什么时候修都可以成不管少年不管是老年，只要有心修都可以成
只要你具备了正见，八正道的第一个正见，各位都还记得吗？八正道，正见、正思维，让各位这个回忆一下八正道的这个正确所以我们要具备第一个正见，正确的知见正见非常重要这个才可以让我们成佛。然后正思维这个思维呢是在我们的佛性上正的思维不是呢我们的那个心意识。正思维跟思维不一样，思维是心意识啦，是我们考虑的心，那个生灭的心。可是正思维它是在我们佛性里面去了解那个佛性里面的道理，叫正思维然后正念，正念就是没有念，你全部念都没有了叫正念，你有念的叫邪念没有念的时候是从我们的波的发挥，那个叫正知正见叫佛知佛见。所以那个正念非常重要再来就是正语，你已经认识正确，你讲出来的也都正确正确的语言正语。然后这个我们要了解说正业身口意那个正业，我们呢会造业的就是身口意让我们的身口意都正，就是没有这个杀盗淫，没有恶口妄言虚两舌，没有贪嗔痴没三业已经清净，那个叫正业，这样了解吗？然后正命就是正当的职业，赚钱是正当的没有那个赚那个不正的钱然后正精进我们凡人世都要精进何况呢是我们修道正精进。然后第八个呢正定这个定是从我们佛性出来，正定，这个叫八正道也叫做八圣道能够达到圣人的那个程度所以我们的这个不能这个小看这个一般都讲这个小乘佛法不是它是一个根本是一个我们基本要修的。那么第30章这个破灾幻戒，文殊菩萨叫问释迦牟尼佛说：或有善男子善女人，一生斋戒种善根，老来呢颠倒破灾幻戒，那么得而呢福报这个还用福报来问那释迦牟尼佛回答：此等众生虽有善根，无大愿力无正知见。所以我们修道这个正知见非常要一定要正知正见那个大愿力愿大力量就大没有愿力那个力量就小。那么远离名师，所以我们就是要亲近那个善知识，亲近能够呢引导我们走正确道路的人不要呢这个呢跟那个讲话都负面的人在一起。那么漏失前功就是以往所修的呢漏失掉了六贼反转就是我们的六根六根就是六贼所以我们看佛经我们的六根眼耳鼻舌身意就是6个贼人那个贼拢在给咱偷我们的家宝把我们那个整个呢宝贵都偷走了所以六贼。那么六贼反转节制功德节自己的功德，本来这个累积下来的都很困难去累积的，结果呢把它反过来了，牺牲颠倒不成佛道
就没有办法。只要你心生颠倒了，佛道就不成。那么其中后有食肉必肉这个神道其中啊，就是有吃肉的，已经落入神鬼之道。上品啊鬼王，中品呢夜叉，夜叉也是鬼啦罗刹呢也是鬼啦，罗刹所以不管是鬼王不管是夜叉，不管是罗刹都是鬼都是呢在地狱。那么受人这个祭拜，福气啊消尽随业轮回所以看他做什么样的业又进入六道轮回一失人生呢就万劫难渡。那其中后有单贩的饮酒必落鬼道上面是神道，这边呢是鬼道。上品呢有这个财鬼，中品呢风业鬼，下品呢消散鬼。那么福尽气灭，随业轮回，失人生呢万劫不复。这边呢都一再交代只要我们人生一失掉了以后再经过万劫都没办法恢复所以我们要了解说生的重要，人生难得。我们现在凡尘因为这个生活不是非常的如意所以都会很多都不想生了不想活在凡尘会自杀。那我们了解以这个我们呢在六道轮回的路途来讲这个你要得到人的身体要具备很多的因缘才有办法人的身体呈现。可是你不要它却很容易的很容易你这个就消失。那消失以后你要让它在有身体的恢复这个很不容易很多的因缘或许在后天庙那个时候在那个第10殿他们都争相要到台湾来转世了，转世到台湾来那我们这个也是好奇去问那个鬼魂说为什么那么地方可以去转世，你一直要跟人家挤着去台湾用台湾就是他讲的那个那个时候我们也听不懂了。不过以现在来讲，是说台湾有在求道办道，有在修道了所以来这边的话机会很多，可以脱离那个苦在地狱受的苦就可以脱离一直就争相的来真正的能够争到你的名额了，有名额可以来了很少了太多了要争，然后很多呢就到别的那个国度去转生所以我们了解说，只要你出生在多那一部分你真的是没办法，没机缘修道求道没有那机缘可以说一出生到那边就是受苦而已生活追求三餐都要受苦很苦所以才了解说原来大家争着要到台湾来就是这样。可是你看我们现在虽然有机会申请到名额了我们这边竟然把它拿掉了他就非常的失望了无彩会台湾出事讲我还无去还搁排在排队。所以我们就了解说我们人在福中都知福了真的不知道说我们是这么幸福的可以有人的身体可以求道，可以修道可以回归到本位。这个在地狱讲他们想都不敢想哪有那个机缘根本都没办法的所以我们真的要好好把握了这个是我很少去讲，因为不愿意在后天庙事就不愿意再说。
那么其中呢，后有单幻隐喻呀，碧落魔道，上品呢魔，中品啊魔敏，下品啊魔女，福气啊消尽啊，随人回，一失人生啊，万劫不复。所以我们了解说这个隐喻呀，都是各位就了解到我们那个起那个心啊，隐喻之心啊，它就有魔的那个成分在里面，所以啊，我们只要落入魔道，魔王、魔民、魔女都不好了，希望都呢不要呢跑到那一种不好的环境去。那么其中后有单幻的妄未得还没有得到说得到了，还没有证悟啊说证悟了，空腹啊高心，空腹呢就是啊实在没有学到什么啊，高心呢就是骄傲啊，必成啊妖类，空腹高心就变妖类，上品啊魑魅，中品魍魉，下品啊迂草护木。这个魑魅魍魉啊，这个我们或许就是最这个了解到老一辈的讲摩西娜啦，有没有听过？或许那个时候因为人口还不是很多或许是33年次的啦，所以或许的那个弟弟呀，那个被那个摩西娜他看你蒙啊波灌牛赛，然后我就我弟弟说牛赛也被教，他说在吃的时候是大面，面不是牛赛是面他才吃啊，吃到嘴都牛赛，所以在吃的时候他完全不知道那个是牛粪或许祖母比较有经验老一辈的都比较有经验，那个隔天晚上，那又来了那个魑魅魍魉又来拉我那个弟弟又要出去了，然后那个乡下的门都是两边的啦，开那个门栓，一开之后那个祖母就很大叫了，叫我那个弟弟名字，你别给抖。弟弟的整个都就气起来无那个摩西那个造诣啊，魑魅魍魉就走开了啦。所以或许最记得，因为小时候上学那个途中啊，时常都会遇到那个乡下很多的那个种植嘛，竹啊，竹啊伊拢会在落来落的啦。然后老一辈就跟我们讲说那个就是魔形啊，魑魅魍魉，你不要踩过去，你一踩去它会这个起来你就被它整个摔到旁边去了，所以我们就会先拿个东西先丢过去，以后那个就真的起来了，起来我们走过去了，所以或许这个魑魅魍魉比较算有去接近到，有近到比较有印象，所以在天佛院埔里天佛院那个时候我们隔壁山有边瀑布，还有那个彰化1毛屋的职员去那边呢去看那个观音瀑布，那观音瀑布离马路只有50公尺很近所以他们那个2部游览车大概将近100个人。进去看以后这么好像没意思就要找水源，就往上爬。往上爬了以后有一些他就爬到一半就回来，结果有2个就失掉了，就是没有跟得上。然后那个要回来的时候司机都会说看看你左邻右舍什么人还没到，就讲说缺少2个人。糟糕了，车就不敢开了要去找那2个人，结果找不到，找不到，天色一直暗，暗了他们要赶快回去所以就请那个我们那个埔里是南投的3难救难总队，
就是报警，报警以后啊，他请那个救难总队来帮忙搜寻，结果他们都用那个香肠煮莲肉啦，一莲肉以后啊，都是那个那个越野车然后一大堆就来了呢来帮忙找，一样找不到了，隔天再找一天，没找到，到第3天才找到，找到的时候啊。那2个坤道都已经饿得爬不起来了，就全身都湿了。因为那个时候下午都有那个雷阵雨，还淋到全身湿，又没吃啊，然后啊找到他的时候啊，说你们2个怎么躲在这边？是没有说很隐藏的很密啦，也很鲜明啦。那个两个女孩子就讲说，你们当天晚上来找的时候啊，跟我那个这个地方啊，只有差10公尺啦。那个记者因为有报案的会有记者跟嘛，记者一听到他们讲说，你这样说，我要怎么叫读者相信你讲的话？只有相差10公尺啊。那个记者说。你们不会走过来啊？两个小人说，我走得过去的话就不会这样了啊，就走过去了。你看差10公尺，我们跨大步啊，1公尺才10步而已竟然说没看没听声，不思议啦。可是后者了解，那个是魑魅魍魉。魑魅魍魉他不是要害你，他是要作弄，表示说你没有善，佛性又不亮，不光，那他要作弄你，让你吃亏，只有这样而已啊，那个真的是会要命的嘞，所以我们要得说，这个意之间呐，无形的东西。那我们现在因为人间稠密啦，那个魑魅魍魉不容易呀，这个现身不容易存身啦，它要在没有人的地方才可以，所以只要你到比较没有人的地方啊，可能就会遇到。那我们修道就要的，或者都强调，只要你有浩然之气呀，魑魅魍魉不敢作弄，而且要保护你。你看多好，所以我们了解说，你只要是落单了，在空旷的地方没有烟的，你就会遇到魑魅魍魉，那个时候假如说我们本钱不够啊，真的就是很危险。后来在我们那个埔里天佛院附近啊，就有一个逃兵啊，就是当兵逃兵。然后已经宪兵在抓，然后就那个逃兵就一直往山里面就是逃。那个山我们都时常去，因为水源呐，我们那个山的水啊都是出泉水然后我们时常去看水，不会很深都是种那槟榔结果那个士兵啊就死在我们去看那个泉水的地方，不是很深的山竟然说出不来。那或者又想魑魅魍魉，他把你围起来你根本就出不去呀。你走的路都是在那个一直在绕一个原来的地方都是这样所以宪兵找到的时候就找到尸体。说我们在修的这个路途上竟然也有这一些所以因为或者都时常会这比较去比较人烟稀少的地方像说之前曾经呢去合欢山想要去闭关，走了1天说竟然遇不到一个人了，所以那个时候或者就讲遇到仇人都很高兴。我们在都会区生活习惯
真的都是看人习惯。虽然说会这个有一些摩擦，可是啊，你真正的一个人都看不到你会发慌心里面会发慌，所以啊，哇，怎么都一个人都没有？然后走到那个大禹岭，大禹岭了以后啊，才有3地人，才看到人，真的都不同。我们也讲到那个魑魅魍魉那么妖气善尽随业人为，一失人生呢万劫难伏这个都这样交代。那么其中呢后有多嗔怒者虽有福德，必落呢修罗恶道所以我们了解很多佛经我们说虽然是6道轮回，可是释迦牟尼佛都把那个阿修罗道去掉，说5道那我们呢都把阿修罗道列3道三善道，可是佛都讲阿修罗它是每一道都有天道有人道有，然后畜生道有，然后恶鬼道有，地道有，都有阿修罗。阿修罗呢就是好战斗拢心拢要甲人安尼拼。上品阿修罗王中品阿修罗众，下品呢阿修罗女常好呢斗争，就是常好斗争阿修罗不是常好斗争受劳不喜，福气消尽随业人为，一失人生呢万劫不复所以我们了解说落入阿修罗道就是很喜欢的跟人家斗争。那么所以则何实若修行意图成道如任的冤家当己子祥把那冤家当成自己的子女意求相长，无有是处。那么饮酒修行意图成道，如饮毒药意求长生无有是处。偷盗呢修行意图成道，如灌呢这个肉质意求平满，无有是处。那么以利修行意图成道，如蒸砂石意求成饭，无有是处。不断的妄言以虚言实拢甲伊假讲作真呢意图成道，如彼凡夫自称国王意求富贵无有是处。心多呢嗔怒，性好争胜，切平等持而图成道，如渡落船。那个要渡过大海，船已经落了依过大海，终须沉溺一定呢沉在这个海底。世人自堕非佛不渡是我们人自己堕落的，不是佛不渡。若欲成就菩提妙果常持如来清净斋戒所以我们要成就菩提妙果，一定呢要持斋，宁舍生命终不毁患佛许使人立成佛佛告文殊师利，佛从花心斋戒清净德，佛从久久不退真实德，佛从发广大愿愿这个出世间德，佛从平等不择冤亲德这个不择冤亲是蛮困难的那么佛从下心参求明实德，佛从慈悲忍辱德，佛从经济解脱德，佛从难行能行，难舍能舍，难学能学德，乃至呢佛从一切种一切智德所以一切种智是佛的智慧
啊，我们只要有般若妙智慧啊，就一定呢，可以修成。所以我们呢，这个本来是说没有多长啊，把它讲完，结果还没办法慢慢说没关系了还有剩下3分钟时间，有没有提问的？3分钟而已，很快哦。再来就等明年了，等1年有疑啊就必问这个疑啊就是解感所以啊，或许之前就讲，我们从疑就产生颠倒，从颠倒就产生妄意，从妄意就产生无明，从无明就产生悭贪嫉妒。所以一有疑了那个一定赶快消除，不能让它一直连续下来都不好。没有没有，为什么我们要下课了过2分钟，好，请说。三途那个三途有2个说法一个呢就是3恶道出生到地狱道、恶鬼道，那一个就是被人杀刀徒被人这个烧火屠这么说的你爱跳门水土，就是生公中不好的遭遇啦，不好的遭遇叫三途，3个很不好的那个道路，很不好的途径各位讲师、各位坛子、各位贤贤，大家好。不学占道天师德老千千大德，以及感谢各位贤贤给或者几位学讲。我们时间呢这个过得很快1个年又过去了。我说那么多没课本了。我们这个大乘经案经论呢还没讲完，已经剩下最后呢这个一点点在里面原来是在里面我们讲到这个第几章了？31啊，31那个剑拔王亲任嘛，讲到这边，很快我们这个已经进入第5年了，4年都过了，可是呢我们可能有很多人都还不很了解这个心理心法，所以我们这个开头的时候先说这个根尘相对产生那个识，就是6根对6尘产生6识像我们这个眼睛看到这景象，看到人，看到物看到事可是我们在这个最基本方面都可以说还没有很透彻认识。那我们要知道说眼睛就是一个因，然后形象就是一个眼，然后因眼汇合就产生我们的眼识这个识我们就是说心我们的心就是根尘相对，眼睛跟形象跟事情跟人物接近了以后然后产生的。
然后这个心啊，我们就了解到它不固定，这个变化呢也很快，它也很大。所以我们要了解啊，凡尘的所有万事万物啊，都是因缘这个际会，因缘相遇的呈现，因缘消失啊，就没有了，就有变化。所以，假如说我们对这个基本方面啊都认知知道，我们凡尘的所有万事万物，包括我们人在内，都是因缘汇合，然后才实现。因缘消失啊，都不见了。所以我们假如说了解到凡尘的万象万事啊，都是因缘际会才有。那假如说知道了，我们就不会住相，心里面就能够比较豁达，也比较自由。那所以我们从根本方面着手，就是了解到我们以往所讲的大部分都比较纲要，可是呢太过纲要了，反而基本的这样不知道。所以我们把基本的先了解。比如说我们讲跟人相对产生那个是这个是要记的方面纲要来记。跟就是眼耳鼻舌身意那我们相对的尘就是六尘色声香味触跟尘相对的就产生了我们的那个心。我们心呢一产生了以后，我们都把它固定化，把它认为是一定的。所以我们从根源了解说呢，这个凡尘的所有一切都是因缘际会然后才产生的现象。所以我们讲到呢，它的根底就是万法皆空。我们对万法皆空都时常听都很熟悉了，耳熟能详。可是我们对呢那个万法里面的内容很少说深入的去探讨它万法怎么来的。像我们在推广说万缘放下，那个万缘是怎么来的，我们可能都没有深入去了解。所以真的要万缘放下那来是怎么来都不知道，要怎么放所以或许听各位在这个提问的时候就问说万缘放下要怎么做时常我们也都会有这个疑问，要怎么做那我们呢就探讨说它怎么来这个万缘它是怎么来的？我们一了解以后那个放下就会比较容易进入状况所以我们了解这个凡尘的所有一切就像我们眼睛看到一样我们眼睛看到形象，看到人物看到事情，看到了，然后产生一定有产生我们的那个念头。那么这个念头的来各位可能都会同样一个景象一个事情，可是各位了解的程度跟产生的心一定不会一样。所以我们就知道这个我们在凡尘所生活所产生的心都是我们的主观意识，然后加上客观环境，然后形成。那形成以后我们都把它呢固定化，牢牢的不可打破。
他说因为这样，我们就就走入这个佛所讲的我们住相。那自在形象，我们自己本身已经那个心都不自由自在了。那我们要了解我们的心是时时刻刻都要让它呢自由自在，自由自在，没有受到空间，没有受到时间的束缚，这样我们的心呢才真的找回来了我们原来的心。原来的心合在一起就是我们的愿。那我们按照我们的原来的心来生活，不会造业了。那不会造业就不用受苦。这个都是一定的道理。所以我们从最简单的日常生活之中研究我们的心怎么形成。各位一定要探讨，所以历代的所修正的，他讲出来，他说呢，无心就是道。那怎么会讲无心就是道呢？因为我们在凡尘所用的心都是生灭变化。那我们把这一些所有的生灭变化心都去掉，不要有生灭变化的心。我们呢，用我们的原心，原来的心，原来的心就是真心。我们用我们的真心来生活，这样不会造业。可是我们呢，落入根尘相对，六根对六尘，就产生六识。六识呢，识心都是生灭。然后这个六识的识心我们要了解，我们都会落入自私自利的状态。那一落入到自私自利业一定形成，一定会造业。造了业一定要受苦。所以说我们自己走进受苦的路途。所以上次我们上课有讲到这个三途。那有浅显问说什么是三途？那个三途途就是道路三途就是三恶道。三恶道我们走入三恶道的道路所以叫三途。虽然的名称叫佛叫学叫道，可是它的重点那个佛就是地狱道。在地狱道那个煎那个火煎逼的状态之下生活那个畜生道就是血互相之中畜生互相之中这个食就是吃的蛋那个蛋就是吃的意思互相你吃我，我吃你然后那个恶鬼道就是在刀途之中，所以三途就是三恶道。那我们要了解到，我们在凡尘，假如说以现在的世界流行，然后走入的大概我们这个人生一失掉以后就走入三恶道，一定呢要去受这个我们自己造的那个果报。所以我们呢自己可以脱离的可以不要这个三个道路三恶道的道路我们可以不要走我们人在生活之中都感觉说都是受煎熬不是说很如意。那何况你走入三恶道，那更不可想象，受苦的程度更增加这个百千倍。那我们现在都已经哀哀叫了，走入三恶道更不用说，因为不会哀哀叫。为什么？不知道怎么哀哀叫已经不知道了所以我们现在可以知道，可以预防我们在生活之中过的就是原心的生活，这样子呢
我们恢复到我们的本来，所以或者都一直鼓励我们一定要明心见性。然后明心见性很简单不困难。我们先把凡尘用的心，这一些世心、生灭的心全部都认识。我们认识不是说不要在这一种这个现象之下生活，一样要。可是我们心态改变，只要我们心态改变了，我们了解说，我们真的就像刚才唱的诗歌一样，我们呢修炼道是最幸福的，真的就是这样，能够走入幸福的道路，这个天下没有办法跟我们的修天道来比。尤其我们用这个专业的心理心法，了解到我们的慧命，它不生变，永远都常在。所以我们就在日常生活之中，就把它启发。我们有常住真心，那个圆心它就是常住真心，它不会变化。我们把我们的常住真心都已经启发在生活之中，生活之中都是圆心，原来的心，就是本心，就是良知良能。那我们本来都有，因为被凡尘引诱，然后才慢慢这个把它掩盖，忽略，不去注意它。那我们了解。不是说不注意它就没有，一定都还在，所以我们找回来，把圆心找回来，然后我们走路这个真常，日常的生活中都真常，是真的，是常的，是不变的，我们已经在日常生活之中就已经回到佛的世界，不是说很困难看我们愿不愿意，只要是愿意的话，我们了解到我们佛性里面没有贪嗔痴，佛性里面没有脾气毛病，那我们把我们能够发现的脾气毛病去掉，把我们能够发现的贪嗔痴慢疑全部去掉。那去掉以后就真的回到原心，原来的心，就是常住的真心。所以我们做万缘放下，因为万缘都是妄真都这个因缘汇合的时候它才呈现，因缘消失它就消灭。所以我们了解说，在生活之中，我们所面遇所遭遇到的全部都是因缘汇合。这一些当下都是空的，都虚幻不实在。那我们把这一些虚幻不实在当成真的，所以我们才起后造业。起了迷惑接下来的行为就造业。那我们假如说不起惑就造业，不造业就不受苦，这个是一定的道理。所以我们一定在生活的时候就了解到，我们所面对的一切都是因缘的汇合才呈现，都是假的，不真。那我们面对它并不是要把它破坏。不用破坏，让它都存在。可是我们已经知道它会变化，它是假的。只要知道就好，知道了以后我们不会住相，不住相了以后离相，离相了以后心自由，心自由了以后能够得到佛的那一种那个程度。所以只要我们肯追求，那个都可以呈现在我们日常生活之中。所以我们就是要从最根源万缘就是万心，而我们的万心
都是妄不真。我们把这一些都全部放下，叫做忘尽真显。忘尽了，已经没有忘了，全部常住真相都呈现。所以做万缘放下，只要你想到什么，知道什么，知觉什么，这个都是缘，万缘都是妄心。所以我们把它放下，全部都放下了，我们越来的心就越清净，越清净越接近我们的本性。那我们本性在日常生活之中都能够呈现，能够呈现的时候我们呢就已经呢在现问之中生活。那么在现问之中生活可以说已经走入慧命，不是生命。我们身体是生命，佛性是慧命，有智慧的生命。所以我们了解我们要启发我们的慧命，慧命它不会死的，我们一定要自我培养，它不会天上掉下来。只要你培养，它就呈现，只要你看重它，它就分量就越来越重。只要你进入了我们的法性，我们佛性中可以了解到那个所有的一切都是功德，所以功德六祖就讲，要在我们的佛性之中来寻觅，寻找我们的功德。那见不到我们的本性那个都谈不上功德。所以我们进入佛性的所有的一切都是走入功德。所以了解见性是功，然后平等是德。要了解到不管身份地位大家都是平等。那只要你能够平等的那个德就呈现。所以我们那个平等心就是在日常生活之中培养我们的平等心。有平等了，然后我们又见现了，然后功德呢就日日在生活之中添加，一直累积，然后我们能够深植德本，能够有这个德的根本，然后我们那个心理心法的了解程度就越深入，然后我们的生活就会越觉得非常有意义。所以佛有讲，我们呢研究要先把凡尘的一些诱惑，凡尘的一些这个新闻电视稍微这个就是拼除一下，不要看连续剧，因为它都在迷惑我们，诱惑我们。我们进入那一些生命无常的变化之中，我们呢为他哭，为他笑。我们从旁观者的角度来了解，那真的是我们很傻，不聪明。那我们能够这个走入心理心法，能够了解到我们的佛性本体。这个就是永远常住。我们常已经找到，然后乐就从常里面会产生，而且这个乐是没有对待的快乐，常乐。那常乐又了解到佛性本体就是我就是佛，我就是如来，常乐我，然后清净，已经在生活之中都呈现。所以常乐我净，都已经在生活之中具备。所以或者就讲，你有常乐我净的那个认识，跟那个贤慈，就像或学那个许诺承诺说你只要听或姐的课，只要你修净理心法，你没有成佛，或学再来陪你，不是有这样说吗？所以或学都记得。
要陪各位成道成佛所以各位呢就一定呢要听了以后实际去做，万念放下，一念不生，不困难嘛，对不对？我这样。因为我们真的在日常生活中要万念放下，非常不容易啦。因为毕竟还要生活，巴肚爱肚子先顾饱，然后才讲修道。可是我们修道并没有说叫你不要顾生活，一定要可是我们能够温饱有饭吃，有衣穿，然后有遮风避雨，那这样呢，我们的最基本生活就已经够了，足够了。然后再下来的追求一定是增加我们佛性本体的功德力，那个功德力量越来越增加的话，我们在凡尘可以说价值就不一样那个价值观，我们以那个修正自觉又可以觉人我们度化自己的都可以度化别人这样的角度来生活，那自己都在觉的生活之中。那我们了解我们为什么会造业为什么这么的不清楚那个因果关系？造业就要受苦那为什么要造业？就是不觉。那不觉从哪里来？从佛性本体来。为什么有不觉？我们就是要了解到没原因无明无因，没有原因。可是我们说要觉跟不觉就在我们的一念之间一念呢你就时刻刻都在觉之中。那你只要放掉了，把觉放掉了走入朦胧状态，那个不觉就来了。那不觉这个来的时候它怎么来？就在我们的那一种等于是心理建设不够我们呢要在自己的心里就是建立一个正确的那个思想。所以或许之前虽然讲了有将近这个30年的时间，开头的时候大部分呢都是养成教育所以着重就在讲说小心你的思想，它不久就变成你的行为。所以我们所有的行为都从思想来思想就很重要所以小心你的行为，它不久就养成你的习惯小心你的习惯，它不久就形成你的品格小心你的品格它不久就造就你的命运。所以由思想到命运有直接的关系。那我们一定要研究真理，把真理都融入思想，所有的思想都是真理。那这样的话，我们在自我的那一种鞭策之下，时时刻刻都是觉，没有不觉的时候，那没有不觉就不会起惑造业，迷惑不会有，迷惑不有我们不造业，不造业不受苦，自然就回到清净的本性所以这个不是说做到，而是说我们愿不愿意做。只要我们愿意做都可以做到困难的。所以我们要了解困难是我们无心去做的状态之下，它才困难。我们有心呢，它都是容易所以这个道亲就跟我讲，哎呦，众生这么难度你身体又这么不好养的时候又养得快要抓狂，你怎么还要发愿到凡尘来要怎么回答？
确实啦，讲的是现象，确实就是这样。因为我们素食啊比较寒，比较寒那个寒呐，就形成我们体内寒，外面热，就形成皮肤痒。那皮肤一痒的时候啊，它已经那个痒的那个成分啊，深入到骨髓，骨髓里面痒，再用什么热的水来烫啊，都不会止痒，这个是要抓狂的状态。所以啊，这个凡尘啊，可不可爱？之后学就讲，这个都是短暂，都是现象。那后学因为过年前啊，就写涅盘经，可以写啦。我们呢，这个后面啊都有摆了一大堆的涅盘经，是或许呢，过年前写的，过年的时候已经把它印出来了。或许就想，我们啊最好要结缘，寄个150本来，看看啊能不能够把它这个都发给大家看，里面都是珍宝、珍贵的宝贝啊。那或许是从里面佛讲说你寒用蜜来治，或许就看涅盘经里面佛这样说，或许就到超商去买那个高山蜜，就真的嘞，把那个深入骨髓的痒啊，就好。佛经可以治病，真的个痒，各位假如说你遇到的时候啊，那个真的我们说呢要进入那个精神病院，就是有那个状态，所以要了解到，这个就是要对症啊，用什么这个西药啊、中药啊，这个痒都治不好，结果吃蜂蜜，就把痒那个骨髓里面的痒去掉了。哇，真的很高兴。所以了解到说，我竟然写佛经还可以找到秘方。然后啊，说我们假如说身体里面的热病的话，用那个乳那个熟食啊，就是先乳，然后体面以后啊，那个可以治我们热病。那风病的话呢，用油，酥油可以治风病。所以佛在4000多年前讲的话，现在呢还可以使用，真的是可以用。所以呢，或者都鼓励啊，我们呢，能够拿回去看，这个之前说还不要讲了，你讲涅盘就涅盘的啊。不过我们是要知道里面的那个修道方法。因为涅盘经是佛进入涅盘的1天1夜所讲的话，那已经要涅盘了，所以不能再有一些那个秘密要留着，因为进入以后就没得收了，所以全部都把怎么修到怎么程度，要呢怎么样到达最高程度全部都交代。所以或许就全部把它最重要的部分写下来。前文非常的长，所以佛学抄的并没有全部的，只是说对我们有利益比较能够取用。我马上可以看了以后马上可以做，这一个呢角度把它写下来，所以呢各位欢迎各位拿回去看，那要不要讲或者就讲，因为我们承诺这个《金刚经》讲完以后就讲《维摩诘经》，维摩诘经讲完了以后，还有这个机会的话，我们再来讲涅槃，也是
蛮长的啦，很长的那个经典维摩诘是很长。那维摩诘或者就说所有的佛里面最难讲就是维摩诘经因为维摩诘经的观念很超然很多都跟我们凡俗相反。那相反的那个道理你要讲的话一定要透彻让我们知道他为什么讲相反的角度。那了解了以后我们的信心才能够建立。有信心了以后我们才能够这个深入。所以佛都讲这个佛法这个很深难解，很难去了解。唯信能入，就是只要你相信了，你就可以进入了。那你不相信的终然是很浅的道理你也没办法了解进入。所以我们了解说这个所有的经典都是要我们成道，要我们成佛。那看我们的理解程度是到什么样的状态。我们一定不管是基础功夫不管是中间修持的过程不管是到达最后的究竟那个境界状态都要前世了解。那我们全部都了解以后大概我们一生就没有遗憾有能力又把它实行实践了以后落实把所有佛经的经法转到身上来。那身上都能够容受佛经的经法那怎么会不成道成佛呢？绝对可以成就在我们的心的决定看看我们愿不愿意只要你愿意，你做了就是你的。所以或者都讲讲这么久了，我说没有声音的时候请一个来代替或者讲各位姐姐可不可以所以就是了解到你没有透彻的深入要讲真的就是会处处都伤害就是卡住了哎呦这是下面这个是什么东西没有办法了解，没有办法了解哪能够说得出来所以你要说得出来就是你要了解最好是你实行了你才说你会知道那个你做了以后会怎么样都跟这个大家能够有一个交代所以或者都一直讲所说的都是最简单的，可是所做的最高的佛理不用钱。听我们这个课不用钱我们还一直鼓励你看那个印一本将近200块我们是印这个700本，可是或者都鼓励这钱是小事这完成的东西你能够从那个里面得到实质的利益，这个才是重要所以都鼓励你多拿没有关系给亲朋好友一人一本你给他们看能够了解就能够改变我们的一生能够成道成佛我们是最幸福的人，然后我们不要把这个幸福浪费掉要把握最幸福的人要做最幸福的事情，成道成佛幸不幸福？就真的是幸福因为我们成道成佛不光我们自己，我们还想说度化所有苦难的众生所以我们了解说很多在描绘说我们众生真的就是涂炭涂就是我们了解说水深
炭就是火热水生火热就是我们众生。我们众生的生活就在水生火热之中，就是众生涂炭。我们看到这个文字会知道这样的意思吗？众生涂炭，那个涂一个上面三点水一个雨，底下再一个土，那个土炭是挥法涂炭，土就是水生炭就是火热，水生火热。我们像不像在水深火热之中生活？凡尘呢，年纪越大的越能够体会，真的就是呢，都不如意的多了。可是只要我们心转变，心改变了，我们整个观念全部都改变。那全部改变了以后以往认为就是最苦的我们改变以后，不会，还很快乐，所以这个太浅显跟我讲，哎呦，你辛苦你的身体这么差，又想要来给众生修道真的你那个业能够这个实行吗？我说当然承诺就是要做可是那个病痛都是暂时的啦。我们佛性里面没有病痛所以要了解我们的慧命里面都没有完成的所有我们所有的完成遭遇那一些佛性都没有没有苦啦，没有难，苦难没有烦恼没有可是我们有现象有身体这一些都有，都具备。所以我们就是了解到这个一大不调百亿变生，四大不调440变。所以我们生病是非常正常的不病才奇怪所以众生都有病因为众生都有病佛就跟着生病佛也生病为什么？因为众生病那里我们了解到这个现象之中我们在很如意的状态之下已经呈现了很完美的生活，就要好好把握努力的来修正我们那个清净光明的本性不会困难一定要了解凡尘的万缘都放下这个万缘际会了才呈现现象。那我们从现象产生心，这个心它呢要了解到随着现象变化，所以不固定那我们这一些这个所有的妄我们要认识要知道，然后住相。我们能够离开形象我们《金刚经》里面就有讲若离诸相则名诸佛。你离相就是佛了，容不容易对我们知道相是变化无常，不要住，就让它去变化无常让它自自然然只要我们心里面都了解到它是变化无常的，然后我们已经不住相了不住相了，离相了就已经是佛了我们时时刻刻生活都在很那个理想的状态之中。我们这个还没有讲到课午了，就已经讲到将近1个小时所以我们把最基本的根尘相对产生心，那个心我们把它呢了解放下万也都放下，万心都放下妄都尽了，真就显。然后我们在真的那一种状态之下生活，不会造业，不会受苦生活就已经很如意
所以我们可以回顾啊我们的生活，为什么会跟人家争执啊？为什么会跟人家吵架？那个就是我们的观念啊，认识不清，不知道所有一些产生啊，那个吵架产生心里不高兴，那个都是假的。我们被假的愚弄，被他这个嘲弄不知道，所以佛都说我们众生颠倒，在呢这个所有非常这个祥和如意的状态之下，我们自己产生无明，无明一产生，什么事都来了。所以很重要呢，就是保持我们那个觉的心，时时刻刻都觉，时时刻刻都在道之中。那只要我们有不觉，那个无明就来了，无明来了，其后的造业。所以或者讲的各位都可以把它背下来。都赶快哪里共同案呢？都是一样所以就是了解真理就是不会变，都是一样。所以我们了解说因果它是一定的。好，那我们呢这个回来看呢，大圣金刚经录31，这剑拔王亲，剑推荐，拔就是呢超拔，我们已经呢过往的那个亲属父母亲，我们长辈，是菩萨呢问释迦牟尼佛，因何凡人在不能斋戒？为什么我们人不够呢？这个持斋，那修之佛慧。所以我们这个了解到要修我们的本身就是佛，我们本身呢就有妙智慧所以修呢知佛慧。所以要知道这个修我们自己本身那个本性的智慧我们本身的智慧叫般若般若那个妙智慧我们所自己具备的。那么死后呢有孝顺的男女死了以后有孝顺的男女，那么请生呢转送这个大圣这个请这个僧人来转送这个大圣佛法修设这水路这个水就是在水里面这个已经过往的那路在陆地上过往的那个修设呢水路无遮大灾，就是检视一些在水里过往的，在路上过往的这一些请他们这个吃饭，请他们呢这个能够有饭吃。那么资度王者用这个钱财资呢就是钱财用资来度这个王者未审王者实得度否这个未审就是不知道了，不知道呢已经过往的人有没有实在得到超度。那么佛就回答说凡人在生自无善功。假如说我们凡人在凡人生活，自己没有善功，那死后子孙修功报见就是修功的能够推荐我们的那个亡亲能够呢就是得到比较这个如意的生活。那么十分功德呢只得三所以就是了解到这个10分的功德只有得到呢这个3分何以故？为什么呢？什么原因？修功作福无过财力。我们呢修功要作福那个福德都一定呢用钱财
用金钱无垢财力啊，就是呢这个金钱来做这个功德。那是故啊，诗人施己财力啊，众同分中啊得福胜钱。所以啊，我们啊还在完成这个生存的人，我们呢出自己的那个钱财然后来做功德。那么众啊同分就是大家呢都一样之中。那么得福啊就胜过要呢这个给那个我们的亡亲呐做功德。给亡亲做功德十分呢只得其三呐。那假如说我们在生的时候能够呢出自己的财力能够使众生得到那个比较呢这个好的生活这样呢那个功德就胜过于我们呢在这个推荐呢亡亲的功德呢还要来得大。所以得无胜钱过于亡者。所以自己做是最重要。那么其中或饮食饮酒食肉不见人等诵经修见善神不降。所以我们了解说我们呢要请僧来转诵大圣那个也是要很慎重。假如说呢那个僧人他没有持斋，还在饮酒，还在食肉这已经呢本身呢都不清净。这样的人来诵经修见，这善神不降。所以我们就是了解到假如说能够请到呢那个僧人他是已经到达那个佛程度佛法僧它是一体的能够呢到达那一种佛的修为这样的话呢那个上神就会呢降临。那假如说这个诵经的人他没有本身修得好，那个善神他就不降临圣贤就不护这个会堂。那么反类亡粉，反而拖累我们的亡亲。那么加增罪业，又增加那个罪业。所以我们了解有一些你努力做了没有功，反而有过反而是不好。那么若有真正的孝顺的男女父母亡没7期之内就是呢在7期49天之内，或是3年之中，那么合家呢斋戒整个呢家人这个后代全部都是斋戒。然后出清净财就是呢用清净财的来源就是很正当。那么命有德者诵读大圣就是要请有德的来这个诵这个大圣大圣佛法，可以度化众生。然后修设水路无碍大斋就是这个没有障碍请他们来亡灵来吃呢没有障碍无碍大斋。那么烧香散花铺设庄严如华供养按照这个法按照这个很神圣的这个佛法来供养。一心虔诚代为亡者世罪潜伏。如此8件亡者升天僧人有福。这样呢才能够使我们的亡亲能够这个升天。
那我们凡人还在凡尘的人啊，有这个福德福报，尘跟王啊，两态，不管是已经过往的，还是在凡尘的，两方面啊，都很这个理想。人喜啊，神欢，我们人啊，这个喜神呢，很欢，很喜，很欢喜。那么方为人子啊，孝顺者也。所以啊，我们呢就是了解到自己本身呢，来行持啊，比那个我们这个过世了以后啊，一起啊做功德啊，还要来得大，自己行持重要。那么第32章，名师啊口诀论。文殊菩萨呢，问释迦牟尼佛，那么云何啊？是名师口诀。那么佛呢就说，如来灭后啊，赐之菩萨，传佛心令，具佛慧命，就是啊，叫这个各位菩萨，能够传佛的心意，印心呐。能够一样成道成佛，然后啊接续啊佛的那个慧命，每一个啊都是佛接续佛的慧命。那么各化一方就是啊各个来开化一方的众生开示啊慧悟让你还没有领悟的众生啊都能够这个领悟。有缘的众生正因正果正见正修降伏万猛所以啊我们了解这个佛呢在4、5千年之前就已经讲了我们呢就是要正因正果正见正修这个都是很正确的观念降伏外猛所以啊，只要啊，我们这个社会的那个引诱，我们都呢要降伏，降伏啊外面的这一些魔扰乱，那么破除啊邪见。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在修道之中啊，最怕邪见，因为邪见一来了我们呢，这个真的就往下掉，所以这个正见非常重要。那正见就是我们真的都万年都放下了，一念不生。那个时候我们叫正念。那么正念所产生的见解就叫正见，那个呢就叫佛知佛见，佛的知见。所以我们不在凡尘有为的状态之下，完全呢都是佛性本体，那个才产生正见。所以我们呢对这个正见就是以往也都没有很重视它，所以说认为正确的那个见解是不错。可是要了解什么叫正确的见解那个就有深入探讨的这个必要。那我们一定要从佛性本体发挥，佛性本体发挥呢才叫正见。那我们从正见来修才叫正修正见的修道。所以凡尘真正的要走入正确修道的轨道不容易所以我们要自己鞭策自己。那么修正功行，这个修正的功行始终呢清净。所以我们了解到这个清净清呢就是一念不生。这个清呢一尘不染，见一念不生。真正的清净一尘不染，一念不生才是
真正的清净。那么慧根不度，假如说它不是这个上等根器没有佛缘的话，就是不勉强去度它。所以我们要了解到能够走路跌倒，能够走路心理心法，那个根都是很深然后祖上有德又加上自己累世有修这样呢那个根才能够稳定所以假如说不是这样的话，那就不要勉强去度一定要这个衡量他呢有没有修的心，有没有向道的心，这个很重要。归气不传我们了解到有没有成道成佛的那一种状态这个气就是我们自己的那个价值观。那假如说你的价值观不很正确的话，那个叫气。那灰气的话，就不要传它心理心法。所以我们了解说虽然我们演起来还不是很容易，可是要传呢也不要轻易的传。那么若有轻信善男信女，智慧高明虑求道者事事清净。这个事事清净就是都一直亲近这个善知识都一直这个往善的这个方向在这个进行。那么久有供养下心贪求就是能够呢这个下心这个心不骄傲就是能够这个把心放得很低它放的就是很柔和下心呢参求。那么体相这个体性相合这个外表的身体里面的佛性它都呢这个能够呢相合。方得以心来印心就是这个以心来传心，以道呢传道，能够呢心心相应直指莲花所以我们了解都是一直连贯下来流传不绝是名天机口诀。有言欲则根无大小皆成佛道所以我们要了解到这个名师口诀就是我们要去重视它我们所求的三宝就是名师口诀。那么第33章亲师曼华论这个亲师就是亲事那个教的那个师长。那么慢法就是对法不重视，然后呢这个把法都看轻了。文殊菩萨呢问佛或有男女亲师闻法，待信不信是已归不归身虽礼拜心都已毁，自心不悟缓言则失这个我们看的这个文字就了解都它都很白话没有说很深的这个地方。那不肯开度此等男女如何这个度通怎么样来度这一些亲师曼法的这个众生？那释迦牟尼佛回答：此等薄福少慧众生福很少
然后智慧啊，也是一样不多，不悟啊，无为，就是啊不领悟啊，我们那个佛性，无为啊，都是佛性本体，无所作为。那么起相，执着邪见，就是啊住在形象，然后心里面邪见啊，很深，自慢，自己骄傲啊，障碍本心，那个慢就是骄傲，自慢，就是啊骄傲，骄傲会障碍自己的本心，不得啊正见。所以啊，我们了解那个正见啊，要得到正见，就很不容易何以故？为什么呢？重施者啊，变重其法，我们的重施啊，就会呢重法；那么轻施者啊，变轻啊其法，轻施的话，看轻呢，那个师长，他所教导的法。一样呢，变了，一样看清了。重施者法呢，变形；那么轻施者啊，法不行。这个重施呢，这个法我们有办法去行持，有办法去做。那呢，我们呢轻施啊，这个师长的话，他所说的法，就没办法去实行。那么轻施慢法，是啊，增上慢人，增加向善，骄傲，那一种人，虽然与师同行啊，如隔千由旬外，虽然呢跟师长都同住啊同行，可是啊好像隔在呢千由旬。一由旬30里呀，千由旬就已经很大的一个距离。那么生命终时啊，入啊大阿鼻，那个生命终的时候啊，进入啊大阿鼻地狱。阿鼻就是无间呐，就是受苦啊没有阶段，无间地狱啊。我们所说的地狱啊，18层地狱啊，那个受苦都有间断啊。你受苦了，然后啊休息一下，然后再来受苦。那无间地狱啊，受都没有间断，一直受苦。那出来也遥遥无期啦，没有办法出来。那么千佛出世啊，莫能啊救度。一个佛出现在凡尘，都要经过非常长的时间。那千佛啊，可以说没办法算的，那个时间长啊，真的没办法算。所以啊，千佛出世啊，莫能救度，没有办法呢，来救这个轻施慢法的人。一失人生啊，万劫不复。所以我们要了解说，我们失掉我们这个身体啊，万劫都没有办法再恢复。所以一定要好好利用我们的身体来行功立德，这样呢才不枉费啊我们到凡尘呢来这个一生一世。那么第34章七宝布施论，维持菩萨呢问佛，云何呢是一生七宝布施？这个倒是蛮这个重要了，尤其是我们现在末法时期呀，我们都可以一生啊七宝布施。那佛就回答，不贪布施啊，所谓眼不贪色，这个色相跟其物，这个色相其物啊，我们眼睛都不贪，各位就可以了解啊，这个做起来不容易呀，我们都会好看的多看几眼，那个就叫贪呐，那眼不贪的话，
不贪呢这个好看的，或是呢奇物，很难见到，完成很少的东西啊，那个奇物，是色宝布施，我们把那个色宝把它布施了，所以啊眼睛就不贪这一些形象的好看，所以啊你看我们现在电视啊越来越大，然后越来就数位化，像以前类比式的就会模糊，现在很清晰了。那为了这个要播报一些像那个这个直播啊电视台直播啊，他们现在啊因为那个4位式的那个电视啊，可以把你那个整个所有脸里面的一些瑕疵啊，都很明显的显现出来，所以他们现在那个化妆啊，就是要更上层楼，要化妆的你很浓墨那一种已经不行了，一看都很清晰，所以要化妆到让人一看就不会有瑕疵啊，各位就可以了解说越来啊我们越重视那个美观美的观念，因为啊我们华人可以说为了要好看要花很多钱啊，不管是我们要房子好看要花很多钱，要人好看要花很多钱对不对？可是啊我们已经早在外表形象那已经呢跟我们的修道这个宗旨啊已经相违背了，所以我们一定呢对凡尘的相知道它就好了，不用去追求你在追求什么漂亮，都有人呢比你更漂亮的啦，所以那个没有一个底也追不到底所以我们呢朴素最美，朴素就好了这个好不好看倒在其次啦，我们心真诚恳待人，这样比美还来得重要。你很美的话心地不好，人家会怕你再怎么美，人家这个赶快拒绝往来户所以啊我们诚恳待人我们真心生活，所以啊眼睛啊就不贪色不贪呢这个色相，色相呢都是假的啦不久啊你再怎么漂亮经过一甲子60年还漂亮得起来吗？再漂亮120年不见了啦都不在凡尘的漂亮棺材里面所以还要了解我们追啊就是真就是永远不变，那我们的心啊就是可以真可以永远不变不会被这个假象迷惑。那么耳不贪好生啊晕也是生宝布施，所以啊我们了解说现在的凡尘你看我们一些追歌星的那一些追星族啊，我们时常大高铁啊都看到那个追星族在追星很恐怖那个追的程度啊真的说有需要这样吗？那个追那个那个偶像真的是你看了都会吓着了追星追这个样子可能我们都会讲人不少年人不轻狂枉少年那个真的都是年轻人年轻人才做得出来年岁大的看到年轻人在追没力都已经没有那个劲所以环境不允许所以我们了解
好生音乐生宝布施可是也不是说叫你说不要听音乐，就是不要入迷就好了我们怎么样生活就怎么样，只要不超过、不入迷、不着魔，这样就好了就可以。那么彼不贪好上妙香是香宝布施这个我们老师要了解到这个卖昆道化妆品那个是最好赚的因为他们那个一买都不会吝啬那个金钱这个能够闻到那个香所以以往那个男生赚了钱以后他就讲要去闻那个好香的那个闻那个好香的那个钱就好像那个不是赚的，是用那个中央印刷厂印的那个样子在花钱所以我们要了解说那个彼不贪那个好上妙香是呢这个香宝布施。那么舍不贪好上美味是味宝布施。这个倒是呢我们这个修道者已经素食了比较呢在这方面还可以自我约束了可是我们社会现在都大鼓吹就是那种那个让你的舌头能够享受。那么身不贪好妙衣服是次宝布施所以我们了解说这个穿得好跟穿普通这个主观意识啦你觉得说都穿得暖和了就好穿个修就好啦不用说一定呢要穿的那个多贵多么好的这个衣服。那么义不贪名利恩爱这个做起来也是非常不容易那个名利恩爱是我们凡人在凡尘所追求的就是名利恩爱那叫我们都不贪的话，那有一些他直接跟你回答，那要活着干嘛？各位我们要活着干嘛？没有人回答，成佛嘛，我们要活着成佛所以义不贪的话，华宝这个华已经布施了。那么性不贪世间的娱乐，我们性这个倒是很重要。世间的娱乐就是我们这个用我们的真心佛性，然后偷的我们臭皮囊，然后去享受凡尘的娱乐，聪不聪明？很笨造罪然后又很高兴，又花很多钱又消耗很多精神可是我们凡人趋之若鹜，很努力的朝这个方向。是佛宝布施所以呢，我们了解我们只要呢不贪凡间，就是一些娱乐就是佛宝布施。若人能够悟自身中七宝布施，所得福德胜如世间金银琉璃珍珠玛瑙三福琥珀，七宝布施之福百千万分不及其一，乃至比喻所不能及。所以我们讲说能够领悟我们自身之中那个七宝布施我们就有身中有七宝眼耳鼻舌身意然后心这个全部都布施了已经呢都呢
布施呢，就是舍。我们呢，就是了解到慈悲喜舍是无量心。最后一个舍，就把凡人所有都舍掉。所以能够舍，那个功德就是这个非常的多了。所以佛在说功德的比较的时候都是用那个百千万分不及其一。那么第35章王舍城论，文殊菩萨呢问佛，云何呢是王舍城？那释迦牟尼佛呢就回答，心就比喻就好像房子舍，那性呢就比喻就是王，统治呢国家的王。那么清净斋戒就比喻城墙，你城墙呢这个围的呢这个外界都没办法侵入。那么六根比喻六部宅府，六尘呢比喻六贼强梁。我们这个六劫都是要来偷盗这个我们的家宝。那么六事比喻六门出入，我们的六事就是我们的凡尘心，这个妄心六门出入。那么五欲比喻五道几坑。那个五欲就是我们的那个身体的享受了。那个我们呢身体方面这个我们的这个最重要我们这个身体方面眼耳鼻舌身这个五个我们让五个都产生呢很满足的欲望，就叫五欲啦。所以我们所有的罪都从五欲而来。眼睛所照的啦，耳朵呢所听的啦，鼻子所闻的，嘴巴所吃的，所讲的，我们身体所接触的，我们都要得到满足。所以就因为这五个，让我们造了非常多的罪业，所以叫五欲。那五欲我们呢，能够去除掉的话，我们呢就可以不进入三恶道，所以很重要。那么见闻觉知比喻治国的事项，治在国里面的这个宰相，同走信王，同样来辅佐我们的信王，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那么一体家邦，信王一出，坐于心舍，就是这个信王出来了，然后坐在心舍，常供六尘四相，同理国政。若信王呢有道，不顺呢失权，有功则赏，有过呢则罚，体天行道，实则无怨。如此行政能令在外界这个墙坚固，就是呢在外界墙很坚固。那六门谨慎，六贼不齐，在内呢六尘清净，四体四相体空，不敢作弊，内外如一。信王太平，这个呢都是正面好的。那底下呢就是不好的了。若信王无道，这个不按照道理了。信王不按照道理，听谗那逆，就是好话不听，都听那一些这个危害这个所有内部的那一种话，
那个建设性的话，都不听，都听呢，那一些这个比较属于私心方面的那一些禅令，那么背公向师，违背公理向的这个私情，然后赏罚不平，上下呢相关，就是这个上有政策，下就有对策上下就相乖。那么在内六尘相悖，四相作弊。那么在外六门不关，六贼乱起，够了借强入自家邦，劫持功德，把我们的功德都劫走了，侵害自己的家邦，福尽华无，福都已经消尽了，然后没有正华，身心落后，变瘦成人，就已经成人了。是故自是有华，自心有理，所以我们了解治理凡尘有方法，然后治理我们的心心性就是有理，有真理，用真理来治疗我们心性，这个不公不行。假如说不是公心一片就不做，不正不立，不正的话不建立。直教内外一如，一直到达内外一如，上下无失，精诚道合，心性也美，体用一致，性王精明，同乐太平，故名王舍城也。本来这个王者呢，是在那个印度里面的一个大城，六城之一六大城之一。可是这边呢，这个佛把它解说进入我们性理心法。那么第36章，自己佛法论，自己的佛法。文殊菩萨呢，问佛，云何是自己佛法？什么是自己佛法？然后呢，释迦牟尼佛回答：悟明自己本来之性，即是佛也。所以不是或者在说而已啦，佛真的这样讲，有没有？领悟自己本来真性就是自己就是佛了，有没有？讲得明明白白对不对？自己就是佛，对不对？承不承认这个要承认还要有勇气要有勇气承认自己就是佛。于世间法及出世间法，通达无碍。所以我们不管是世间法，不管是出世间法，都能够通达，没有障碍。所以这个很重要。世间法也通达。世间所追求的，我们虽然不同一样去追求，可是我们不排斥，我们一样的能够和乐融融，就是各走各的道，都不会有那一种不合的。这个叫性理心法。所以就要了解到我们的心要听我们的话，还真的是要一段努力对不对？这是不是外缘？但会不会影响我们？真的就是会。那要到什么状态你真的都没有影响。定力定力。你看以前那个德国的将军跟那个美国的空军德国的将军就是那个坐吉普车在陆地，美国的空军就在天上飞。
然后啊，他就飞得很低，飞到就好像要碰到那个那个将军坐的车，可是那个将军如如不动。所以啊，你看看他指挥啊一个大的军队，为什么有能耐来指挥？就是他的那一种定力，他的能耐，他超越这个外相，他能够有主张，所以啊不怕外面的景象，外面的景象，那可以说是很危惧，他就死掉了，对不对？那个飞机假如说发射那个炮弹，不要说用很大的啦，那个枪的子弹就可以打死他了。可是啊，他都无惧于外在的整个形象，所以啊，姑且当时这个看了以后，怎么那样不怕死啊？我们人都很怕死，对不对？可是啊，那个真的要训练出一个能够掌握那个大权的那个人物啊，真的你是要超越超越所有形象你要有主张这样的话呢你大定自然呈现。所以或者都很喜欢讲我们在现场听课，我们是性理心法，重点就是明心见性。然后啊，我们为什么那么容易被外境所引诱？各位有没有研究原因？都有啥个看卖啊？这么容易啦所以啊就在这么容易的动作之中，就呈现我们对佛性的认知因为这个所有外相都是虚幻不实在，而且是变化很快现在没有在关了所以我们就是了解到我们越来要对自己的要求要越高希望能够在如如不动之中来实现我们的日常生活。日常生活不管你遇到什么样的状态，你都能够处理得井然有序。那假如说我们慌张的话，那个处理会不恰当你假如说很笃定，哪个先哪个后这样的话处理起来就很理想，对不对？所以我们修道呢，就可以在我们生活之中呈现修道的程度你定力越深了，你的处理方式越圆融就越能够自己满意，别人也满意希望这个在生活里面真的能够呢自我要求能够真正的到达时刻都在定之中，行之作恶，触目一言，总是佛的妙用，快乐无忧。所以不管在世间法或是出世间法，都能够通达无碍，没有障碍就是不住相不住相呢就可以没有障碍，自由自在。那么即自己法也就是自己法自己佛自己法自己佛法。那心呢要理养，我们的心要真理来培养心要理养。那么佛要法扶这个佛就是要法来扶持所以这个心佛理法法理佛心所以我们就是了解全部呢都是在我们自己本身之中。是故财识养命，道理养慧命我们呢在凡尘这个财识是养生命，然后道理就养慧命所以我们了解慧命就是要道理。
像那个地藏古啊，他就讲说我们凡人哦，肚子饿啊会知道吃饭，哦，然后啊我们哦心里饿啊都不会吃。各位先生，心里饿要吃什么？心里饿就是要吃道理，要吃真理哦，吃了就不饿了。所以我们了解哦，就这边讲哦，道理呀养慧命哦，我们把慧命啊哦养得很强壮，可以说了，我们凡尘哦这个社会人士啊，哪一个要养慧命？很少了，不是没有哦，就是比例呀非常的少哦，大概呢1%、2%啊这样而已啦。哦，那我们修道啊，就一定要哦，这个生命啊，你养得再怎么健康，都会死的，早死晚死而已，都是死啊。当时啊，老千在天佛院跟慧远说，早死晚死都是死，你把天佛院看好就好了。竟然老千归空了，我就走了，我就离开了。不过那个时候，假如说把天佛院看好，也没有现在在这边讲。不过把它扩大，天眼佛院嘛，在里面呢都是佛，都是天眼，都是佛哦，在佛院里面啊学习佛法。所以啊，这个道清问啊，什么是佛法？我说哦，成佛的方法简单扼要。佛法，他说不是那个神通哦，我说那个也是佛法啦。可是我们能够哦，成佛是最重要的。所以啊，我们凡俗在讲哦，以往啊都是说这个钱虽不是万能啊。无钱万万不能，我现在要改。他说哦，这个哦身啊虽不是万能，但是无身啊万万不能。身体呀虽然不是万能啊，但是你没有身体的话，哇万万不能。哦，所以先把身体照顾好。哦，身体照顾好了，才能够修道。哦，修道才能够改变。哦，所以还是要把身体照顾好。只是说，哦，那个比例啊，偏重的比啊，哦，你不要偏了，你养生看得很重，慧命都不管它，这样不对。哦，那你假如说哦，慧命看得很重，你养生都不管它，这样也不对，因为身体不给你用，你怎么样培养慧命啊？哦，所以还是哦要兼顾啦。哦，所以孔老夫才会说中道难行。哦，我们走路中道。所以啊，那个涅槃经啊就讲，肉之两边，中间无碍，能灭烦恼业。肉之两边，中间无碍，能灭烦恼业。我们烦恼的业障哦，就可以灭掉了。哦，烦恼业很多了。你看我们烦恼所造出来的业啊，给我们受苦啊，真的是苦啊，连在一起，就像我们脸上所写的苦。我们每一个脸啊，你看眉毛就是草字头，然后十字架里面一个口，是不是苦啊？我们人都是苦，写在脸上，很苦。那我们知道说，我们呐，知道两边的中间无碍，中间呐，中间是谁？就是我们佛性本体呀，无碍，它都呢没有障碍。可是我们不要生障碍，自己产生啊，这个障碍。那悟道兼通即成佛道。我们悟道呢，一定呢，要能够啊兼通，所有世间法，所有出世间法，全部啊都通，这样呢就成佛道了。所以不困难，很容易的。
大家一听到很容易拢点点。然后第37章千言千手论，这个文殊菩萨问佛，观世音菩萨如何具千手千眼？这个各位同学，我们要了解到，在这个大藏经里面那个佛就讲那个观世音菩萨以前观世音佛还是经过那个万劫1万劫全部都是观世音佛，所以不是我们认识的那个比较短的那个观世音菩萨那么就一点点历史那个是很久远的，很久远之前，在释迦牟尼佛之前就已经有观世音佛，所以我们要把那个眼光又放大放广又了解到更远那我们了解说，我们所认识的观世音菩萨是圆通古佛来转世，因为圆通古佛就说完成没有坤道成佛所以坤道就不努力修道了，所以他就这个化身观世音菩萨来修，他修成了带坤道修道，所以那个以后才有坤道修道然后观世音菩萨那个时候要帮助那个蔡端造洛阳桥然后坐在那个水里面给人家投钱钱收起来盖桥，结果后来就被那个李祖师我们道明李祖师教那个一个已经把钱投光了要投水自尽的教他方法结果观世音菩萨那个钱着身了，那个也顶了，那个要自杀的那个也跟他一起跳下去，然后又出来转世那个陈建姑胆简姑自生两两，所以你从圆通古佛观世音菩萨跟自生两两，他们是一贯的。可是我们现在那个祭拜祭祀的时候你拜圆通古佛是圆通古佛，观世音菩萨是观世音菩萨，自生两两是自生两两前不久那个美国那个特地到我们那个北港来感谢那个自生两两他都已经50岁了，还赐给他2个孩子。各位有看那个报道吗？有没有？特地来拜那个北港那个是啥北妈祖庙对特地来拜真的那个相片都照出来，2个生2个男孩子，因为那个跟他讲那个翻译的跟他讲说你摘1朵白花的话生1个了他一下子摘2朵就生2个他说那这是，可是他本身是基督教徒他说没有影响，他们教徒不反对他就来还愿了来那个北港还愿所以特地把那个登出来让我们了解说还真的蛮灵那个自生两两蛮这个神灵所以那个如何具千手千眼释迦牟尼就回答，眼见性，手表妙用，所以见性妙用，做人呢彻悟明心见性一同千佛见性一般各位前贤明心见性了没？又不敢回答，你看都没信心。也不是说嘛我们先了解根尘相对产生那个心就是识心，认识的心，我们把所有认识的心，所有凡尘用的心全部都放下，
叫做真心。所以我们了解妄心，了解真心，叫明心。心明了，我们因果不昧，不会迷昧。然后你见到真心，就是已经见到佛性。所以明心见性，在我们来说都是吃豆腐，很容易啦。吃豆腐容不容易？没有牙齿也吃得动。很容易所以明心见性很容易。明心见性才开始修道了，不是说明心见性就成佛了，不是啦。我们修道修什么？因为不明心见性，那个道不知道修什么道。你明心见性了，就知道修心性。这个自古以来成仙做佛都是从心性修成没有从事相、事情形象修成的，没有。一定是心性。所以我们呢就是了解到，明心见性的修道，开始修道，努力把佛性所没有的去掉，就这样而已啦，感恩你呢。可是我们就做了很久脾气毛病也没去掉，贪嗔痴慢疑也没去掉，都去掉了没？这个都没办法骗人的啦。自己有没有自己知道。所以自己努力鞭策自己。真的脾气毛病，佛性没有，佛性没有脾气毛病那我们现在生活为什么有以多为来？从哪里来来的地方都找不到嘞。所以是假的啦。那我们现在为什么有？因缘际会，因缘和合才有啦。所以这个因缘和合的东西去掉，让这个脾气毛病都消失。消失了以后，我们就会了解，原来我是可以做到的，可以的。然后贪嗔痴慢疑也一样，佛性没有。那我现在有，我就把它去掉。到后来你就会觉得，真的可以先从粗的去掉，然后慢慢的细的也去掉。没有了，恢复本性光明，已经恢复了，成道成佛。所以那个时候行住坐卧、出没一言，总是佛之妙用。快乐无忧，真的具备了。不然我们现在念听起来蛮熟悉可是要到达这个状态，行住坐卧、出没一言总是佛的妙用，容不容易？本来就已经是了，不管你行住坐卧，你出没一言，都是佛，整个都是佛，都是佛的妙用。可是我们都不知道自己这个就那个见识不宽广，所以要拓展自己的见识。所以只要我们呢这个彻悟明心见性，一同千佛见性一般。所有的佛啦，那个千佛就是非常多的佛，他见性跟那种见性都一样的，没有两样。故名呢千言，同放光明，又体自性，能够体会我们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然后发生妙用。我们呢在凡人所有呢都是我们的佛性发生妙用，一同千佛，妙用无二，都跟佛一样妙用，故名千手同作用，千手千眼。那么方成体用两显，那个体跟用两边全部呢都呈现两显。圆通教主观世音菩萨都把它释迦牟尼都把它说出来，就是圆通教主那个圆通古佛观世音菩萨。那么第38章三毒论，文殊菩萨呢问佛如何是三毒？
释迦牟尼佛回答，愚痴邪见是一毒，这个是最厉害，愚痴邪见这个毒最厉害，害我们最惨的就是这个愚痴这个邪见。所以我们就是了解到，各位度化众生的时候一定会遇到有一些人的观念错误，可是他非常执着。你跟按他讲，你再怎么讲，他都听不进去呀。那一种愚痴邪见真的让人摇头。什么时候才能够回头啊？什么时候才能够走入修道的道路？什么时候可以脱离苦海呀？这个愚痴邪见最厉害。那么贪心不足是恶毒。我们那个贪。所以我们以往都以为这个贪是最厉害，结果呢是愚痴最厉害，因为愚痴就是不明真理，不明真理才会产生贪所以那个愚痴是最厉害的。那么嗔怒嫉妒是三毒这个我们了解说嗔怒发脾气。这个发脾气就是因为事情不按照自己的意思不如自己的意思所以才发脾气。所以这个贪嗔嫉妒，那嫉妒呢那个背面就是羡慕了。所以假如说各位在羡慕别人的话，小心那个就是嫉妒的反面。你为什么会羡慕？你就是在嫉妒。所以我们不要嫉妒，要这个随喜。仙佛来说，随喜功德是无边，人家好了，人家得到了，都随喜，就很高兴。所以随喜功德是无边。那么此三毒是三恶道的种子，就是我们那个这个第一道。畜生道、恶鬼道、三恶道。三恶道的种子就是贪嗔痴。若人记住决定堕入三途绝对堕入这个三恶道。一失人生万劫难乎。一失掉身体再怎么久都很难再恢复回来。我们剩下5分钟，给各位提问。5分钟要把握。这个修道问题应该是非常多了。那假如说都没有问题的话哇，那真太棒了。有没有要问的很难得过1分钟了啦。理想师，严师问说七宝跟七法财有什么不一样？七宝跟什么？七法财。七法财那个七法财各位浅显，就是我们比较在修道方面比较重要，比较要努力认识。第一个就是闻，能够听到我们这个上乘佛法闻。第二个就是信，你听到了要相信。然后就是戒。我们听到以后要相信，然后相信以后要行持，行持以后有一些戒律我们需要遵守。然后就是有定，不能犹豫不决。念那边一下子要想这个，一下子想那个一下子研究这个，一下子研究那个，那个就没有定了。然后呢，就是要有智慧。
然后啊就是要精进，精进啊，我们了解说完成的事啊都要精进才能够达到，何况是我们圣事。然后啊，最后一个啊就是惭愧，我们要知道说，我们带着惭愧的心，在完成了生活，才不会有过失。惭愧啦，很惭愧。各位就是了解，有身体了，就是因为有业障才有身体，所以很惭愧。那假如说你都透彻了解真理，那这么多众生都还不知道，你要赶快去度化。所以啊，你还都没有做，所以感到很惭愧。闻、信、戒、定、慧、精进，惭愧，七法财。我们有的七法财，在我们修道的路途来说，已经那个法的财啊，你记住了，有了，有了，你修起来就容易了。这个很好啊。还有没有2分钟？下课。佛学占到天师德，全大德，以及感谢各位前贤给佛学机会来讲。讲到第几？要讲39。39章，是吗？是。好。这个文殊菩萨呢，问释迦牟尼佛，说云何呢？是4大论。没有找到吗？这个4大各位先生，我们就是要了解到为什么称大？它就是充塞整个宇宙虚空，在梵文叫呵啦，摩诃来叫大，大呢已经充塞到整个宇宙虚空，所以我们要了解说，我们身体的构造水有风土，这个4大，那4大呢，整个宇宙虚空全部呢都充塞都有，这个4大。那释迦牟尼佛回答说地有坚性，这个所有风土这个地就属于土，那个土就是地，有坚性，然后水有通性。那么佛有业力，风呢有动性。那么在人的身上呢，4大和合，所有风土和合，借我们用我们呢都要还给天地。所以各位就是要在这个4大和合，借我们用的时候好好的把不生不灭的那个真心佛性能够修正，能够使它恢复到本来，本来很光明。是我们落入凡尘，6道轮回太久，就沾了很多的尘垢。佛性里面没有脾气毛病，可是我们现在可以说呢，我们都不敢否认自己有这个脾气毛病。那贪嗔痴3毒，以及慢就是骄傲，疑怀疑，我们现在呢都具备，可是我们佛性里面都没有。所以在4大假合借我们用的时候我们就朝这个方向努力，把佛性所没有的把它去除掉。那佛性本来有的让它回来。我们佛性有慈悲喜舍，这个四无量心。可是我们现在虽然不敢说没有，可是我们具备慈悲喜舍都不多了。所以要回来，真的慈悲喜舍都回来。慈就是以乐，给人家快乐，就是慈。然后悲呢就是拔苦，
把众生的苦啊，把它拔掉，这样就是悲，所以啊，我们一成道啊，以后啊，那个称谓都称大慈大悲，就是能给众生啊喜乐，能把众生的苦啊，把它拔掉，所以大慈大悲。那后面两个啊，喜舍，那个喜呀，随喜功德啊是无边。可是我们在凡尘生活啊，可以说这个喜呀，很缺欠。我们都假如说是看人家好的时候啊，我们会羡慕。那羡慕的背后，就是嫉妒。所以我们了解啊，我们那个随喜的心啊，没有，都是嫉妒。这样的话呢，有损伤啊我们佛性本体。所以我们就在生活之中呢，就能够直接培养随喜，看到的好就像我们好一样，不要这个嫉妒来吃。那舍呢，我们就是了解啊，舍就是布施啦，我们能够舍，这个舍钱财，舍我们所有，舍我们呢所认知的上圣佛法，都让众生能够得。那这样呢我们这个都具备慈悲喜舍，就可以培养我们那个整个佛性本体的光明，让它呢都恢复本来。所以四大和合方成一体。那么所有的皮肉筋骨交成身，名叫地大。所以这个皮肉筋骨都是土那么精盐尿血滋润一身，名呢水大。暖气均拢温和一身呢，名佛大。动转思维运用一身名风大。四大调和一身安乐。所以我们了解这个只要一大不调百医并生。那四大不调404病，有404个病。所以我们人生在凡尘生病是很平常很正常的现象。所以我们要了解说，在我们精神方面我们能够就是保持的很愉悦很快乐那一种状态四大呢就很容易调和所有风土都不会过多过少。那只要这个四大之中一大出毛病了我们身体就不舒服。像我们上个礼拜说这个我们49了因为我们吃菜吃菜吃得多比较会这个寒身体比较寒冷所以在《涅盘经》佛就说我们身体假如说呢太寒冷的话，吃蜂蜜蜂蜜可以治疗我们的那个身体的寒所以有一些这个社会人士他说蜂蜜很冷你在吃已经身体寒了再吃冷。我说那个佛说的啦那或许本身呢也这个就有实用真的可以改善改善了我们这个素食方面那因为或许有一阵子都这个三餐全部就只有吃菜，也没吃饭也没吃面，拢吃菜所以变成寒又加剧寒又更厉害。那我们里面寒外面热只要你晚上睡觉盖的棉被热，那你身体就会产生阳所以这个身体的毛病就呈现结果或许因为在写《涅盘经》就看到这一段或者就去买蜂蜜又很便宜那个一小瓶才140块拿着回来吃吃了就马上见效了就把那个寒
真的能够去掉，效果啊很显著，所以啊，或者说在讲课之中呢，把它讲出来。假如说我们有热病了，身体啊都发烧，那喝牛奶，那身体假如说有风病呢，这个吃啊酥油，所以佛在经典里面啊2000多年前啊都已经说了，现在我们还可以用。所以四大调和啊，一生都安乐。我们四大不调啊，404病，404个病啊，所以我们不病真的也是不容易啊。所以养生呢也是需要，可是啊养生呢我们要先把那个重要主人翁啊心性要把心性啊先调好，只要我们心性啊能够很健康的，身体也大概随着很健康了。重点都是在心。我们现在呢了解说生活在凡尘那个范围都不宽广，变成我们很容易就有那个忧郁症的产生，就是我们的生活不宽广，见解太狭隘。那我们可以推展我们的那个生活圈，能够多跟整个大自然接近，能够跟大自然接近自然我们那一种这个忧郁精神方面会舒坦，就不容易忧郁症呈现。那我们参与整个大社会之中，就是贡献了我们的心力，体力都还可以的时候都帮助别人，自己心里面很高兴就可以减除很多的病痛，所以我们把这个窝在家里的那一种情形可以把它呢扩散达到呢整个那个野外的。这样呢，对我们生活呢就很有这个帮助。四大不和变生变苦，就是我们四大不调和的话，就会有那个变苦产生所以这个是大部在讲身体有形有相方面。可是我们要了解到有形有相的身体是从无形无相指挥。所以我们无形无相才是重要。所以我们这个能够明心见性，修心养性对我们身体帮助也是非常大。所以这个是讲四大论。所以故名叫做四大。这个是第39章。那么第40章呢那个孝顺孝顺论。文殊菩萨呢问释迦牟尼佛，云何是孝顺？怎么样才算是孝顺？那释迦牟尼佛回答：孝者这个慈也，顺者不逆正理也，不违逆这个正理。所以这个孝就是慈。这边呢我们大部分这个理解从文字来说，慈都是长辈对下辈说讲慈慈爱，那晚辈对长辈都是孝对孝慈。可是佛回答呢那个慈它就兼备了，不管是长辈对晚辈，或是晚辈对待长辈，都是施以慈。所以我们就是了解那个慈娱乐给人家快乐，这个晚辈给长辈快乐，长辈给晚辈快乐，这个很重要啦。只要是这个能达到给予快乐那个就是慈。那我们能够呢这个大慈从佛性发挥发挥大慈那顺的就顺着天理不逆正理正确的真理
所以啊，我们了解说，能够顺着天理，顺着正理，这样啊，就连这个整个天都不违背啊，不违背啊这个天道。那么有孝慈者啊，不伤身而自佛，所以就讲到不伤身，就是啊，我们假如说这个3餐吃饭，说这个佐餐的菜呀，假如说是有那个生命之物的话，那已经呢就伤身了。所以我们讲说不伤身，就是啊不吃那个有生命的身体。这个我们有时候啊就了解说，社会啊要实现的话就蛮困难，因为大家都认为那个就是要给我们吃的，所以我们知道这个理呀已经是不合了，因为它也是众生，只是它因为啊累世做得不好，所以才转世啊当畜生，转世啊那个比较那个下贱的动物，那一样是众生，所以我们不伤身，就是不伤害它，不然我们吃啊那一些说要补身体呀，这个长辈都是说这个晚辈没有吃荤的话，这个都不够健康，我们要了解到那个都是观念问题啦，都是我们观念。那因为我们都有吃那个生灵的东西呀，所以我们就这个一命还一命啊，要无尽止的来还债。就从我们这一生来算就可以，累世啊不要算。我们这一生呢还没有求道，还没有成佛之前啊，我们吃了多少？各位有没有算一算啊？我们吃了多少的生灵？这那个啊无量无边啊，算不出来。那所有的众生啊都是爱命，那我们把他的命啊把他杀了，我们吃了，一命就要还一命啊。没有那个说我很喜欢给你吃，有没有这样？都没有了。所以就是要了解到一命呢还一命，那个是天理呀，上天的真理。所以我们呢了解说，以往不知的时候啊，就吃了很多的生灵，那现在呢我们尽量的在还有生之年，还有能力之下，我们尽量的我们呢不结恶缘，然后尽量的还债，欠众生都能够事实，只要欠一位众生事实，他呢真的能够牵口了，那就可以断了他杀生灵的那个机会，所以就建立无边的功德。那我们以这一种赎罪的心情来这个行持，那个效果会更显著。所以我们了解，以往已经过了，可是往后我们可以掌握。那往后我不跟下等众生结恶缘，绝对不吃他的那个身体。然后我们又欠很多的众生又能够牵口，又能够使这个整个我们大的环境能够清净，这样呢叫净佛国土，清净整个国土，国土之中最理想就是不杀，不稳杀，连听到杀的那个声音都没有。所以是一个很理想的佛的国度，清净国土。所以我们了解在我们生活之中呢，我们就可以实现，真的可以整个国土都很清净，都很庄严，庄严佛土。佛就是心，土就是地，佛土就是心地
所以我们的心地呀，只要是进入佛界，那所呈现的啊，那整个啊都是祥和，没有暴力之气啊。那我们了解说，灾难之来呀，都是暴力之气所形成。那只要是祥和，那个暴力之气呀就消失。那消失啊，灾难啊就消弭，没有了，没有灾难，所以啊，这个住在北部啊，昨天，就是今天清晨啊，说4点多的时候地震了，各位有感受到地震吗？没有。啊，真的有吗？在睡觉，好像有啊。所以啊，我们都不知不觉啦，那假如说又太大的话，像那个这个我们那个集集大地震啊，921，不是有2300个人死亡吗？有无数的那个房子都倒塌，对不对？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到，佛学都说那个时候啊，那个2300个那个众生死亡，就是在告诉我们。不要依赖大地，不要依赖房子。他因为依赖大地啊，大地依赖房子，被房子压死。所以啊，各位先生，我们要依赖我们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真心佛性啊，不会生，不会死，永远都在。只怕我们啊，没有使它恢复光明，走入6道轮回。那假如说我们能够使它光明，它可以回到本位。那回到本位啊，我们每一个都是佛，都是菩萨。所以我们啊要了解到，我们之所以没有做佛，就是我们啊不愿意。各位愿不愿意啊？愿意。所以啊，愿意做佛的话，就要做佛的事情。佛就是慈悲喜舍。那我们想想看，我们有没有慈悲喜舍？我们想想看啊，我们有没有那个佛的行为做法？有没有？我们日常生活之中啊，都斤斤计较。佛会斤斤计较吗？不会。那我们为什么会呢？那个就是我们习性啊，习惯性。习惯性你计较就很难过，就看不顺眼，所以我们修道，就是要跟自己作对，什么事你都看得顺眼，不合理的事啊，你也看得很顺眼，是不是很难做？就是很难做。可是啊，修道就是要这样。当你能够把那个很不合理的你都看得顺眼，那你遇到你也不会有什么特别难过的地方，所以就已经到达那个佛菩萨没有分别心的状态。所以因为佛菩萨他没有分别心，所有凡尘啊都是一体，所以已经到达这个状态。成佛了，让我们众生分别心很浓厚，很会分别，斤斤计较，所以我们当众生啊，所以我们要知道它差别在哪里呀，我们才有努力的方向。差别在分别心。各位先生，分别心啊，从哪里出来？从我们内心出来啦。那我们的内心怎么会产生分别？从我们的累世啊、累积的经验而来。你没有分别的话，你要吃亏了。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到，我们就是由以往的生活经验累积下来的分别，就是要自私自利。甚至于拿古时候人说的人不自私的天诛地灭，说的这么这个名正言顺呐，所以我们要了解到，你把它解说另一个角度，
我们假如说不修正成佛的话，体妹是不是不一样？就是你要努力修，你很自私的努力修，要成佛，成佛做什么？度化众生。所以这自私啊是被允许的。就怕我们不自私，怕我们不成佛。不成佛，你度不了众生。所以我们要知道，要使众生啊都能够成佛，不能够成道。所以佛学都说啊，只要你听我的课，你按照我说的方法去做，你没有成佛，我再来陪你。不是说了很多次吗？都一再的说，为什么我有这个勇气啊？台北的道经前贤都说，哎呦，你的身体又这么坎坷，时常都在生病了，怎么又发这个业完全不好了，不要来了啦。我说那个身体不好都是短暂，佛性啊没有不好，所以我们要了解啊，我们佛性啊，都是啊，不生不灭，不增不减，所以我们要启发我们的佛性。我已经能够把常住真心啊，都呈现。那已经有常住真心啊，很快乐常乐啊，那个我就是佛常乐我净清净，常乐我净都在日常生活之中呈现。那常乐我净啊，就是佛的果报，已经都呈现了，都在日常生活之中，我怎么不敢来啊？所以是很乐意，可是你要努力修啊！只要你还没有成道成佛，我来陪你，来陪你修道，就是啊一诺，千金，绝对啊兑现，所以一定呢你来修。所以我在教人的，我说的全部都是要人家成道成佛，没有别的啦，就是要你成道成佛，就是要这样。那我们成道成佛不困难，各位都听了这么久，今年第5年了啦。各位先生一转眼了第5年了呢，就近了老师开始还跟我们约束3年，3年到的时候啊，竟然跟我们说这个是初级班，我们现在进入中班，又3年。各位都3年都一直忍耐，要办大型活动，都因为老师的约束啊，所以没办，现在又要3年，所以我们了解到那个已经4年多的熏习呀，绝对没有白费，所以我们真理听得进去，所以啊，你拉一个凡尘人士来听他坐不住啊。哎呦，这个在讲什么啊？我完全不懂，这个浪费时间，所以他坐不住了。所以我们要了解到，虽然呢，大开佛门，可是啊，假如说无缘，佛都不度嘞，佛不度无缘之人呐。所以我们要有没有缘啊？我们自己决定。这个只先有德。使我们求道了，我们又来研究啊性与心法，这个是最上乘的。所以我们在这个上一堂课啊，有前贤问啊，这个七法财跟七宝啊，有什么分别？我说七宝是我们身体要用的，七法财呢是佛性要用的。可是好像说了少一个啦，就是那个舍，闻、信、戒、定、精进、舍、惭愧，七法财，这个是我们的佛性要用，所以我们要了解到，为什么佛学把闻摆在第一个？因为你能够听到上乘法，你才知道怎么修可以成法，成佛成道。那你假如说没有得到这个法，我们佛老都一直强调。修道啊，贵在心法，贵重就是心法。你没有心法，你没有办法修正成道成佛。所以心法非常重要，就是我们心要走的一个方向，
所以我们从日常的生灭心，生灭心是佛性的功体功能作用，它不是别的啦，不是我们仇人，所以你不要把它看得呢它很就是恶劣，不会它是佛性的功能作用。可是我们追是追本体，那本体佛性本体它呢永远不变，可是作用只有呈现一次它就消失了。所以我们要了解，说日常所用是功能作用，我们追是追佛性本体，让我们能够很透彻知道我们在凡尘努力的方向，要怎么样努力，怎么样可以成佛，怎么样可以成道。那或者一直强调，历代的这一些修正者、成道成佛者，都从心性修成，从明心见性修成佛道，从来没有从事情跟形象修成道没有。所以我们一定呢要从心性下手，从心性努力，完全透彻的了解心理心法，透的明心见性。所以各位先生，明心见性不是成佛，而是修道的开始。我们修道就是修心性，心性不知道怎么修所以一定要了解。凡尘用的心，生灭心我们要用应付凡事，然后修道的心要用真心，要用不生不灭的那个常住真心来修，它才会成道。那我们找到了日常生活之中呢，找到不生不灭的真心，那我们就可以在心里面笃定的可以成佛，可以成道。因为成佛成道就是常住真心，常住真心成佛的。我们的生灭心它是佛性的功作用，它成不了佛，所以一定要找到。那或者都跟各位讲，常住真心要找它不困难，只要你万年都放下，一念不生，你的常住真心就呈现，不困难。而且我们很多人也都能够体验到。那我们上个礼拜就一直讲这个万年放下不容易做，就是因为我们对万年的内容不太熟悉，所以我们就从根源讲，有没有？上个礼拜听了有没有比较了解了？没有点呢。从我们的六根对六尘，然后产生六识，所以六根呢是因，六尘是缘，因缘汇合，已经汇合了，它因缘合，然后产生我们的六识。那个六识就是从因缘合所产生。六识就是我们的心生灭心、认识的心。它会变化，因为这个六根六尘也一样都会变化所以它不是常住会变化。那我们知道它会变化就可以我们呢还在凡尘生活要运用所以我们了解我们在追求真理方面先要把它分清有那个凡俗的那个俗谛。有出世法的第一义谛，所以第一义就是一真法界，它完全都没有分别，所有的一切都归入一真法界。可是我们在凡尘的生活就有很多的需要我们去分别，所以那个是我们的佛性功能作用。我们知道它是功能作用，就不会住相。那不住相就没有烦恼，没有烦恼呢，我们不造业了，就不受苦，解脱了。所以这个解脱是我们自己努力只要不住相离相那我们研究《金刚经》里面就明确的记载这个我们能够若离之相，则名知佛。所以离相就佛。
那我们为什么没办法离相？就是把相当成真实啦，所以才会住相。那了解说相都是因缘和，因缘际会来呈现因缘消失就没了所以了解说只要是因缘和当下都是空。那我们已经了解所有的一切都是空所以万法皆空那我们后面还要加一句空性即是佛性所以万法皆空的那个空我们就要了解说它是实相万法是假象然后皆空了以后进入实相，那实相就是第一义谛所以我们了解说凡尘所用的都是假，可是我们进入到实相的时候一切都是真不假都不会变化所以就是实相。那我们所追的就是追实相，只要我们能够追实相，就可以脱离凡尘的之有，就是所有的有那我们了解说三界叫三有，详细分的话叫25有25有就是三界为什么称呼叫有呢？就是有因有果就是已经在凡尘在流转，有因有果。那我们修道就是要走入无空就是没有，一切都没有，一无所有。我们一无所有的就是走入实相，那走入实相就不变化。那我们不变化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那个佛性本体，它才不变化。那只要有现象它都会变，它都是虚相假象幻象。那我们被一些虚相假象幻象迷惑，我们被它迷惑了，所以我们才起惑造业，由这个迷惑然后才造业。那因业就受苦就要接受那苦报。那假如说我们都知道所有一切都是空的，全部都是空都没有实际的事，那假如说知道，我们就不住相。所以我们研究真理就是要了解它怎么形成，怎么来的就是我们不了解真理来的。那了解真理以后这些要使我们产生行动的那个因消失我们在凡尘很容易跟人争执。那争执的原因就是要了解，因为有我相，所以才争执。假如说我都不存在四大假如是天地的东西，天地的物质那个是我。这个时候我们还跟不跟人家争执？已经都不会了。为什么？现在都假的全部让给你好了都不真，都是假。再怎么争到最后都是不可得。所以我们在凡尘很喜欢跟人家争我们要知道你在现象你争也了，你失掉很多东西所以我们要了解那个得失在我们一念之间那我们所得的现象失掉了无形的佛性。我们得到这个好像表面很风光，失掉了浩然正气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之所以在天地之间这个鼎立就是头顶天脚立地就是要了解到我们靠的就是浩然正气。没有浩然正气我们跟禽兽没有两样，是一样的。所以我们人在凡人就是要有浩然正气。
那浩然正气的由来，就是有你的认知，你认识了，你知道了，你去做，从来都不占人便宜，而且帮助人，你的浩然正气呀，才会跟着你。所以或许都一直讲，我们现在因为人烟稠密呀，人啊治得很密，所以呀，那个魑魅魍魉，我们老一辈的说魔神啊跟魔猴啊，现在年轻人大概都比较不知道，因为我们人这么多啊，他都不现象，不呈现给我们看。那只要是人烟稀少，他就会让你知道有他的存在。那魑魅魍魉他跟人没有冤仇，所以啊，当他来捉弄我们人的时候啊，是他玩弄我们呐。那为什么他会玩弄？就是因为第一个没有浩然正气，第二个没有善根，第三个啊就等于啊他一点善心都没有，第四个他活性啊黑暗，所以那个魑魅魍魉啊，他就会跟他开玩笑。我们是受不了那个魑魅魍魉的玩笑啊，我们受不了。他假如说坐我们前啊，是没有形象啊，可是我们已经受伤了，赶快啊找医院。你这个检查的数据啊，医生说你没有病，各项都很正常。可是啊，你跟医生说我很难过了，医生找不到你难过的原因在哪里。可是你研究真理啊，你就知道你的原因啊，就是被魑魅魍魉揍了一拳，就是这样。那个啊，真的医生找不出来了。可是我们可以很清晰明显的知道，就是因为本身啊就是太自私自利，没有浩然正气，佛性啊没有光，没有累积啊那个善，魑魅魍魉才会找上身来。我们甚至于啊会这个上面啊或者都讲过好几次啊，那个观音瀑布啊跟那个天佛焰后山啊那个逃兵死亡的消息，那个都是被魑魅魍魉捉弄。那魍魉并没有跟他们冤仇啊，那他们怎么会死亡啊？就是他们本身的那个因果太恶劣，所以没办法又生得出来。所以我们了解说人在凡尘就是一口气，你这个一口气不来啊，这个撒手西归，真的能够西归吗？你到那个这个西方极乐世界啊，没有那么好的啦，要修才会到。我们不修，看看那个凡尘那个死亡的啊，都会想接引那个极乐世界。既然死亡都可以接引极乐世界啊，那我们在凡尘啊，都不用修了，等待死就好了，被他接往极乐世界，或者是你喜欢啊，到琉璃世界。那各位要了解说那个都不是啊这么简单，是你要修啊才能够到达。我们呢在凡尘啊，不管什么样的过生一天都是20个小时，它都呢不增不减，它给我们人啊利用。你要朝哪个方向去努力呢？你的时间呢要用在哪个方向呢？你自己决定。往后你要到什么地方，你自己决定。所以我们在凡尘的时候就要了解说，真的啊，人生难得，现在都有人生的啊，大道难容，我们遇到上天大开普渡啊，名师难遇，我们也遇了啊，所以啊，这个我们就是了解到，我们都得到三宝了，对不对？在
求道的当下说哦，这个道非常殊胜，可是啊，我们就缺少研究啊，殊胜在哪里？假如说求道就能够走路啊这个明心见性真的我们呐给那个社会的评价就完全不一样。就是要了解到现在整个社会啊，对我们啊那个评价是很低的，人家听到啊都摇头嘞。为什么？因为我们表现不如理想，所以啊引不起社会共鸣。所以我们就是要检讨，这么殊胜的道啊，怎么会这个现象？就是我们表现的不好。这个所有的修正的仙佛菩萨都打帮知道，已经都下凡了，要来帮助我们修道。可是啊，我们看一看啊，哪一个真的努力在修道？在我们脑海之中，算得出来吗？几个努力在修道，公认的，他很努力修道，可以说都是寥寥可数，很少。那为什么会这样啊？还没有引起共识啊！要知道说，我们要形成一个大的共识啊！就是要非常多人啊，全部都实现去做了，自然而然啊，很多人啊，就会从你的行为然后效法，这样的话呢，才有办法呢，推展开来。那我们都没有啊，虽然说已经能够研究心理心法，能够明心见性啊，可是我们都局限在很狭隘的生活圈里面，自我感到满意呀，满不满意呀？可能是不错啦，可是还不满意呀，所以才回答得不出来。我们要真的把它推广。你看佛老师来介绍的时候啊，不是一直在广，大家要研究真理吗？有没有？要我们都明心见性。这个仙佛菩萨呢，费尽心血啦，我们这个众生啊，真的都是懒骨头，懒惰的骨头啊，都讲者纯纯啊，听者渺渺，都没有把它听进去啦。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到这个大起难逢啊，这么好的时机呀，很难能够遇到了。我们遇到了，好好把握。虽然说我们求得到这个第五抽丁天榜挂号，可是各位姐姐，那个才18000年。那我们的佛性啊，千千万万年，亿万年，它不会灭的啊，都在呀。你看南极老仙翁来介绍都讲，自我成道以来啊，这个天地已经混沌了几次，就是7个缘会啦。各位姐姐，我们看到几个缘会？一个也没有，所以就表示我们还沦沦在六道轮回，那我们现在做人还很殊胜假如说我们入三恶道，假如说我们到呢无间地狱啊，那个受苦啊，这是没办法说了。所以我们要呢惜福知福，知道这个福，然后要惜福，然后赶快创造福，能够使自己成就，不困难啊！只要你把脾气毛病改掉，只要你把贪嗔痴慢疑都去掉，安尼就好啦。要求多不多？不多想不想做？
哇，都不想做啊。没有回答就是不敢承诺，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到，这个关系到自己的首贤七祖，我们的祖先，因为我们努力修了，他都沾光，他都能够在天堂享福。那我们都不修呢，祖先都蒙羞了，头都抬不起来，所以要了解到，我们是关系到我们的祖先，因为我们到凡尘来，就跟我们的祖先有结缘，有那个缘分，所以祖先有德，我们自己有修，才能够求道得道，才能够修道。那么这么盛呢，我们怎么不好好努力呢？况且一年一年，或许还记得说才9月26才开始讲，都第5年了，一转眼，时间真的不留人了，对不对？假如说我们这个5年前或者开始讲，那就开始修，万年都放下一天，不是第1堂课就讲了吗？对不对？就开始做，你看现在百姓都生了，所以我们要知道真正的我们修功夫不是要时间很久，你只要各位浅显，你只要保持觉，你不做万年放下，做一个觉，你时时刻刻都觉就好了。保证你1个礼拜，你就会觉得你人不一样。觉是佛我们都时常不觉就是无明我们时时都无明，比那个佛的时间都久，那怎么成佛所以就是保持觉。你在心想什么，你在身做什么，你都觉，这样就好了啦。够不够讲？简不简单？你做1个礼拜看看，等到我下个礼拜来这个讲课的时候你就可以发表心得，你就可以说我这7天来做觉有什么功效。没有要求多了，觉，不是说叫你不要吃饭，不要睡觉，吃你要吃饭。我现在在吃饭，我现在在咀嚼，我现在要吞下去了，容易，很容易，对不对？我现在要睡觉了，我要睡觉了，都知道自己的心，都知道自己的身，心身都知道，叫觉，所以这样保持觉。你就是佛了，容不容易？可是我们都时时不觉各位就可以了解，1天24个小时我们有23个小时又59分不觉就是无明无明会造业，造了业谁受苦我们自己所以我们保持觉很容易。万年放下一念不生才8个字觉才1个字而已啦。你看越来越简单了，觉就好了。往后你遇到觉了没有你遇到人就问他觉了没有容不容易？很容易对我们修道就是要快乐容易。很容易做，很容易达到效果又很显著，跟凡尘完全不一样很快你就赚了这个几千万，那个刮刮乐什么几亿比不上你这个觉啦，对不对？这个刮到几亿几十亿几百亿保证他的命很快都没了。你这个觉成佛了那完全就比得上1000亿比1000亿还来的价值所以觉
就好了。哦，我们要了解说凡尘啊，哦，这个84000法门对治我们84000烦恼，没有烦恼哦，就不用那个法来修，烦恼都没了哦，烦恼怎么来啊？是我的心生的啊，怎么那么聪明，生出烦恼来烦恼？我们众生就是这样啊，你不生烦恼的话，就是你痴呆。那我们生烦恼啊，聪不聪明？聪不聪明？啊，不聪明的人不会啊，不聪明哪会这个生出烦恼来烦恼？所以啊，我们要了解到，我们凡尘的观点啊，凡俗的角度啦，它不一定正确。那我们走入佛性啊，那个是实相，实相没有形象啊，可是了了分明。我们了了分明，佛性的觉，那个就是实相。我们已经走入实相，就是一真法界，什么都是真，就不用分别，不用分别，你已经到佛的境界。所以我们要知道啊，凡尘的修持啊，是看在我们的心，我们认识，我们认知的程度啊，到哪里了？那我们知道啊，我们世间啊，众生啊，那个念啊，都是邪念，不正确，不合道，所以啊，你用那个念来生活，当然造很多业，要受很多苦，这样啊，都一直在六道轮回，没有脱离的时候啊，所以我们要赶快清醒，不要让这个六道轮回一直连续，所以啊，时时刻刻生活都是觉就好了，就成道了，成佛了，很容易，同不同意呀？很容易，所以这个孝顺啊，这个觉孝顺，能够觉啊，各位姐姐能够觉我们就能够真的孝顺，真的孝，真的顺，不伤身而治佛，不伤害生命啊，又啊我们能够呢，这个生活的下来，不是说呢我们不吃荤的东西呀，就活不了，不会啦，一样活得很快乐，他说啊，这个所有下等动物都是要给我们人吃啊。我们知道那个老虎啊、狮子啊，它吃不吃人？那我们要不要给它吃？我们不愿意啊，所以我们要了解，那个不是天生的啊，天生下等动物给人吃，那我们天生的人给老虎吃，我们不同意，为什么？可以拿枪把它打死啊，所以你看。我们都拿刀啊，把那个下等动物把它杀死，残不残忍？这个天地它不会做事情啊，它会做的事啊，使万物啊生生不息。所以天地的大德啊，叫做生。那我们杀生啊，就是最残忍。所以啊，只要到那个过节啊。不管你天气的预报是怎么样的好，到时候啊，都是啊黑漆漆、阴惨惨的。那今年啊，怎么会天气那么好啊？那或许不是原因啊。现在的生活改变，以往都是家家户户在杀生啊，现在说那个自己去做的话，很辛苦啦，所以现在都外叫，外面叫来就吃了，对不对？那外面叫的那一些他们去处理的，平常生活之中啊，他们就那样处理了，他们就已经在平常就是那个样子，所以啊，今年啊就没有大家在杀生，所以那个天的那个啊整个啊。那个愁云惨雾啊就不见，所以我们要了解，或者是从后天寺庙
那个时候年轻的时候啊，就观察这个现象，绝对错不了。只要是大家杀生的时候啊，一定都是愁云惨雾，一定都是这样。上天不忍心呐，怎么大家都在杀生啊？那现在改变生活形态，所以那个愁云惨雾不见了，所以我们要体会上天就是不要我们杀生，要使它能够生生不息，欣欣向荣，都是要这个样子。我们呢，要顺应的这个自然，自然的现象就是这样，都是这个所以整个都是能够欣欣向荣。那么不起私而备公，就是不起这个私心，然后违背公理，所以不起这个私备公，违背公理。那么尊重三宝，所以我们就是要尊重三宝，三宝佛法僧，佛法僧就是三宝。三宝就在我们身上，我们身上佛就是我们的佛性本体，法就是我们般若妙智慧，身呢就是我们行为，所以佛法身呢就在我们身上，身上呢都有佛法身，所以我们尊重，尊重我们佛性，尊重我们般若妙智慧，尊重我们的行为。所以行为之中呢，我们都尊重，就不会有违背那个天理的那个行为出现。那敬圣二经，我们能够敬又能够顺，这个父亲母亲，然后不醉不乱，就是不喝酒，所以我们要了解到这个酒能乱性。我们呢这个天气寒冷喝一点点酒是会温暖我们那个整个那个身体，可是喝多了我们就把持不定了，那个讲话乱讲行为乱来，等到那个醉酒已经够了，醉已经气死了，醒过来的时候你才懊那个不能做的都做了，不能收也收了，你都不知不觉，所以我们呢就是不喝酒，然后不乱，不喝酒就不会乱来，无爱呢无争，所以我们了解说，我们在凡尘假如说能够做到无爱又无恨就是没有喜欢讨厌，没有喜欢讨厌就没有取舍，没有取舍就造业，不造业就不受苦，这个都是公定的天理，一定是这样，所以我们了解我们之所以受苦都自己造业，自己做来的啦，我们只要呢都不做，不做的话苦哪里来？它没有生发的地方所在，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有苦受一定是我们自己做。那么欠令合家，就是我们看有这个争执了，我们就是要欠，然后要令他们呢能够和这个家里都能够这个同心协力，能够和家。同修呢，这个福慧，所以我们了解修福就是在我们的有形象的身体，那么慧就是在没有形象的内心智慧，福慧我们呢双修，修福就是现象，修慧就是佛性，那么内和外慕。我们内心里面呢，都能够和，然后外面都很和睦，内和外慕，上恭下敬。我们对上对长辈这个恭，然后这个等
等到呢这个长辈啊对待晚辈的时候啊，就是一样要有那个敬心呐。我们现在都是把儿女啊当成自己的财产，好像自己所拥有，缺少那一个平等观呐。所以我们也有人会说了，这个儿女啊就是晚辈啦。不能把它看得跟我们一样是同等，这个是以还俗地的角来观啦。那假如说我们在修道的话，虽然是晚辈啊，他一样就是佛性啦。佛性跟佛性啊都是平等，没有长辈晚辈啦。虽然说现在是长辈，那么可能前一世啊他是晚辈。我们要了解啊，我们都是一直到轮回，所以呢都有这个轮调的时候啦。长辈啊变晚辈，晚辈呢变长辈，都有呢不同那个角色的时候，所以我们了解说，能够呢互相间呐，都能够这个尊敬，这个对这个长辈我们尊敬，那么对晚辈我们一样和顺，就是不展现那个长辈的那一种那个威仪啦。这样的话呢，就家里面和睦。所以现在的父母啊，我们呢都能够这个尊敬，心安呢喜乐。假如说我们能够这个上恭下敬现在的父母都能够心安，身体都快乐。那么过去的父母离苦生天，所以我们了解有现在的父母，有过去的父母。所以佛经里面就讲，我们这个凡尘所有的男生都当过我的父亲，所有的女生都当过我的母亲，就知道我们的轮回有多么久，所以会有所有男生都当过我的父亲，所有女生都当过我的母亲。所以假如说我们把眼光放远，看得远看得久，知道呢我们就是一直在六道轮回，所以生生世世角色都互换。所以或者都讲，假如说今生夫妻感情太好，然后相约我们来世再当夫妻，那假如说你答应了，那下一次一样会再来还尘出生，一样会结成夫妻啦。可是角色呢对调，当先生变太太，当太太呢变先生。那或许曾经就遇见过一对，这个先生的讲话就是娘娘腔，就是女生的样子。那个女生太太讲话就是粗鲁当得就是男生的样子。所以所以我们就了解说那前一世你们夫妻感情好，相约今生再当夫妻啦。所以才有这个现象呈现。所以这个是真的或者因为在生活之中有遇到过，他都观察他们生活，真的是虽然说角色互换可是他们感情就是很融洽，不会吵架。我们现在的夫妻说不会吵架的大概很少了。也有啦可是在心里面也有那个不平的时候，不表现出来了在心里面。所以我们了解说过去的父母能够离苦升天，我们也知道我们努力修道一直成道这个九贤七子尽升天。所以都沾到在凡尘修道的那个子女的功德。所以我们只要修成道
成佛，我们的祖先呐，全部呢，都跟着我们，都已经呐，离苦得乐，离开苦海啊，得到快乐，所以我们要了解哦，我们在凡尘啊，这个受苦都还没觉得什么啦。假如说进入三恶道，那个苦啊，才真的厉害，那个苦我们都很难承受。就当我们遇到那个现象，你不承受也要承受，那个是没办法逃避。那我们现在呢，可以逃避，我们可以啊不接受三恶道，只要你时时刻刻都没有恶的心念产生，你就离开三恶道。那我们呢，已经研究性理心法，当然也不希望呢，去天道。因为去天道享福啊，都有时限、时间的限制啦。你几百年、几千年、几万年，时间一到，一样落入三恶道。天道都没有人道，落入人道的机会啊，直接落入三恶道。那佛菩萨问释迦牟尼佛，怎么会这样？不是鼓励啊我们凡人修十善吗？去天道。那佛就讲说，我们啊在天道享福的时候，众生都在供养，众生都在朝拜，所以在天道的时候啊，就自高自己呀，很骄傲，就是众生都在朝拜，他很骄傲，因为这个骄傲形成的这个就是脾气毛病形成的这业因就是落入三恶道，都没有来人道的机会，所以佛不鼓励我们修道人去天道，鼓励呢凡尘人士去天道，因为凡尘人士这个几百年、几千年、几万年已经很舒服了，可是在我们已经进入慧命的话，几百年、几千年、几万年那个是一刹那，很快就过去了。所以我们要知道，当我们进入不生不灭佛性本体，那个时间的经过一下子已经这个几万年过了。像我们都在讲我们凡尘这个1600年，我们去欲界的第6天，他化自在天，1天1夜。所以我们只要去他化自在天，欲界的天他化自在天，去1天1夜，我们凡尘经过1600年。所以假如说我们这个有天福，真的到他化自在天，我们先到他化自在天熟悉环境，再回来告诉我们凡尘的亲友。当你回到凡尘的时候没有一个是你认识的啦。为什么？1600年谁还在不在了啦。不要说1600年，这个160年我们都不在了。不要说160年了，在60年以后各位浅显还在不在？还没到，你怎么知道所以我们要利用有限的生命来修无限的慧命。无限的慧命是要我们借着这有形有相的身体来修。要把我们佛性所没有的脾气毛病、贪嗔痴慢疑全部都去掉。这样才恢复本来的光明，才恢复本来的清净，才有办法回到佛的那个境地。所以我们了解都是我们自己可以努力的。那么是名世间孝顺男女，所以你真的能够做的就是世间我们完成孝顺的男女。
所以啊，我们要了解说，佛呢在这个讲说法的时候啊，都很详细的说，事啊就是过去、现在、未来，过去是、现在是、未来是，然后间就是东西南北，东南西南、东北西北、上下就是间，世间就时间跟空间。然后我们的佛性啊，不受时间、空间的约束。超越啊时间空间，所以它是啊自由自在。我们要使它恢复啊自由自在。若是啊入杀三牲，就是我们每天呐都在拜拜杀那个三牲，也就是下等动物啊那个畜生奉亲事主祭祀呢自己的祖先。那么皆以啊父母啊加增罪业，不但呢没有功德，还呢增加呢罪业，是啊大不孝。所以我们要了解说，我们不要以为说台这样呢这三仙五类来拜这样呢最孝顺啊，结果大不孝。生前啊同造啊，死后同堕。生前就是啊，在生的时候啊，一样呢杀生；那死后啊，一样呢堕入啊那个地狱道。父母啊冤亲先牵啊相牵相连，成情作对啊，同入轮回，都一同进入啊六道轮回。所以我们了解啊，脱离六道轮回啊非常重要。我们一定呢不要造业，不要使自己落入六道轮回。一失人生啊，万劫不复。我们现在呢，人生都有，它一失掉啊，我们人的身体呀，万劫，非常久的时间啊，都很难恢复了。因为我们在凡尘所造的业啊非常多，要把这一些所造的业都还清了，才可以啊，在凡尘出生。所以啊，那非常久，所以啊，万劫，经过万劫是非常久的时间。那么第41章，方便论。这个文殊菩萨呢，问释迦牟尼佛，云何啊，是方便？什么呢？就叫方便。那释迦牟尼佛就回答。那么方便啊，这两个字啊，简略来说，有25种，15种的那个方便。那第一方便啊，不养不杀，就是我们不养那个畜生，然后也不杀畜生，这个大概在我们乡下会比较有这个养鸡、养鸭、养鹅会比较有那佛就说我们不养也不杀第一方便，所以我们要了解说佛呢度化众生啊，也就是方便法所以要了解佛跟众生啊，佛都讲这个啊只是一个名名号的那个称谓不同那佛跟众生是一样的佛就是众生，众生就是佛那所以不同啊，在我们众生自己本身本身的认知啊不同所以我们了解说那个方便佛以方便法引导众生啊进入啊佛道这样啊可以成道成佛。那么第二方便呢不食酒肉就是不吃酒不吃肉不喝酒啊不吃肉这个呢是第二方便。因为落入文字啊范围就比较狭隘了没有说我们呢实际的那个这个里面的内容啊来得宽广。那第三方便呢不造酒讲
这个不照九讲，大概在我们这个比较呢都会区啊少见到了。假如说你到山地的时候啊，他们都会照那个九讲，或者在普里天佛院啊，就看他们在制造酒，就是啊先呢煮饭，打饭让它这个发酵，然后啊就用那个蒸笼，然后啊一直烧，然后流出来呢那个啊就是酒浆。可以有看过吗？造酒的过程，或者在那边才看到，然后流到后来就变醋了，开始流出来是酒，后来啊流出来就变醋。我们喝的那个醋，所以啊，不照九讲，就是啊，你不照九讲的话，就酒可以喝，这样呢就不会啊引起这个凡尘的罪过。那么第四方面啊，不相侵害，这个不相侵害啊，我们人与人之间啊，这个不相侵害，人与啊，畜生之间呢也不相侵害。这个等于是在我们生活之中啊，都是啊，这个时时刻刻的，都是要呢非常的这个专心。第五方面啊，莫错指路，这个倒是比较容易做到了。人家在问路的时候啊，你不要这个目标是在东，你指向西呀，让人走了很多冤枉路。就是不要，你不知道就跟人家讲我不知道，不要这个不知道假为知道，然后结果啊一比啊就错了，那个就这个啊错指路，莫错指路，就是啊人家问道路的时候，问目标的时候啊，就要小心，知道了跟人家讲，不知道了你就直接回答我不知道，他在提问别人。那么第六方面啊，不可烧山，因为呢，我们一烧山啊，山里面啊有很多的那个啊，在依山生活的那一些动物，你一烧了他们的家就烧光了，没有房子可以住啊，所以不可烧山。那么第七方面呢，莫怨天地，这个倒是比较这个抽象啊。各位前人有没有怨过天地？这个没有怨过天地的，大概是蛮少了，一定都会埋怨。哎呦，怎么使我遇到这一些事啊？哎呦，那个都是在埋怨天地啦。所以推给别人，把功劳呢，这个揽为自己呀。所以啊，都会怨天尤人，所以我们要养成啊，不怨天呢，不尤人，就是啊，不去埋怨别人，然后也不埋怨上天，我们感恩都来不及了，上天啊，我们仔细观察，假如说没有上天这样很诚信的在运转，万物就没有办法生花。万物没办法生花，我们就没得吃，我们没得吃啊，就没办法接续生命，所以要感恩啊，天地啊，生长万物啊，让我们能够延续生命，所以啊，这个莫怨啊天地。然后第八方面啊，急难相救，这个有一点现在因为你去救一些人啊，这个救人反而会被人家陷害，比如说有这个车祸发生了，然后那个肇祸的人他逃跑，然后你后来遇上你去救他，结果啊警察一来做笔录啊，他就指你就是这个撞到他的。你看啊，会怎么样？
所以就引起啊以后的人啊都不敢救人，怕呢被诬赖，所以啊，或许以前啊开计程车也遇到有一个这个女生啊她开车救人，结果他被那一个他救的人啊这个诬害，说他把他撞，结果他赔他13万，你救人还要赔钱啊，所以他那个时候啊，就是因为车子去修理跟后学这个相遇啊，他都讲这个事啦，他就一直说以后绝对不救人了，我说那个了了你的罪业啊，没关系啦，那个钱财都是身外物啊，你有钱财啊哪有关系？可是啊愤难平，所以啊我们就是了解到这个凡尘啊，现在因为很多这个现象所以让人就不敢真的马上去救人。不过我们是可以预防啦。就是先找一个就是当时啊旁边的人作证，说你不是撞他，你是要救他的，或者是说你打那个喝酒请人来救，这样都可以啊活用啦，不用死板板的。第9方面啊莫慢神明，就是我们不要这个慢就是骄傲了，就是啊不要说你比神明还高还大，那个就慢神明了。我们呢就要了解，毕竟我们都是还是人，神明他修正了他都比我们高了，所以不要讲说神明啊比我们低，所以啊莫慢神明。那么第10方面莫吃左眼，就是我们不呢这个讲那个三字经啦，骂人的话，那个叫左眼，污浊的语言啦，那个呢不要讲，一讲了降低我们人格，我们人格本来都很清高的，你讲那个语言了以后人家看你把你降的非常低呀，一点人格都没有，所以不要吃那个左眼。那么11方面呢，积人不得，这个老师啊很重要，要积人，仁慈啊，所以我们要了解说呢，那个人已经呢顶天立地的人，然后有2个，一个是我们的佛性啊，一个是我们的身体，所以这个人就是每一个都要去表现呈现仁慈，这个人啊，只要你人你就已经具备那个贤圣贤啊那个贤的地位，所以我们呢就是呢要有那个人要积人，这个人啊需要我们呢累积，累积的越多啊，我们的德啊就会越大，所以啊积人，然后布德，布啊就是留布，就是啊把这个人把这个德啊施向众生，让众生啊都能够得到好处，所以啊这个积人布德，这个文字都比较容易啦，实际做真的要养成习惯，只要你做了一次啊，往后啊你都还会再做，只要你踏出了第一步，往后啊你就习惯了，你就不会觉得有什么困难。那么第12方面啊，勤俭知足，这个很重要。勤俭啊，就是要勤劳，然后呢简约，勤啊就是不懒，比较努力啊精进，然后俭啊就是不浪费，我们又很努力啊又不浪费，所以啊我们了解
一天24个小时啊，你都闲在那边走，倒不如这个帮助别人，然后做一些对大众有益的事，这样啊，最起码对你的内心啊都有交代。不然你晚上到睡觉的时候啊，反省一下，我今天做了什么事，然后对别人帮助多少，对自己呀，心里面的那个增长啊是多少，这样的话。我们就会啊，每天都有进步的空间，每天一进步一累积呀，久了，自然的，就形成，那个德啊，能够呈现。那么底下那个知足啊，也是非常重要，因为我们凡尘啊，可以说呢，都是不知足，有了还想更多拥有，那我们能够知足就常乐，知道都满足了，有的吃有的穿，然后又有一个遮风避雨的地方，很幸福了。知不知足啊？就是要知足，知足就常乐了，时常都快乐。所以我们要了解到，24个小时啊。你不快乐也一样24啊，你快乐也24啊，都是24个小时，都不少。我们好好运用啊，何不快快乐乐啊过一天？这个愁眉苦脸，一样也是过一天。那么13方便啊，敬老临贫，老了我们要尊敬，因为他老了他的经验丰富。我们呢敬老，他能够提携后代，能够帮助很多众生，所以我们敬老。那临贫可怜一些贫穷的人，我们呢就是能够就是同理心，贫穷的有能力的话呢，可以帮助他14方便修因种果，我们呢就是要修因种果，然后我们修成道成佛的因，种的果就是佛的果，所以我们修因然后种果。各位修不修因种果啊？拢袂点唔点呢听久啊无啦。各位要了解你安尼坐咧都唔免出来咯，佫真忝我安尼讲甲有声，佫袂忝。所以各位要有心理准备。我们往后呢，准备说给各位发表心得。你唔通惊到这唔敢来，因为发表心得是给大家一个非常大的鼓励。听到人家怎么修，然后哪个地方可以学，那个功效很大。所以也希望把你那个一听了以后，然后一修了以后是什么样的情形都提供给大家做参考。这个是很好的啦，不会说像上次我们这个高铁慢了2个多小时到这边的时候已经剩下已经3点了啦剩下1个小时。那今天呢，我们坐高铁坐上去的时候，跑马灯就打出来，新竹苗栗电力异常，糟糕了，又来了。然后这个本车延误开车了，请各位见谅。糟糕，真不知道要慢多少，结果慢5分。那个司机等到经过桃园就打跑马灯。
说前线啊，那个已经恢复正常运作，哇，一看了放心了，5分没关系呀。结果那个师姐越开越快把5分追回来。我们也有心理准备了又要在那个闷的空间又要不知道要待多久，因为上一次啊，我们那个2个小时啊，它有电的时候，我们里面有空调；它没电的时候啊，没有空调，门也封着啦，规个都密封的嘛，就在里面那个刘讲师刘义金啊，他一样跟我们坐同一班车，他说那个第10车已经2个晕倒了，没有空气呀，都闷闷的啊，晕倒了。我说还有，我们坐那个车厢空间比较大，人比较少，都还大家还可以呼吸所以那个老人家一直跟那个车上的服务人员讲：“你门开嘛，门开，让我能够呼吸呀。”他说他们规定不能开啦，怕危险。说我听这么久了啊，开。各位都没有亲身经历不知道那个状况然后那个服务人员一直拿矿泉水啦，拿饼干啦，送给客人吃啦，鼓励人吃饼，注意。结果车里面没有电，所有厕所不能用。叫人啉水个厕所不能用。所以各位都是要亲身去经历这个事你才知道说遇到的那个苦闷所以那个时候保持那个心的那一种平静就很重要。你心不平你的那个支撑力道就减少。你心平你就会觉得没什么事。没什么事的时候你那个潜在的力量就发挥。潜在的力量发挥出来，那个不可思议啦。所以我们平常难怪我们那个7法财里面就有一个定。你听到上圣佛法你要相信你的佛性闻信，然后就戒戒律你有戒律你才可以走入上圣佛法。然后接着就是定，你要有定力，你才能够去呈现这一些你想达到的目的。然后有定了以后要精进能够精进才能够持久才能够达到目标。然后要舍，什么都舍，什么都假的啦，身体到最后也是要舍，不舍也不行都要还给天地的。然后惭愧我怎么都还没成佛很惭愧。所以我们落入凡尘就是惭愧。然后要想说我虽然到了上圣佛法，明心见性，可是那么多众生都还苦海里面我要救他，所以都骄傲不起来就是惭愧。所以我们有这个7法财佛性要用的7宝是身体要用的啦所以不一样。所以修因种果，我们种的都是佛因能够成就佛的果位。那么15方便冤亲平等。所以我们大概呢一般我们社会的观点，这个是最不能接受了那个冤就是仇人，亲呢就是我们家里的人，怎么会仇人跟我们家里的人是平等呢？很困难的嘞。可是佛就从他的累世修的那个状态来说我们的那个冤，我们的仇人，他就促成我们成就我们台湾讲见利行利他激发
你的斗志，激发你上进的那个力道。所以啊，仇人是你的善知识，引导你成道那个方向努力。所以啊，释迦牟尼佛就很感谢那个激发他提早成佛的那个叫什么名字啊？歌利王。不是歌利王，是他的提婆达多啦。提婆达多啊，他是就是释迦牟尼佛在修菩萨道的时候，然后啊释迦牟尼佛就讲他要修忍辱波罗蜜。那这个提婆达多啊，他就发愿说好，我要来促成能够修忍辱波罗蜜，所以我就是一个加入加五入在你身上的人，要跟他同时出生在凡尘。释迦牟尼佛来出生，他也来，他要来触激他，要侮辱他。使他能够真的修忍辱波罗蜜，他就是真的这样他都一直刺激，一直刺激呀。所以到后来，释迦牟尼佛提早成佛。本来按照那个天律释迦牟尼佛的掌天牌是在弥勒祖师的后面，结果他跑到前面去了啦，弥勒祖师变成在后面。所以啊，等到我们弥勒祖师下生，我们凡尘的众生84000岁，各位先生，什么时候我们可以到达84000岁？我们众生到达84000岁啊，释迦牟尼佛就出生在凡尘，所以啊那个佛经里面就记载是那个弥勒祖师下生的时候，我们满地都是七宝，满地七宝像现在的石头，没有人要。我们留着那个时候去捡。所以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大家都不需要了。所以佛经里面就记载，我们完成的众生善，我们众生所用的东西都从地底、从海底呈现，都让我们用不尽了。我们众生恶，这一些都不见，都沉入地里面不见。所以我们可以想象那个石油是不是从地冒出来？你看所有的珍宝是不是从海底冒出来？都是我们众生的那个福报因缘。所以众生福报多，就表示众生行善。那众生行善累积的就让这个果报那个福德果报就非常多。然后我们众生越来心越不好，地所生长的万物它能够让我们吃养生，可是它也含毒让我们杀生，害我们的生命。所以一方面养生，一方面杀生。所以我们娑婆世界的众生寿命才这么短，100岁、100岁，没有像北京泸州平均寿命1000岁。各位先生，我们假如说能够活到1000岁怎么样？我们一定说不要了。这个拖老命，以我们现在的身体叫我们生活1000岁要不要？不要了。不过那个1000岁的时候这个女孩子嫁人几岁？对都讲过500岁
500岁才嫁人结婚呐、我们现在说，哎呦，500岁啊，老姑婆，都那么老了还要结婚呐、所以我们就是了解我们对这个观念完全都没有地方去接触的，你都不知道。所以我们一看佛经了以后那个佛他不痴妄言，不会讲那个不实在的话，所以他讲出来的都是实在。他让我们去看的就了解说，不同的那个佛世界有不同的生活形态。可是佛世界它都不出生在那个很富裕的那个地方，因为很富裕的地方众生呢都沉醉在生活之中，不想修道，所以佛不会出现在那个地方。那假如说像非洲生活那么困苦，佛也不会出现，因为你的心就是一点点那个善心也没有，所以的果报呈现才生活那么困苦，所以他也不会出现在非洲那个地方。那么就是要在我们这一种生活也很好那心地我们可以说啦，心地好的毕竟呢多过于坏的啦，所以在这一种状况之下，他就会来完成呢示现，来引导众生成佛。那假如说在这个时候都还没有那个等于是根基都还没有成熟，那么佛呢它就不示现。等到我们的善根都成熟了，佛呢才会示现。那很多在讲那个释迦牟尼佛在凡尘才80年，讲那一下短命，怎么那么短命那么快就死掉了。他说这个跟我们的凡俗因为我们凡俗这个寿命也大概在最高120岁。然后最低大概60岁了，所以那个时候老一辈说你要吃到一牙齿60岁，你才不夭寿了，所以以60岁你就可以了，可以一口气不来，还没有到60岁不可以，要呼吸，所以释迦牟尼佛在80岁的时候。那在80岁他看到众生这么可怜，他有那个心想多活40年，就是到120岁。那个释迦牟尼佛那个时候的寿命顶点就是120。我们现在已经降到70了啦。所以现在你活到70已经是顶点，或许71了那也已经超过了。平均众生的寿命因为一直降因为凡尘的众生越来所行所为越不善，不善的话把我们的寿命降低，到往后只有10岁我们真的不可想象10岁你出去都要死几岁结婚5岁，所以我们了解那个人心已经恶到极点，很恶邪恶，所以我们人的寿命只有5岁。那么这一些84000岁跟10岁，我们都不可想象我们现在众生的现况都不是这样，可是佛不会骗人他说我们人心最善的时候那个寿命84000岁，那我们人心最恶的时候只有10岁了，所以我们就了解说原来有这么大的变化，那我们是不管是84000岁，不管是10岁，都会死84000岁会死10岁也会死那什么不死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
所以我们了解说，哦，那么久啊，84000岁，我们走路啊，不生不灭佛性本体啊，84000岁啊，一刹就过去了，够了，已经够了，很快，所以我们要知道，走路啊没有对待，没有这一些白天夜夜春夏秋冬，那一个时间啊，你没有办法去了解状态，所以都叫不可思议。以前我们不是有讲过这个不可思议的内容吗？还记得怎么说吗？不着有，不着空，不着亦有亦空，不着非有非空，是什么状态？就是不可思议。所以我们在凡人，真的也不着有，也不着空，不着亦有亦空，不着非有非空。你四个角度啊，全部都没有，叫做离四句，然后解百非。原理道断，心行处灭，你就是进入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什么状态？不可思议，不可想象的。所以我们要了解到，我们在凡尘啊，只要你追求实相，实相因为我们看到都虚相，都是假象幻象。实相实相不会变所以我们只要都进入实相，就已经到达佛性本体。所以我们在凡尘啊，就是追求实相。你一追求实相，所有的有啊都没有，有因有果的这一些，全部都消失了，没有。那这些有因有果啊，都是虚相幻象、假象，不真。所以你全部去掉了，进入实相。实相佛性本体，佛性本体就是我们本际本来的地方所在。我们要回去本来地方所在。真的好久都没回去了，要回去了，回去清理一下环境，所以我们就是了解到，这个冤亲平等啊，不管是仇人，不管是我们家人，平等，所以平等的地方在哪里？佛性啊，佛性平等，没有差别，仇人的佛性。跟我们家人的佛性啊都一样，都是平等。所以我们要了解，那个是以很长远的眼光来看这个事，不是以我们近代所身体接触的现象。我们身体所接触的现象，是这个仇冤就是冤，亲就是亲，差别很大，而且是两极化。这个亲爱的不得了，冤气得不得了，都是这个样子。可是我们一进入到佛性本体没有冤，也有亲，没有，有冤有亲是我们落入现象以后产生的。我们不落入成现象，都没有冤，也没有亲，没有，所以平等。这样了解意思吗？是不是角度都不同？他站的角度非常高，就是以我们佛性本体的角度来说，冤亲平等。因为我们落入凡尘才产生很多的冤，很多亲。那这一些它都是变化无常。我们了解这个真理，以后我们那个分别心就不会那么浓厚。我们就可以从心产生那一种平等观。所以六祖讲见性是空，平等是德。我们为什么德性都建立不起来？因为我们心里面不平等，心里面就是有分别心太大所以我们要降服我们的心，因为这个分别心就是妄心。真心常住真因，没有分别。是我们落入凡尘，根尘相对才有分别。这个都是变化无常。它不会是永远一样的啦。我们知道它变化无常，我们就不会住相。
不会住相了以后啊，我们这个你对冤对仇人不会那么讨厌，对亲你没有那么溺爱，爱得不得了，不会，然后啊就真正的走入中道，你肉之两边啊，中间无碍，则能降伏烦恼业。这个在《涅盘经》里面记载了，或者在抄的时候啊，把它记下来。肉之两边，中间无碍，则能除烦恼业。烦恼业都被你的那个中间无碍啊，整个都去除掉了。冤亲平等啊，相嫉妒也，就是仇人，我们也要度他呢，成道成佛；亲人呢，也要度他成道成佛。那我们在现实社会来说，仇人啊，你不会去想度他啦；亲人你也度不动。你要度你的亲人啊，请别人度，你自己呀度不动。所以我们了解那个啊，不容易的啦。因缘，你看我们这个因缘记住啊，多么重要。你因缘不记住啊，你连听都听不到啦。你要听这个课啊，你都听不到。因缘记住了，人家送到你手上来，都请你听。所以啊，我们要了解那个因缘啊，很重要。都是我们自己呀造的好的缘。若人行得啊，15方便，变得啊15种清净的福报，长生人间，受之快乐。所以这个释迦牟尼佛讲，都是在人道天道所以啊没有说呢回归啊本位。那我们讲呢都讲回归到本位啦。那佛在讲说哎呀，现在末法众生，你一下子要他回归本位啊，他绝对就度外，把你推到他不想听，他不想听，众生就没得改变，所以他就会这个十善，只要我们凡人啊行十善，就可以升天道，所以我们要了解到说这个佛菩萨都一样有阶段性的假如说现在没有办法成的他就不收了，收了众生会烦恼会毁谤，那毁谤了以后啊，进入阿鼻地狱反而更糟了，所以他不收，他收的都是可以接受的范围。那我们要了解，我们呢研究性理心法，一定呢要把最根底的最近的都把它呢讲说出来。讲说了以后啊，我们各个啊能够了解真理，能够呢实际的修持，就能够让我们改变。真的啦，各位就是要了解。剩下3分钟了，给各位提问。有没有要问的？3分钟而已各位真好，修的时候都没有问题，没有问题表示不怕改，没有结，没有结表示说对真理都已经透彻了解，这个很难得可是我们要了解到，你有觉有疑不问那个疑一定在心中，那个改不透皮修不成道，所以都鼓励或者都鼓励大家能够踊跃发问。好，你说。好，你说。没有身体没有生死。没有生死没有生死你就进入佛性了啊。没有，你已经觉得没有生死，你就是进入佛性本体了。佛性本体里没有生死了。那我们有身体身体才有生，才有死，是这样的。
还要问什么？还2分钟而已哦。好，请说。李老师，觉的功怎么做嘛？哦，就是你心想什么，你身体做什么，你都了了分明，这样就好了，这样就觉。你心在想什么，你掌握；你身体在做什么，你掌握。你这样哦，就是觉。我们就是怕心在想，身在做，我们都不知不觉。不知不觉就是无明。你觉了，无明它跑不出来。还1分钟，还有没有问？好，请说。刘讲师我选各位在请刘讲师。好，你说。就是舍事用根舍事用根那个事就是我们的认识把这个认识因为认识很多因缘际会它才有事，因缘际会才有事。我们把这个因缘际会的事把它舍掉。根就是我们的根本，根本呢就是佛性本体我们把那个事舍掉，用我们的性缘名，就是我们的根。这样了解吗？我们认识认识要有很多因缘际会才有这个事，很多因缘际会才有，因缘消失这个事没有。所以知道这个事它是变化无常不固定的所以我们舍事，因为事一直在生灭变化。那用根一切缘名它不变用我们根本这样修会成道。下课，各位讲师、各位坛子、各位莲莲，大家好。佛学占道天师德，老天天大德，以及感谢各位前贤给佛学机会学讲。我们来讲这个大圣的金刚经论，第42章，对不对？好心论。这个好心，各位前贤好不好心那个文殊菩萨问释迦牟尼佛说：“云何是好心？什么样才叫做好心？”我把那个9大行那个1.800你把它算出来。这个天文学士把那个整个天文都把它记载。这个可以就是给各位什么样的是好心释迦牟尼佛就回答说：“好心2个字无人协得，说没有人可以做到。”所以我们要了解说，真正的好心很困难做。那我们一般大概最会接近说这2个字就是我们劝人家能够呢这个素食出世的时候他们都会回答：“哎呦，心好就好了啦。”这个可能是最这个得到最多的回答，就是说心好就好了。可是我们呢，真的不知道什么样才可以称为说是好心所以真正的我们一般的认知也都有程度上的差别很初步的好心只要我们善心都称为好心可是你真正能够做到最高的好心就是你要使所有众生都成佛，这样才叫做好心那众生假如说都在受苦，众生假如说落入三恶道，你没有办法去改变，那你称不上好心所以各位就可以了解那个好心做起来真的实际上有很多的困难。不过我们就是朝着这个方向朝着好心这个方向努力
努力去做。我们自己本身先做起，自己能够呢做到好心，就是能够明心见性，你才知道那个心要怎么好，到底是什么好，有时候我们讲出来的话，虽然不好听，可是要人家好，那个都可以称为是好心。可是有时候说出来话很好听，可是那个结果它所呈现的这个众生并不是说走入行善，所以那个都不能称为是好心。所以这边呢这个释迦牟尼佛就讲好心2个字无人行得，没有人可以做得出来，没有人可以做得到。那么若是好心这边呢说假如说是好心，这个已经降低层次了，把那个好心的程度降低了。说只要你利益他人，我们大概生活之中这个利益他人都放在后面利益自己放在前面。那假如说我们能够以利益他人出发点，那个心就是可以称得上是好心。那我们一般可以说先照顾好自己的生活，这个是重要，自己先扎稳，能够站得稳以后再来做好心的事。那自己假如说都非常坎坷，这一餐吃过以后，下一餐不知道在哪里，可以好心的起来吗？有实质上的困难，对不对？可是我们就是要了解到我们的这个遭遇可以说都是无常变化，有好有坏它不会一定的。那我们呢，保持那一种好心呢，倒是可以永远。只要我们明心见性的，我们可以时时刻刻的好心都能够去做，也就是利益他人，要所有人都能够真正的走入修道的道路，都努力的在修道，平常生活之中就去掉脾气毛病，然后去掉贪嗔痴这个三毒，能够去掉。我们假如说能够实际这样的来行持，那已经呢真的就是时时刻刻都保持好心，都是好的心。那我们的遭遇那个都是无常变化了。你遇到好也不用太这个高兴的过头，你遇到不好也不用悲伤，那个都随时变化的。所以我们要呢就是有定。我们自己本身要有那个定，从佛性本体产生那个定力佛性本体所产生的定不容易被凡尘的现象破坏。那我们在凡尘所学的定很容易破坏，学了很久一个破坏了，被一个景象就可以破坏。可是我们佛性本身的产生的定那个外境没有办法破坏所以这个才是我们真正要追求的可以自己掌握所以我们在生活之中我们就是真的要把三宝融入生活不是呢把它高速在那个这个看到摸不到的地方我们一般都会把它变成两边三宝是三宝，我生活是生活，没有把它融成一体啦。那我们真正的要把我们得到的三宝在生活之中实现日常生活就是用三宝，时时刻刻我们就是用三宝佛性本体就是第一宝，然后我们般若妙智慧就是五字真言第二宝，然后我们的行为就是第三宝
三宝呢就在日常生活之中整个都呈现，没有说把它分成两个啦，知道是知道，做是做，生活是生活，都分开。那分开就是二就是生命，我们上礼拜讲，一我们把它融成一呀，一就是道。你知得一呀，万事毕。你知道一的话，万事万物都毕业了，就是你已经透彻知道了，就不会迷失了。所以我们在这个生活之中，用实际的把生活运用，那个三宝，都在实际生活里面，整个都是用三宝。那这样的话，我们一口气不来就不会怕，不然我们在日常生活都没有用，我们三宝真正的一口气不来因为没有用三宝，三宝不熟悉，所以佛性本体不呈现。不呈现的时候那一口气不来，就是业力推着我们去现象。我们行善了，把我们推到天道；我们作恶了，把我们推到三恶道。我们就在那边现象。这享福的享福，受苦的受苦，做不了自己啦。自己都没有主张的那个余地。然后我们在生活之中，已经全部都可以自己主张自己的佛性自由自在，都已经在生活之中呈现。这个是最理想的状态。所以我们修道这样就是走进正确的修道的轨道，已经进入了。可是我们都是这个认知还没有到这个状态，所以实践就实践不了，那就变成理想是理想，现实是现实，就变成两回事了。所以各位先生，只要进入恶，有恶就是对待，有恶就是生命，所以一定要一我们只要启发佛性都请佛性当家一。这个一的话就是一个绝对，没有相对。那没有相对没有生命，没有生命我们已经进入了我们佛性本体，在生活之中就可以做到。所以我们一定要把真理在我们生活之中呈现，整个都呈现在生活之中，生活之中整个都是真理。那我们可以请真理当家，请佛性本体当家。那脾气毛病就很容易去掉，因为脾气毛病我们佛性本体没有。我们所有的脾气毛病都是我们六道轮回，然后跟久了它自然呈现。这一些不是我们佛性本体有的，可是我们因为六道轮回太久，养成习惯性。我们的习惯性有脾气毛病，就是有情绪那我们修道就怕有情绪，一讲到情绪以后都不讲理，那个理就消失了。不讲理都是从我们喜欢不喜欢。所以我们社会流行就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这个带坏大家的那个念头。只要我喜欢，当然了，只要你愿意进入三恶道，有什么不可以？这样好吗？不好啦。所以不要说只要我喜欢，应该只要我喜欢成仙咒，只要我喜欢成道，这个可以啦。可是这个只要我喜欢落入情绪的大概不会有这个观念说要成道成佛，不会因为只要我喜欢已经落入情绪了那个不讲理了，不讲理已经在两边了。那在两边之中又不行善那一定是落入三恶道。那我们要知道我们现在做人都不怎么快活那三恶道更苦那苦得不得了你只要看看那个恶鬼道
肚子那么大，那么小，吃啊都没办法吃进去呀，就是很苦，就是去接受那种很苦的状态，所以我们要了解到，那个我们三恶道最好就是当畜生道，畜生道现在很多宠物都被人宠爱，要我们去当宠物，我们愿意吗？我们都不愿意啊！你当宠物你不能修道，不能成道成佛。再怎么好人再怎么宠爱都是没办法主宰。你要怎么样都是没办法你自己做主张。所以佛学就讲，我们修道不能养宠物。你养宠物了，你还要来陪它成道成佛。那前就问那我们养孩子呢？我说孩子不同，孩子他有思想，要不要成道，要不要修道，他自己决定。你养孩子并不一定要保证你成道成佛，可是你养宠物你要陪他成道成佛，因为没办法主宰都在你的控制之下，所以他再来出生，你要陪他来。他出生了多久的出生道，你就要陪他。他能够有人的身体才有办法修道。可是当畜生道转成人身体的时候，我们要知道那个全部整个我们那个含藏室里面没有修道的事含藏室里面畜生道它含藏室都是吃饱的等候被人杀。所以你要他修道，要他做好事，他会吗？他会照顾自己的肚子吃重要。所以我们要了解到出生到第一次到完成有人身体的时候你要度他求道那个真的是困难。所以要一直熏习你要存好心要说好话，要做好事就只有这样所以他能够改变的也不大。那我们经过30年就是一世，他经过一世知道说做人了要存好心要说好话，要做好事，比较已经可以接受。那也只有这样那经过第二个30年第二世了，第二世的时候他已经接近了生命的尾端。那所以你说要他求道行善那个还差得很远。我们从这个理我们就了解说，我们能够求道，我们能够接近上乘佛法，我们就知道说我们是经过多久的修持，我们是累积了多久的善根，才有办法得到，才有办法听到信理心法。我们可以了解一下你看我们台湾2300万，你看研究信理心法的有多少？就是少之又少了。所以我们一般社会人士你要他听这个课他听不进去的。大部分都会在完成的这有形有相里面追求，然后追求物质上的享受，他认为那个是最实际不知道说我们有不生不灭的真实性。所以我们一修到了以后各位就可以了解信理心法不研究我们知道我们有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吗？都还不知道嘞。那我们求道修道也很多都算100万可是你看100万之中有几个能够知道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不知道。不知道怎么成道成佛你要知道，要能够从佛性本体，然后修持，因为成佛成道就是佛性本体，
啊，你本体不知道，怎么能啊？这个是最基本的啊，所以我们一定呢，要了解，我们呢每一个人都有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佛，我们为什么没有成佛？就是因为我们六道轮回太久，迷失了。迷失了以后，我们造了很多业，我们受到业报，业的果报了。那可见我们呢好的也做，坏的也做了，不好不坏都有人假如说我们全部是好，那已经是仙佛菩萨了。假如说我们都是不好，那在三恶道之中都还没有人的身体，所以我们都是好也不多，坏也不多了，刚好又可以到人道来，很幸运我们有人的身体很幸运，可以修道可以成道，可以回到本位，回到我佛的本位了。每个都是佛，纵然他是三恶道，他的本源也是佛。可是他要经过很久的时间，三恶道的苦已经受过了，才出来完成当人。你当人了以后，还要累积很多的善，你才够有善知识引导，引导你修道，引导你成道成佛。所以这个释迦牟尼佛讲，众生毕竟成佛，或者看到是高兴的不得了，毕竟一定的可以成佛。可是他后面加了一句话，经过三个阿僧祇劫啦。这个三个阿僧祇劫各位前贤多久你知道吗？因为我们从佛学的那个劫来算，他说我们人的平均寿命10岁，为什么只有10岁？因为人心很坏，地生长的万物可以养生，可是也害生，所以10岁就死掉了。那因为恶到极点就想行善，那行善后也不是很快就增加寿命很多了，是每经过100年然后增加1岁，100年增加1岁，一直增加到我们人寿命的顶点84000岁。那我们人到84000岁的时候已经太好了，生活很富裕，很享受，又做坏了，每100年又减1岁，100年又减1岁，一减到原来的10岁，这样一增一减叫做一劫。对前人就可以了解他的时间真的是已经很长，还可以算得出来。可是这个一劫各位是个十百千万千万到千万叫罗由他，一个罗由他，你看罗由他已经是无数无量劫累积成的千万的劫一个罗由他，然后一直又个十百千万的罗由他，就是一个频婆，苹果的苹，婆婆的婆，一个频婆。一样，各位是个十百千万到千万的频婆，叫做一个加他，加减乘除在一个走马边，你有他的他加他，一个加他，然后个十百千万的加他，就是一个阿僧祇劫，然后要3个阿僧祇劫众生毕竟成佛，真的会晕倒了。为什么？太久了啦。我们现在100年都活得很无奈，无奈，很苦，你也要撑着对不对？
你看100年我们都活得这么无奈，你要经过3个阿僧祇劫啊，那要经过多少千万的无奈？所以我们要了解，早一点啦，早一点成道，早一点成佛，那个苦啊都不要再去接受了。苦从哪里来？从我们造业来。我们了解了不造业，没有苦可以受了，解脱了。所以不是跪在佛面前，哎呦，先我把我解脱了，我很苦啊，没有用。要自己解脱。你业都不造，你没有苦可以受。你业都不造，你说哎呦我要受苦了，没有苦给你受，这个是理呀。真理就是这样。然后我们都不知不觉啊，没有啊，我没有造业啊，我们造业都不知道。为什么？因为我们众生颠倒。为什么颠倒？我们把假象都看成真的。我们把佛性本体啊没有形象因为没有形象不管它，所以有没有颠倒？我们都颠倒了所以颠倒就是造业，造了业就要受苦受苦又迷惑，迷惑又造业，造业又受苦没完没了了我们就这样这个一直不知道说自己在造业。所以我们要知道说在凡尘有我有行善我有布施各位先生我们要了解行善布施基本，那个是我们人的根本，你人就是要这样不是说你在行善你在布施你就高人一等，没有啦，那个只是做人的资格。当人就是要要有善，然后要有布施。然后我们在布施的时候更要了解到不能有那个得果报的心。我们有得果报的心就变成福报。我们做多少的善，得了多少的福报，就变成一定了。那假如说我们所行的善，所行的好事，所行的布施，我们都把它抛入心中，不记在脑海，就变成我们佛性的德本，生死德本，我们道德的根本这样呢就在我们佛性之中。我们要累积累积很多的德本，我们才有办法做到供桌上受人朝拜。所以我们要受人朝拜一定要有德你有德本了，你才可以受人朝拜，因为才可以解决众生的那个苦难。不然假如说没有你又被这个众生供养，这个到供桌上了，众生一来一求了以后，你听了，哎呦，你所求的我跟你一样，我也要求嘞你怎么要求我给你我这个都什么没有嘞。你不久就别人请下来了，供桌上坐不住了。所以要了解到供桌上坐得住就是以德。所以自古以来都是以德服人用德来降服别人，那自己又能够行持能做所以我们就在生活之中培养要有广大的心胸，要有含量这个不是说而已要实际的去做你要在日常生活都能够容纳一切恒力你都能够容纳，那度量就会拓展就会很宽广都实际的能够做到当你度量很宽广的时候你就了解说我们众生真的都是这个叫什么给等加斗，这个国语怎么讲还是谈话比较好讲也比较容易了解，就是很狭隘的心胸
我们都是这样，可是啊，我们说我们心胸很狭隘啊，我们承不承认？不承认，我很宽广呢，怎么会是很狭隘呢？都不承认啊，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到，实际上我们知道的太少，就连我们所作所为啊，我们都不知道。它跟真理呀，到底差得多远，我们也不知道。那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很少啊，回光返照，我们很少啊去探讨，说我们的行为啊，到底哪里不合理？没有啊，没有探讨，哪里会知道？所以啊，这个有错都是别人的错，我都没错。所以我们就知道说，佛菩萨呢，都说啊，我的错，因为我没有教，所以都是我的错。可是啊，我们众生的观念就不同，我都没错，错都是别人。所以要打破啊，这一种观念啊，很不容易啦。所以我们就是要在日常生活之中，我们都能够回光返照。就像我们上个礼拜说啊，我们生活之中只要一个字啊，觉就好了。觉之前你问要怎么做，或者说你心在想什么，你身体在做什么，你都了了不明，容不容易？非常容易呀！我心在想什么，我当然知道啊；我身体在做什么，我也知道啊。你保持一天24个小时，连睡觉都这样。我现在睡觉，我心也睡觉，我身体也睡觉，了了分明。容不容易？各位同学，当你做了24分钟的时候啊，你就会知道，不容易啊！为什么？束缚，你被这个心在想什么，身体在做什么绑住了，你被它绑住了，你就会觉得说，这个束缚很大了，这个不自由了，很厉害。可是各位姐姐不要放弃，因为你还没有养成习惯。当你养成习惯的时候，就很容易。你只要保持这个觉，你心在想什么，纵然是起心动念也没关系，你知道你心在想什么，知道它合不合理，知道身体在做什么，只要这样坚持一段时间，他习惯了。习惯的时候你就不会搞事故，你就不会说没有我一样还是自由自在啊。你能够觉，又还能够自在，恭喜解脱了，完成的所有事缚都束缚不了你。你已经从你自己的生不灭佛性本体解脱所有万象，万象给你的事缚你都解脱了。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到只要你肯做你实行了，一定有功效成型。所以你看觉在这个4年多前第一堂课就讲万年放下一念不生，有没有？你看我们只要说这个时候开始做万年放下一念不生，到这个时候各位的功夫都很深了。为什么？因为可以到真的万年放下，就是我们的妄心全部都放下，没有妄心的，没有妄心整个呈现都是真心佛性，整个呈现都是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所以要了解到或许没有要求很高，如果你有3-5分钟的空闲，你就做3-5分钟的万年放下。你有这样子做，先把你不生不灭佛性本体的轮廓呈现，让你自己知道你的佛性是什么状态。知道了以后，你再深入的研究，从你的佛性本体之中你可以了解到我们佛性本体具备5眼六通
具备功能大用，可以转移四天下。可是我们现在连一个钓鱼台都转不过来，所以就知道说我们功夫都没有了，还差得很远。可是当我们有那个功夫的时候我们不去转钓鱼台也不转四天下，我们就是要所有在这个娑婆世界的众生都能够成道成佛。所以就鼓励所有众生都研究，都明心见性，然后都进入我们佛性本体。这个是我们自己可以掌握、可以做的。所以呢，就在日常生活之中就把它呈现。只要是后学讲出来的法门，你肯做，一定都有功夫啦。你到最后，每一个法门它都回归到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就说觉，我们呢，身体做什么，心想什么，你只要回光返照，你知道你心在想，知道你的身在做，这个呢就已经你都回光返照，在照你的不生不灭佛性本体。虽然呢，它在这个起心动念，在心的念头，那个是我们佛性的功能作用。虽然是功能作用，不过你一直关照它，功能作用从哪里来？从我们佛性本体来。所以等于也就是在回光返照我们的佛性本体。你只要肯做，一天24个小时之中呢，你都跟你的佛性在一起，就已经没有被外境引诱，没有被外境拉走。那我们为什么会造业？为什么会六道轮回？就是外面的环境引诱力量很大，然后我们在凡尘又追求物质生活，所以一拍即合，马上被他拉走。我们被环境拉走了，那时候你跟他要修佛性那个放在后面我先这个追求我眼前的现象要紧。什么时候才要研究佛性等到我老的时候了。等到老的时候来研究佛性现在没亏了。是我们就允许就这样一生过了来不及了啦一口气快要断了我修好。我们可以想象，各位同学，我们都会遇到那个状态。有一天我们都有一口气不来的时候，我们要在一口气不来的时候，就要知道说我的尘也已了，一不一样？我都还没修呢，然后把它转换，我都修了，手办已经办了，已经不受后有，不受后有就是不在人了，已经不来了，可以主宰不来了。各位姐姐，我们现在可以吗？可以说我这生够了，我就不来了，可以吗？可不可以？可以啦，为什么不可以？我们现在还很年轻我们可以做的还很多对不对？你一定要有把握，你的佛性可以指挥你的视听言动这样的话一口气不来你就已经回归本位了所以可以主宰，我不来了，有没有信心都不敢承诺，所以叫做对我们的佛性认识的还不深。所以或者就讲我们先前问这个七宝跟七法财，七宝是身体要用的，七法财是佛性要用。所以你看七法财的第一个就是闻，就是听到上乘佛法，你听到。第二个呢，就是相信你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你听到了，又相信自己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我们的佛性要用的财有，
能够听到，能够相信我们自己本身的佛性本体，然后接着就是戒定，然后我们接着我们要恢复到本来的时候有哪一些是不能够做，就是我们的脾气毛病，我们的贪嗔痴慢疑不能做，我们有戒把它戒除掉，没有了由佛性产生定，有定有慧所以闻信戒定慧，然后精进，努力使自己的佛性清净光明，然后舍，把凡尘所有一切都舍，布施不要了，我们要了解到，我们一口气不来，什么都不是我们的了，你不舍也要舍了，强迫就是一定要你全部舍，然后最后一个惭愧，就是这么多的众生都还没有求道修道，都还没有进入修道轨道，那个成佛都还遥遥无期，我们要感到惭愧，都没有去教导，没有去度化，所以我们呢有7个7法财来知道说我们该努力的方向。闻有了，我们听到上乘佛法，信相信我们不是不昧佛性本体，然后相信了以后，佛性本体没有脾气毛病，佛性本体没有贪嗔痴慢疑，所以我们戒定慧，我们有了三毒贪嗔痴没有，我们有戒定慧，贪嗔痴没有，没有以后我们能够精进，使自己能够进入光明，进入清净，这样就已经恢复了，恢复本体了，所以把凡人所有一切都舍布施，舍掉，然后最后惭愧，就是赶快度化众生。你看7法财是不是不一样？我们凡尘要用是7宝，那个有形有相个钱财，那可以说了，我们追求7宝心比较强烈啦，我们追求7法财的心比较薄弱，对不对？因为这个现实是这样，那我们7法财那是理想，理想跟现实都有一段距离，我们呢就是要了解到，我们在凡尘就是要有希望。我们希望能够成道，希望能够成佛，为了希望然后活着，假如说我们活着都没有希望，那糟糕了，没有动力就修不来，所以我们要了解说这个好心2个字我们好心2个字已经讲40分了。好心都还呈现不出来所以我们要了解说利益他人不求他报这个很重要我们利益众生，不求众生回报不求因为你行了，自然那个因果是一定的你做了因一定有果。你不要去求，你求就是你的行跟你的果它只有平等而已。你行了多少功，得到多少果。布施了100块，得到100块的果报。那你假如说都不求，你布施了以后，它抛入虚空。各位就是要了解到，我们的布施只有100块，抛入虚空，虚空大不大？虚空给我们的果报大不大？非常大这个是从真理的角度来说啦因为100块有局限它数目不多，可是一抛入虚空，虚空很宽广所以它给你的果报一样就是那么宽广无量无边进入你的佛性本体就是养成你的德就是生子得本
不落入福报了。我们了解说我们住相的布施啊，都落入福报。所以啊，布施啊是因，果报呢我们就是了解是果有因一定有果啦。你有祈求的那个因跟果啊，它只有一样100块的因100块的果那个是一样。那你不求不求他人回报，那你就抛入虚空。虚空无限宽广，所以无限宽广的果报给你你那个接受啊，你就会知道我只有行一点点啊怎么会这么大的果报各位就是要了解到，那个都是以真理的角度啊来说从真理的角度我们了解住相那呢你布施多少得到少你不住相那个得到的果报无量无边。那所以啊，我们从真理的角度啊来行持，因为我们所求的并不希望呢还尘的福报，因为啊我们接受还尘的福报，各位要了解到，当我们在还尘有钱有社会地位我们修道的心啊就不强烈。既然有钱有社会地位我这样就好了，这样就很快乐逍遥了，对不对？那我们有这个心啊各位是要了解到，那个福报啊都有限量都会用得完一生之中啊我们会用完你一生用不完，那表示你行的功非常多了那你再接着下来也不一定能够享用的很多生多世纵然很多生多世都是福报，那也只有那么一点点100年一世，我们一世啊大概100年那你享受很多生的话，给你10世，我们大概都富不过3代经过3代就穷了因为都用完了穷了所以我们在那个福报的当下，可以说呢都是造业有钱啊容易造业，有钱也容易行功。可是啊我们有钱的时候啊那个行功的心啊很少，都要想自己享福啦都要得到名，要得到利，都是为自己呀所以那个修道的心不强那个时候啊没有那个很强烈的修道心。所以或许都讲，当我们踢到铁板，我们在生活中遇到很大的挫折，那个就是上天给我们机会，让你有回头有改变方向的时候当我们能够从福报的现象之中改变现象那个时候就会追求我们人生的根本。所以我们在受苦最那个艰困的时候我们都会叫我们的母亲哎呦娘喂，因为母亲把我们生下来，对不对？所以我们在最困苦的时候就会想到源头就是我们的源头一想到源头我们就会追求就会真的走入修道的轨道。所以各位就可以了解踢到铁板是好事可是我们人生之中踢到铁板我们都认为很苦对不对？不知道那个是上天给我们机会让我能够改弦易辙不要按照你原来的方向去追求那个凡尘有形有相都有极限纵然你什么都可以得到，赚到整个世界赔掉我们的生命那也没用所以我们就知道人生最重要的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所以佛以一大师因缘示现在凡尘，告诉众生生死
最大，哦，没有比生死更大。你看哦，我们生在凡尘，哦，有生的一定有死，哦，一定生一定死。那我们呢，为什么不求不生不死？哦，不生不死啊，就只有佛性本体啊。哦，所以我们一定呢，哦，修道了，要呢，哦，透彻的知道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一定要透彻知道。从我们第一天讲课啊，就万念放下，一念不生。万念放下，一念不生啊，哦，就把佛性本体呈现。我们呢就了解说，要成道，要成佛，就是这个哦，本体在成的，本体可以成道，可以成佛。你舍弃了本体，你要成道成佛都甭收，不会哦，不会成，没有本体不会成，会成都是本体。所以我们一定哦，追求本体是最重要。完成的所有一切都假的，都虚不实在，就只有不生不灭佛性本体是实实在在，哦，它都不会变化。可是我们都不去追求，因为没有形象啊，看不到。哦，这个有时候度化众生呢，他还跟你讲。哎呦，这个佛性一斤是多少钱啊？各位先生，佛性一斤多少钱？各位先生，他没有形象啊，不露入哦那个斤两，他一两也没有。哦，所以啊，我们就是要了解到，哦，你讲这样的时候啊，就是表示啊。哦，你已经拒绝啊，哦，成道成佛，拒绝哦，脱离苦海。你就是啊，已经说我这个生活很好，哦，有钱有爱，可以到世界各国去观光，很累。你到世界各国去观光很累人呢，哦。所以我们要了解到，我们的佛性啊，哦，是最好的地方所在，哦，是所有你观光不到的地方所在啊，就在佛性之中。所以啊，你只要知道你的佛性啊，整个哦，我们呐，这个整个太阳系啊，我们都可以观光了。不但只有太阳系哦，我们还超越整个太阳系啊。到无限的虚空，无限的佛世界，我们都可以去观光。可是你不修的话，就没办法。你只要修，回到佛性本体，你可以超越整个我们太阳系，都可以超越，都有我们佛性的本体所在，不可思议啦，所以一定要努力追求。那么结事他人不求果报，这个结事啊，就是帮助别人完结所有的事啊，都把所有的事情啊，都解决了，都呢这个已经都没有问题了，所以结事他人，然后为人家办事也不求果报，可是啊，这个真的是。人家都会有一点怀疑啦，不知道你是什么企图，有时候啊，我们这个太好心了还会引起人家怀疑。那供养他人啊，不求福报，这个供养，所以我们了解说，佛经里面啊，都一直在讲，供养无量无佛，这个无量无边的知佛菩萨都已经供养，那我们要知道之所以能够成道成佛，都是要经过这个阶段。你没有经过这个供养无量无边的知佛就是没有办法没有那个机会成道成佛。我们会以为说这个供养他人就是很不容易的，就是要有那个实质的
那一种财力，要有金钱啊，才能够去供养。不知道呢，我们在修道的领域里面，那个供养就是我们尊重，我们尊重所有的众生，这个叫做供养。我们要了解到众生都是佛，那你尊重所有众生，你就是供养之佛。我们大概很多都不会啊，这个承认这种观念。他说要实际的你去供养那个才算。那个假如说实际的这样的话，那我们真的可以说呢，少之又少了，不能够说无边。供养无量无边呐，那个就是我们在凡尘生活的时候，对所有众生啊，我们都尊重。他纵然所有观念都不符合真理，我们也不要起那个不好的心、仇恨的心，不要。对他所做的事啊，你有意见，可是啊，你对他的佛性啊，你都尊重。我们这次也了解，那个尊重啊，就是供养。你尊重所有众生，所有众生就是佛。所以啊，你只要是尊重众生啊，你就是供养之佛。那我们在凡尘就可以知道，我们所接触的众生啊，多不多？多不少啦。我们了解说接触的众生啊，都可以说呢非常多。我们都尊重。尊重的时候啊，我们就了解不会起冲突。那个就已经啊是供养之佛，所以我们供养他人呢，不求福报，就是啊，不会说你付出多少，你就要见到多少果报。那激励他人啊，不求恩报，就是实际的救济啊，那个济能够利啊他人，实际的那个救济他人。就是啊，这个在这个钱财方面啊，比较这个富裕的话，就可以啊激励他人。可是呢，不求恩报，不求他报恩呐。我们一般也比较困难做。我们都会说，我给你多少啊，你应当要回报多少。一般都会希望这样。可是啊，我们真正的好心的话，就是能够呢有能力啊帮助他人，不求恩报。那么极致下心呐，满人心愿，这个导致我们的那个做法行为，下心呐，就是低心下气的，满人的心愿，别人的愿呐，就是我们去满。就是啊，让他的愿啊能够成就，我们能够呢，下心，低心下气啊，我们一般呢，稍微有钱的话，都会啊比较那个高心啊，骄傲的心，叫我们能够低心下气啊，可以说很不容易，我们呢，要低心下气啊。非常不容易，可是呢，我们了解说，我们只要能够呢，低心下气，我们就已经做到了，那个这个惭愧，七法财啊，最后一个惭愧，我们有惭愧的那个心啊，我们就不会骄傲，那能够呢，低心下气。那在我们呢，那个打坐的那功夫来讲，因为我们的心呐，心火都往上延，然后我们的肾水啊往下流，所以啊，我们的寿命就有限。那假如说我们在呢这个日常的生活之中，我们能够呢低心，把那个心火往下压，低心。然后啊，用心火来烹饪肾水，肾水就变成了气，气的时候啊，任转全身，然后我们呢的全身啊，就得到滋润，在实际的来讲，能够呢，低心下气啊，
对我们身体的帮助啊也很大。就是啊，我们身体的养分啊会比较充足，比较有，所以啊，我们就是了解在生活之中啊，假如说我们精神都不济啊，那做事啊都做不成功了。那你假如说呢，这个精神很饱满，又呢这个满腔欢喜，人家都很喜欢跟你在一起，又啊，这个不骄傲，能够低心下气，大家都欢迎。所以这样啊，何乐不为？可是啊，我们就真的不为，没有利益呀。可是要知道呢，我们在修道的方面啊，你能够低心下气，能够满人的心愿啊，那个就是啊，真的是难舍能舍，很困难的那个布施舍，就是布施啦。你能够呢难舍能舍，尤其在我们的身份地位啊，我们都会啊放不下身段。你能够整个都放下身段，我们看到那个外国那个宗教啊那个主人啊他都会为他的信徒啊那个洗脚，有没有？那个就是啊放下身段。就是能够呢，这个低心下气，那个实际啊，在生活之中做。男人呐，能忍，遇到呢，逆境、挫折的时候啊，那个男人呐，忍受的时候啊，你能够忍受。所以啊，我们就是了解到，为什么那个男人能忍，就是因为你体会到平等。不管是身份地位啊，不管是阶级多高，佛性都是平等，你能够体会平等，所以就没有那个阶级的观念在，就是大家都是一样，都是平等，所以在平等的时候啊，那个啊，你就很容易去做到说，男人能够忍。就能够去这个安住啊，在那一种静态之中，所以那个忍，我们所说的忍耐啊，都是别名啦。它的总啊，就是安住不动。忍啊，那个忍耐的忍啊，就是安住不动。你在真理之中安住不动，叫做忍，忍耐。那我们要了解到，佛教都告诉我们，就是啊，没有侮辱的人，也没有受侮辱的人，没有加入的人，也没有受的人，没有哪有忍啊，哪有忍耐的事？所以啊，我们了解呢，那个忍耐的形象啊，都是虚幻不实在，是颠倒的啦。所以啊，能够了解真理的时候啊，就没有说那个啊，自己的身份地位啊，不能做那个事，没有，都平等，都是一样。那么难行啊，能行，所以我们了解到说，我们所说的一些法门呐，在实际的行止来说啊，都是难行。很难去做了，可是啊，只要我们有坚定的心呐，都可以做。那个难行啊，能行，这个也是属于好心的范围啦。那个难行啊，你能够行；难救啊，能救。所以啊，我们就是了解到，我们现在的人呐，真的有时候都不一定啦。那个前不久报纸就登了有一个人要出国到那个桃机场，然后啊经过那个免税店的时候啊，他整个人啊就晕倒了。那晕倒了以后，里面3个店员就赶快拿那个傻瓜电击器来击他的心脏，因为他已经没有呼吸了。那个3个店员一方面在救他，一方面手在抖了，3个都没有遇到这个事啊，
就是初次用那个傻瓜呢电击器激发他那个心脏，使他又恢复心跳，又能够呼吸呀。活过来的时候啊，那个3个女职员都爆哭了。我们就是了解到在那一种生命交关，可以说那一种已经晕倒没有呼吸呀，就是很急迫了，对不对？只要经过5分钟啊，我们脑部都会缺氧，然后脑死。所以那个时候没有赶快救，真的就是死路一条了。结果被3个那个女店员救回来了。所以报纸把它登出来，又把那个照片就那个被救的跟那3个女职员都一起照出来。所以我们了解到说这个凡尘很多事我们都不可以预测哪会知道他会晕倒在他的店面所以有一些必须要知道的那一些急救常识他假如说都完全都很陌生的话机器是机器，人是人合不起来，要怎么用所以有时候呢我们也这个鸡婆一点这个都知道一点事，然后不责冤亲所以我们了解说我们在凡人那个冤就是仇人亲就是家人我们呢会把仇人跟家人分得很这个详细可是在佛经里面他冤亲都是平等冤跟亲仇人跟家人都是平等。然后我们呢就是要从真理的角度来了解那个冤跟亲我们的仇人跟我们的家人，他呢都是累世之中都曾经我们都相处都曾经就是仇人之前也是当家人，家人之前也是当仇人，所以都有经过了，所以佛才会讲冤亲平等佛都讲，因为我们六道轮回太久经过非常多的缘会所以天下的男士都曾经是我的父亲，天下的女士都曾经是我的母亲，所以这样就没有分别心可是我们现在的生活分别心很强烈就一定分别了那个就是我们在现实之中生活之中遇到所以那个亲跟冤就会分得很详细。那假如说走入这里世界冤跟亲就平等了我们的心都宽广。平等嫉妒不管是冤不管是亲，我们都平等，然后嫉妒济就是救济，度呢就是度化救济度化，我们呢就是要救济众生，然后度化众生，使众生呢都能够成佛这样呢这个脱离苦海就可以得到呢永远安稳的地方所在。那么真实能行真正的实在的能够去做非但口说不只有嘴巴讲要实际能够去做。与人口说好心心无慈善这个与人就没有智慧。那嘴巴呢在讲这个好心，心里面他没有慈没有善所以我们要了解说那个心的慈善是我们的根本我们的这个心一定要有那个慈悲慈悲喜舍，然后善是我们人的根本人做的就是要有善，因为有善才有人的身体假如说我们没有善的话，
连人的身体呀，都得不到。那么贤人常行好心，口不自言。这个贤人的话，他呢时时刻刻啊，都行这个好心，可是嘴巴呢，不自己说了，不说他是好心，不说，只是实际的去做，但念啊，利济他人，就是啊，能够呢，利益别人，救济啊别人，就是这样，但念啊，利济他人，不求啊自己的名望。不追求自己的名，自己的声望，不追求。所以我们了解到说，我们凡人啊，就是求这个2个字名望，就求吃名啊，求呢，能够呢大家都能够仰望，我们都是这样的。那我们以长远的眼光来看，我们的一生啊。不够100年，你再怎么出名啊，100年以后人都不认识你的，你再怎么有名望，人家也都不知不觉，所以啊，不用去追求那一些虚幻的事啊，不实在。那么世名好心，所以啊，我们前面这样一直讲下来了这样才真的是好心。若是假如说呢，舍寸而求尺，你舍掉的只有1寸呐，可是啊，你想得到的却是1尺，这样斗倍所以啊，我们了解到舍寸而求尺啊，众少而忘多者啊，是不好心的所以这个好心啊，真的是很难做了。不好做。不过呢，我们就是要朝这个方向，朝着好心的方向，最好的心是呢，要所有众生啊，都成道，都成佛，这个心啊就是最好。所以啊，我们这个12章的好心论，也讲1个小时60分钟了，好心了没？你看我们都不敢回答，在这个佛殿一称一回答喜怒了以后，都会想说我做不到嘞那第43章至于迷悟论，就是智慧然后愚痴迷迷昧悟领悟。至于迷悟论，文殊菩萨呢问佛如何呢是智怎么样才称为这个智有智慧如何是愚怎么样呢是愚痴就是这个讲的意思啦。所以这个或许最记得最深啦，因为或许以前或许在彰化花坛口庄村非常小的一个村落，那个村落有一个庙那个庙我们很多都会聚集在那个庙里面，老一辈的会下棋会学一些那个乐器。然后时常呢，就听到那些老人家在说你人讲看到北京嘛讲啦，他就讲这个鱼啦，你是鱼这个鱼那我们那个梵文那个鱼就是牛啦，你若牛看到北京嘛牛。那个时候或许小孩子不知道那个是在讲那个梵文那或许在想说，当然你牛你迁到北京也是牛难道会变化吗？不知道在说这个鱼啦，就是鱼吃的鱼啦，所以或许就对这个字特别有印象，
原来我们那个汉文呐，汉音呐，鱼，鱼啊，对不对？就是鱼。你看我们那个花灰啊，汉音叫什么？所以啊，我们就是了解到有时候我们讲的汉音啊，反而我们听不懂。我们讲白话反而容易懂。就是这样。所以啊，我们那个时候啊，有一首歌乌雅灰，乌雅灰有无？是乌雅灰啊，乌雅灰。你看到那个雾啊，真的，我们那个汉音一讲出来以后啊，跟我们生活上好像就不通顺了。我们在讲的时候啊，就会觉得这个怪怪的。所以啊，这个文殊菩萨就问说，如何啊是愚？就是愚痴的意思。那么如何啊是迷？怎么样呢？是迷。然后如何啊是悟？怎么样才称作呢？领悟。那愿佛啊慈悲，广为我说。希望啊释迦牟尼佛能够呢大慈大悲，然后啊为我啊来广说呢这个含义呀。至于迷悟。那释迦牟尼佛呢就讲说智者啊知也。这个有智慧啊，就是你对真理啊能够了解，就是知道。所以啊我们时常用知下面呢就道，知道。知道了没？知道。然后啊那个老师后面就会讲知道就行，意思啊说知道就可以了然后我们一听起来知道就去做，知道啊就行。所以啊我们了解说这个知，各位知道吗？都知道这个道吗？就很宽广，对不对？所以啊，知啊就是知道，道啊，我们就是了解，它没两边，没有对半，就是啊，一个一。我们知道一吗？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啊，就是一。知得一啊，万事毕。我们知道一啊，就可以啊，万事万象都毕业了，都已经回到本源。所以这个知啊，就很重要。可是我们对凡尘很多呢都是颠倒。佛就用呢常那个乐我见来问我们众生。说我们知道常吗？就是我们常住真心。可是我们众生呢，尤其末法众生，知道这个常住真心真的很少，都不知道。知道有心，可是那个心是我们生活在用，生活用呢都是生命，都是世心那个不是呢真的心。那乐，我们凡尘认为的乐有苦相对待，所以乐的后面它就跟着苦。所以那个不是真乐。然后我们认为身体就是我，那佛说身体是天地的物质，所有风土众人借我用的。他众人忌讳借我用，都要还给天地，那个不是我。然后净就是清净，
我们都没办法清净，所以常乐我净，我们众生都没有，都颠倒。那佛的常乐我净常住真心，乐就是绝对的快乐，没有对待。你进入没有对待那个乐就已经是一个绝对快乐，没有苦啦。我们凡尘的乐它有苦相对待，那进入佛性的乐是真乐。然后我不是身体的我，是我们不生不灭佛性本体的我，所以那个我就是如来，我就是佛。所以或者都时常讲，若有所见就是邪见；若无所见就是真实的见如来。各位都还记得吗？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到，若无所见，我们在生活之中没有能见的我相，没有所见的法相，若无所见，即是真实的见你如来，真实的见你如来所以只要你没有能见，没有所见，你就见到如来。这样了解意思吗？所以或许就是要给各位思索，我们要了解，没有能见的这个我相，没有所见的法相，没有能所，已经进入绝对的一若无所见，你就真实的见到如来；若无所见，就真实的见到你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所以各位在日常生活之中要想这个话，要去思索，若无所见即是真实的见你如来；若有所见即是邪见，你的见不正确的邪见。我们就是了解，他已经进入到一个一真法界，无所见，无能见，没有能所，就是一个本体的绝对体，一真法界，那个就真实的如来，真实你见你如来。所以那个法手经就在讲，如来不与世间共争，世间与我争，有没有？所以我们要了解到，那个如来不与世间共争那个如来不是释迦牟尼佛，是我们的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本体，那个如来。如来不跟世间，世就是过去、现在、未来，间就是东西南北、东南西南、东北西北、上下间，他不跟三世四方争。世间与我争，三世四方跟佛性本体在争，这样了解吗？这个佛性本体他都不争，只要你争，他就全部给你，所以他就退了，退位，不见到他了。以后我们就是了解我们的佛性修养就这么好，不跟世间争。不争，只要你争，它就不见。所以我们在凡尘人家争执佛性就不见。你佛性都不跟人家争执，它就呈现。所以我们要了解到说，这个都是很实际的，我们在生活之中可以体会，可以用。真正的了解说，我们的佛性只有我们启发它。因为他都不跟谁争，那我们世界都要跟他争我们最会争的就是六根，六根是最会争的，因为六根当家已经很久，已经习惯了，这个叫既得利益他不肯放手，他既得利益都是我在当下，怎么你要出来跟我争这个权柄
所以他不肯放。那不肯放的话，我们就了解到我们的六根在当下起后造业，有取舍，喜欢讨厌。我们佛性在当下，佛性没有喜欢讨厌，没有取舍，不造业，所以要给谁当家？假如说我们要给佛性当家，各位贤贤，说的容易呀，你实际做你就会了解说，六根怎么这么强啊？眼睛要当家，耳朵要当家，鼻子要当家，嘴巴要当家，身体要当家，意念要当家，哪一个肯让？哪一个肯让佛性啊？你看我们社会人士啊，为什么现在有那种那个东广的题材呀？就是因为那个鼻根当家啦，你闻到那个那个炸鸡排啊，你闻到以后你不想吃还真的要克辱社会人士啦，我不是说我们素食者而且昨天那个做这个公路客运，看到那个统一那个超商，说拍了一大批人拍得很长，做什么？对了，在买冰淇淋，冬天呢，拍了一堆很长，我说这个是在排什么啊？原来是买冰淇淋，他用那个一个尖尖的装他要装的时候没有速度那么快，排的人很多了，我这些人，那买到以后就坐着椅子就吃冰淇淋了，现在好像蛮流行所以我们就了解你看到了，大概你也舍不得让你的嘴巴闲着，有没有嘴巴当家？你嘴巴不当家，不会去排队了，对不对？就是想吃，嘴巴当家。我说炸鸡是鼻子当家，你闻到气味了，我不买的很难过。所以吃了以后或者都讲，那个外国进来的那一种炸鸡排它都是那个是生长激素它一送整个货柜送到我们台湾来，那个整个里面那个生长激素还在它的体内，结果它就卖给我们吃了。我们吃了以后在我们体内生长激素让我们一直在体内生长。所以各位在南部比较少看到，你在北部那一种一个人要坐2个位置的人非常多。你看到他心脏负担都很大，看到那个体裁真的很难过你听他说吃少一点。我们坐高铁下来坐在我们旁边一个男士先生真的是很壮硕。然后从这个台北坐下来，他坐到台中下车，他一路一直吃非常多非常多样一个吃完换一个，一个吃完换一个。然后我就想说，这个不胖也难一直吃哪会不胖？都一直吃，不是同样，是很多样，吃一个再换一个，吃一个再换一个。我们旁边吃的旁边看的还好，肚子不饿了。我们都会被他引诱好像他吃什么他吃什么都会被他引诱，就还好。我们这个坐高铁就吃中餐，
他已经都习惯了就不会被这个旁边的影响。所以我们就聊说，要呢我们佛性出来当家，还真是非常不容易啊。我们没有认识没有那个很正确的见解，真的佛性没办法出来当家。所以一定研究真理，你透彻的知道真理，你知道真理以后那个真理它会促成你行动。你只要透彻知道真理，它就会督促你做。你不做都不行你就开始做，就是佛性当家，做给佛性当家。六根要当家呢，都跟他讲理由，说不行那个你喜欢看的那个无常变化，很快就变化了。你喜欢听的也一样过了一段时间，这个就流行了。你喜欢吃的那个都不营养那个会伤害到我们肝脏，炸的嘛，油炸你喜欢吃的就是我们体内会超出负荷你跟你六根讲理六根它会慢慢接受降服。就不争了，不争的时候就是你佛性当家，佛性当家，一口气不来，整个空间都是我们佛性的道路，所以条条大路都通理天，所以我们要了解到，我们在凡尘一定就是要启发佛性当家，这个是非常重要，不然我们现在六根当家。一定有喜欢讨厌一定有取舍，一定有行为造了业一定要受果报我们佛性哪能够自由自在一口气不来，什么人在当家？我们业力当家，他推你到什么地方去你没有拒绝的余地，你一定要服从。推你到哪里你就到哪里到哪里现象你就是要现象不能说不，我不要去那个地方太苦了，那个时候没有自由了那我们就是现在有人身体的时候有自由，你可以选择不给六根当家，六根所喜欢的不合理的全部都拒绝。你看这个要培养多久的时间才能够真的呈现一定就是不要自我放弃要督促自己。所以这个知者知也，这个知就是要知道整个我们真理世界真理的状态所以凡尘的所有一切都是无常变化，要知道无常变化，不要被它迷惑被它迷惑了，因为迷惑了我们就会造业，因为造业就要受苦，这个是一定它不会改变所以我们不要迷惑，也不要造业，就不会受苦就可以自我解脱，已经解脱了都没有烦恼。所以我们了解烦恼是我们自己造出来的然后烦恼业就是不理想要受我们不烦恼不造业所以这个知也智者知也。那么智人有智慧的人知道有佛道可修这个是最理想有智慧的人知道呢就是可以成佛知道可以成道有佛有道可以修可以到达，这个就是有智慧所以我们在凡尘时间都不过100年而已很快一转眼或者都想71了，才记得20几岁都已经到71了
还可以在1个71吗？妄想。所以我看看完成。只要到了年岁所有器官都退化，行为就很迟缓。所以我们看人家在走路手一直抖，脚一直抖，然后要上下车都很慢，那个司机很无奈。要等他上下车都很慢。现在有司机都修养比较好，会慢慢等。想说以后自己也会老。现在善待人的话，以后人家会善待他。所以最近看到的都很理想。司机看到那个眼睛弱视看不太见，他竟然会先下车引导他下车，然后他下车以后再上来开车，看到都很温暖。看到司机这样很温暖。所以我们了解说凡尘就是无常变化，然后知道呢有佛道可修，知道有圣教可学，可以成圣成贤，圣贤，我们可以到达圣贤的那个程度，知道有圣贤可以学。那么知道呢有名师可求，我们呢都求到了，我们呢跟我们佛老师都这个一起，所以我们的班是我们佛老师开的。当时跟各位约束都只有3年，对不对？3年一到，老师说这个是初级班。接着要走路中级班，所以我们又3年。今年9月26，就5年了。很快一转眼。那或许都在讲说，我们《金刚经》讲完了，讲维摩诘经。那维摩诘经在破学讲经说法里面是觉得它最难讲。因为它的程度很高，可是我们既然承诺了就要收。然后我们维摩诘经讲完了，还有时间的话，我们讲涅盘经。涅盘经不是说讲的就涅盘那个是说我们真正的知道修道的过程，我们真正的知道那个修到最高是什么什么情况，什么样子，什么程度，我们都知道以后，对真理的了解这就透彻。然后我们往后再听到有别人